成为国米主席没3分钟，你就将球队头号球星伊卡尔迪摆上交易奖，随即解雇主教练罗伯托曼奇尼，然后还放出豪言将带领国米3年内统治意甲，5年内夺取欧冠冠军。意甲各队老板见你来势汹汹，纷纷预测你将豪掷千金疯狂全球购食，你却将目光放进世界各地青训基地，买下18岁的姆巴佩，签下16岁的哈兰德，又从巴西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维尼修斯，同时连刚满13岁的贝林厄姆和穆西亚拉也没放过。各家豪门俱乐部大跌眼镜，合着这位华夏富豪对当红球星是不闻不问，反而对刮彩票是执迷不悟。就连国米前主席埃里克托希尔都摇头感叹，想靠一群娃娃兵打天下简直痴人说梦。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其实是个重生者，你所买的青年球员将会成为梅罗之后影响世界足坛格局的主力军。此时正值2016年欧洲杯前夕，主席办公室内，曼奇尼目瞪口呆地看着你在他提供的引援名单上画了个大叉叉，随即他拍案而起，杨硕，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这可是我精心挑选的最适合目前球队战术的人选，你怎么能全部否啊？你没有给曼奇尼好脸色，我不针对谁，你引援计划上的人全部都是垃圾。曼奇尼显然是没有预见到你会一点不给他面子，这直接触动了他高傲的内心，他再次拍桌大声吼道，你懂足球吗？你懂意大利足球吗？你懂国际米兰吗？懂不懂？试了就知道了。其实你早就知道这个夏窗国际米兰买了哪些人，什么若昂马里奥、坎德雷瓦、安萨尔迪、坦奇洛之流，花了超过1亿欧元，只有坎德雷瓦能堪堪发挥点作用，其他的都是打了水漂。这也导致未来的一个赛季国米最终在意甲排名第7，连欧战资格都没有拿到。而面前这位名帅曼奇尼2次执教国际米兰，第一次执教了3年，因为电话门的原因得了3连冠，但欧冠赛场一直没有突破，第2次则是毫无建树。虽然曼奇尼执教意大利获得了2021年欧洲杯冠军，但运气成分较多，不像里皮执教意大利夺得2006年世界杯那样让人心服口服。可以说曼奇尼的执教水平也就那样，充其量就是一个伟大球队奠基石的水平。同时曼奇尼是个高傲的人，为此在风头正劲的时候永远的退出了意大利国家队。此时曼奇尼的吼声把隔壁国米副主席萨内蒂及几位国米高管吸引了过来，几人试图劝解曼奇尼消消气，但曼奇尼哪受得了这种软钉子啊？你这个从足球弱国来的黄毛小儿，分明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他的专业能力啊！曼奇尼不顾萨内蒂等人的劝解，冲到了你跟前怒目圆睁，我不干了，我要辞职了，谁他妈的愿意受着窝囊气，找谁去吧！你瞪了曼奇尼一眼，轻飘飘的说道，不，你不是辞职的，是我把你开除的。前世曼奇尼就是因为和俱乐部因为引援发生争执，在2016年的夏天辞去了国际米兰主教练的职务。他太高傲了，高傲的容不下一点反对意见，哪怕是俱乐部的决议，反正都是要发生的事情，你觉得无所谓，无非就是提前2个月发生而已，就当拿曼奇尼当那只杀给猴子看的鸡了。曼奇尼见你一点挽留都没有，面子彻底撕破了，转身拂袖而去。见曼奇尼走出办公室，你对萨内蒂说道，按正常流程办，该给的违约金1分钱不能少。萨内蒂等人面面相觑，这个年纪轻轻的俱乐部主席看着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做起事情来怎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风呢？小风波并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随即你叫来了国米体育总监奥西里奥和他的得力助手达里奥巴钦，他俩刚进办公室你就递给了他们你早就准备好的2份引援名单，一份是球队的未来，姆巴佩、哈兰德、贝林厄姆、维尼修斯的名字赫然在列，一份是近期可以收购或是捡漏的即战力名单，范戴克、萨拉赫、坎特等等。接过名单的2人顿时傻眼，奥西里奥还以为你要签下什么大牌球员，不说 C 罗梅西吧，那至少也得是1线成名球星吧？怎么这2份名单不是名字都没听过的青年球员，就是一些还没能踢出名气的球员？你开门见山的说道，奥西里奥先生，今后你来负责球探和购买球员的谈判，青年球员名单上的这些球员你适时签下来，另一份名单上的球员就有劳达里奥巴钦先生尽快签下来，欧洲杯后说不定有些球员身价就要翻上几个倍了。话落，你见奥西里奥还是一副呆鹅的样子，朝奥西里奥问道，有什么疑问吗？主席先生，这小妖名单上第一个叫基利安姆巴佩，还没能进1线队的小球员预算是多少？奥西里奥试探地问道。不做预算，确保一定要签下来，当然费用越低越好了，一定要快。你知道姆巴佩在下个赛季的法甲联赛上即将崭露头角，在2018年的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一举成名，之后将会身价过亿，现在是国际米兰能染指姆巴佩的唯一机会了，你2人尽快分头行动，时间可不等人。此话一出，奥西里奥也明白了这份小妖名单的重量，急忙点了点头。安排完球队引援工作后，你又叫来了萨内蒂，着手解决球队教练的事。目前的国际米兰在托希尔手里折腾了这几年，也沦落成为了一家落魄豪门，再加上俱乐部刚换老板，即使花大价钱也未必能请来世界级名帅。沉思了一会，你还是决定把重心放在对年轻球员培养有成效的主教练身上，最好还是国际米兰的名宿。你对萨内蒂问道，以前的国米球员在国米有一定知名度的，现在哪些在做教练？青年队的也算。萨内蒂思忖了片刻说道，斯坦科维奇在乌迪内斯做过助理教练，坦克宾克里斯蒂安基弗当过罗马尼亚代理主教练，做得最好的就是米哈伊洛维奇，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他刚率领 AC 米兰夺得了意大利杯，还在联赛中击败过我们。基弗，你眼睛一亮，在你穿越前，小因扎吉离队即将前往沙特的传闻已经甚嚣尘上，其接任者普遍看好的就是拥有国米血统的坦克宾基弗，其中的一个优点就是擅长培养年轻球员。你立刻反问道，要不请基弗回来热2队的主教练？基弗2队主教练，你的跳跃性思维把老实忠诚的萨内蒂搞懵逼了，不是在谈论主教练的人选吗？对，让基弗来做2队的教练，你自信地说道。此言一出，各个高管被雷得外焦里嫩的。萨内蒂挠了挠头，现在的国际米兰哪有什么2队啊，果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二货。不过萨内蒂还是稳重地提醒道，主席，我们现在没有2队，只有青年队，你说的是不是青年队？不是，我说的就是2队。主席，要不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1线队的主教练要谨
挺快确定了。萨内蒂决定先搁置争议，以后慢慢给眼前年轻的新主席做基础知识普及。你沉吟片刻说道：“要不邀请西蒙尼因扎吉吧？”谁？西蒙尼因扎吉？就是那个刚刚接手拉齐奥的主教练。萨内蒂再次吃了一大惊。对，就是他。前世小因扎吉执教国际米兰，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2次率队杀进欧冠决赛均折戟沉沙，但这个时候的国际米兰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估计工资也不会太高，主要是性价比高啊。基福就暂时培养，一旦小因扎吉有什么闪失，立马就让基福顶上，会不会太冒险了？萨内蒂不由担心起来。试试看看咯。你也对此时的小因扎吉来执教心里没底，但是看好他的未来。就在场人员不可思议的时候，你接着说道：“对于这2位教练人选的接洽工作，就由萨内蒂副主席来全权负责啊！”萨内蒂的 CPU 此时已经快被干宕机了。见状，你笑着点了点头，抬手看了看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吩咐道：“马上开会，叫齐所有工作人员。”国米总部会议室内，你坐在主位上清了清嗓子说道：“今天下午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统一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米兰的建队思路。从今天起，我准备对国际米兰进行一次大的改革。首先从球队建设开始。”你冷静地先抛出了第一个议题。对于球队的目标，我的看法是分3步走：第1年进欧冠，第2年夺意甲，第3年有角逐欧冠的实力，后面长期保持竞争欧冠冠军的实力。话落，整个会议室里一片哗然，除了你，所有人心里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球队是什么情况，你心里没一点数吗？你并不理会在场人员的震惊，接着说道：“可能大家也知道，今天中午曼奇尼先生已经辞去了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新的主教练人选我已经安排萨内蒂副主席进行对接了，相信不日将有结果。同时，最重要的是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组建2队，强调一下，不是青年队，而是效仿皇马、巴萨等球队成功的模式，组建2队，参加1丙联赛，让我们的年轻球员早一点接触真正的职业联赛，早一点成熟起来。对于球员培养这一块，我的想法是今后5年要培养出金球奖级别的球员，而我考虑的2队主教练就去请之前我们3冠王时期的功勋球员坦克宾基夫来担任。对于建立2队，你其实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从姆巴佩开始，在全球搜挖各种好苗子。这些小妖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有个2队可以让他们过渡一下。台下的萨内蒂等高管现在才恍然大悟，刚才这位年轻的俱乐部主席说的2队的事情，原来思路在这里啊。其余参会人员也是有所异动。确实啊，多少年了，球队的青训系统都没有培养出一个可堪立足一队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当做代金券使用了。而皇马、巴萨通过2队的建设，在青训的成效比国米简直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啊！培养的球员就算没能在本队1线队立足，转会出去，价格也是不低的，远比现在这样当做代金券使用了好。而球队则是花大价钱去买球员，不划算啊。会场的气氛在你这一番阐述后，稍微有一些转变。说完2队的事情，你感受到了会场氛围的变化，这是你想要的。于是你接着说了1队的事情。曼奇尼教练是一位非常有能力和水平的教练，他的离开我们很是遗憾。不过现在我们更加需要一名能和球队一起成长的教练。刚才说了，下个赛季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欧冠，那么意味着我们必须拿到意甲前4以上的位置。目前这些队员的水平是不能够确保前4席位的，那么必要的改革就是在所难免的。大家觉得呢？台下轰的一下议论纷纷。这时候急性子的巴钦站了起来，一脸不善。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那么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伊卡尔迪都在出售名单内？伊卡尔迪不符合我们球队未来发展的规划，为什么？你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我在沃顿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几个同学处于兴趣在一起开发了一个球员发展模拟系统，这里面涵盖的项目非常详尽，包括场外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系统。之前测试的时候，一些球员的发展轨迹几乎是全部印证了系统的模拟结果。你肯定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者，只能借助自己在漂亮国宾夕法利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历说是。根据这个结果，我们测试伊卡尔迪的发展等级是 C。什么？巴钦对这个说法很是意外。目前来看，伊卡尔迪的发展轨迹妥妥的稳中向好啊！在国米总部工作了超过30年的皮耶尼也站了起来，大声质问：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变化的，不能只靠你那个什么大数据系统来推断的。相信科学，你自然而然地说道。其实你知道伊卡尔迪技术能力没有问题，不过后来世人皆知的旺达故事会牵扯伊卡尔迪太多的精力，将严重影响这位球员的上限。你根本不懂足球，你根本不懂国际米兰。一个声音在场下响起，对，他根本不懂足球。对，搞好一个俱乐部就凭一个什么狗屁系统啊，把整个1线队全部卖光了，再重新买人，他不怕欧足联的 FFP、欧足联财务公平法则吗？台下那帮在国米总部工作多年的中层义愤填膺地反对你的说辞。很快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你根本不懂足球，一点也不了解国际米兰。这样吧，请大家给我1年时间，如果明年不能达到我提出的目标，我给在座各位工资涨1倍。说完，全场寂静片刻，随后又是一片议论声响起。那我们输了呢？啊，对，万一我们输了，该不会让我们免费打工1年吧？你们输了，工资照旧保持不变。不过以后你们要无条件支持我，支持俱乐部的发展。你依然十分平静。好，我们跟你赌了。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赛季，你们要全力支持我，全部按照我说的办。你早就想到了现在的局面，心里不禁暗自发笑，还是超能力能解决问题。关于管理团队，我们也要改革或者是优化。现在这种管理模式不太适配以后球队的发展。首先我要声明，这里要说的优化，不是解除某些人的职位，或者开掉某些人的
的岗位，只是要通过新的模式提升整体的效能。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聘请一名常务副主席，这个我会亲自对接。其次，萨内蒂副主席在解决完新任主教练的事情后，专职负责新球场建设的审批事宜，专门公关米兰市政府，给你2年时间。你望着萨内蒂说道：“没错，你没有听错，我要建造只属于国际米兰的新球场，我不想再和 AC 米兰合租球场了。”萨内蒂则是一脸骄傲地接受了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任务。作为球队的传奇队长和副主席，他更加明了新球场的意义。至于体育总监这块，我觉得可以拆分成为2个总监，组建2个团队，一个由奥西里奥负责，专门针对一线队的转会开展工作；一个由巴金负责，专门针对2队以及后面的梯队开展工作，专门针对潜力新星进行运作。不过这个下窗，奥西里奥重点负责全球年轻优质球员的转会，巴金负责一线队的转会。什么？我负责成体育总监了？当了奥西里奥多年僚机的巴金满脸疑惑地嘟囔道：“刚才他还3番5次地顶撞了你，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年轻的主席不仅没降自己的职位，还把自己向上提了半级。通过这件事情，不仅让参会的人员初步见识了你的专业性，还让他们感受到了你的格局。后面的增设主管金融和市场开发的副主席、新闻宣传总监等事情很快就统一了思想。会议结束，你相信自己的理念已经传达到了整个管理层，思想基本上得到了统一。翌日上午，你刚和萨内蒂初步讨论了引进小因扎吉当主教练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喝口咖啡，办公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奥西里奥打来的。你知道是姆巴佩那边有消息了。喂，总监先生，情况怎么样啊？你很上心关于姆巴佩的这笔转会。前世的记忆里，姆总自由转会去皇马，光签字费就有3亿欧元，而2018年巴黎从摩奈哥收购姆总，转会费就高达1.8亿欧。虽然姆巴佩有儿皇梦，但不妨碍先签过来用几年，转手卖给皇马。怎么说，至少也得2亿欧起步吧？那不是小半个新球场就有了吗？主席，情况不怎么乐观啊。奥西里奥有点苦闷，摩奈哥不放人，认为他是将来球队的基石。那个叫姆巴佩的小球员也不想离开法国。你连忙问道：报价了没有？我试着报了一下，报的多少？500万欧。你直接傻了？看来国际米兰是苦日子过习惯了啊。即便是现在的姆巴佩，也不止区500万欧啊。你苦笑了一下，接着问后面的情况，球员怎么说？姆巴佩说，他的梦想是加盟皇家马德里，我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你心里十分明了，情况和前世的一模一样。这样吧，我给你打个富裕账，你去把报价提高到2000万欧，球员的年薪提高到200万欧，球队拥有他100%的肖像权。你给了奥西里奥明确的指示。姆巴佩贪财在前世已经世人皆知，摩奈哥也是欧洲一个不大不小的黑店，看来只有发挥超能力了。奥西里奥对你的决定表达了质疑，主席，这值得吗？这是一个还没一线队经历的小球员啊，值得，千值万值啊！好吧，我再去试试吧。奥西里奥心里苦笑着挂断了电话。没多久，奥西里奥再次打来电话，老板，我又返回了姆巴佩家里，再次和他们谈了，怎么样？姆巴佩和他的父母对200万欧的年薪还是比较动心的，不过要求拥有一定比例的球员肖像权，肖像权绝不让步。如果他们同意签10年合同，年薪可以再适当涨一点，不过违约金要约定好10亿欧啊！奥西里奥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违约金10亿欧已经达到了 C 罗、梅西的水平了。这个小球员真有那么猛吗？还有，合同中的奖励条款可以加一些，比如在一线队一个赛季进球数达到20个奖励多少，30个奖励多少，10个助攻奖励多少，15个助攻又奖励多少，这个你自己定。奥西里奥这下算是明白了，你对姆巴佩是志在必得。好，我再去找他们谈。快到中午的时候，奥西里奥终于打来了第3个电话，老板，姆巴佩答应签约了，签约10年，年薪200万欧起，在一队一个赛季进球超过20个，奖励200万欧，30个及以上，奖励350万欧，助攻超过15个，奖励150万欧，超过20个，奖励250万欧。一个赛季出场超过30次的情况下，球队得到意甲冠军，再单独奖励100万欧，得到欧联杯冠军150万欧，欧冠冠军300万欧，球员不保留肖像权。奥西里奥一口气把达成主要协议内容说了出来。没问题，这些都没出乎你的意料，看来姆巴佩的贪财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老板，这些都是税后啊。奥西里奥补充道。没问题，还有，如果和球队也达成了转会协议，姆巴佩想以租借的方式继续留在摩奈哥1年，这1年只要50万欧的工资。奥西里奥接着说道。都可以。你知道前世正是下个赛季，姆巴佩在摩奈哥打上了主力，而且表现不俗，引起整个欧洲足坛的关注，随队参加了世界杯，结果大放异彩。这时候能签，不管如何都是捡了大便宜。很快，奥西里奥给你发来了信息，姆巴佩签了，他的监护人也签了。看到消息，你抿着嘴握了握拳头。萨内蒂见状忍不住问道，主席，这笔签约有那么重要吗？那是当然，以后你就知道这笔签约对俱乐部意味着什么了。接着，你拿起手机给奥西里奥打去电话，安排奥西里奥马上去找摩奈哥俱乐部谈判。原定的2000万欧转费会能省则省，但不必刻意压价，尽量促成签约。记住，签约后可以免费租借给摩奈哥1年，但是摩奈哥必须马上把姆巴佩升入一线队，并保证姆巴佩的出场时间。如果姆巴佩出场时间超过2000分钟，国际米兰倒贴10万欧给摩纳哥；如果姆巴佩进球超过10个，再贴10万欧；助攻超过10个，还是10万欧。主席，没必要吧？这就是个年轻球员而已，只不过可能稍微优秀一点罢了。奥西里奥嘟囔道：“听我的，准没错。”和奥西里奥打完电话，你扭过头，有些兴奋地看着萨内蒂问道：“哈维尔，巴钦那边怎么样？”萨内蒂说道：“巴钦好像正在和一个叫巴斯托尼的亚特兰大青年队的球员联系，好像是这个青年队员的经纪人今天上午主动联系的我。”谁？巴斯托尼？一个亚特兰大的小球员。萨内蒂见你有点激动，以为你没听清楚，又重复了一遍。现在怎么样？你赶忙问道。不知道，巴钦上午出去和巴斯托尼的经纪人见面了。你暗自有些兴奋，这可是巴斯托尼啊，以后可是要成长为世界第1身价的中后卫的人啊！不仅防守稳固，还有进攻属性，而且加盟国际米兰后，忠诚度一直
实十分可靠，居然主动来投是个好事情。看来是你利用媒体制造噱头和热度后，激活了巴斯托尼的国米梦想。巴钦回来后，让他第一时间来见我。好的。萨内蒂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午饭过后，巴钦急冲冲地来到了你的办公室。主席先生，你找我，今天上午的事情怎么样？很顺利，转会国米是巴斯托尼本人的意愿，基本已经谈妥了，350万欧的转会费，等他的经纪人去和亚特兰大沟通好后，就可以签约了。来了之后，先安排到一队做替补，先跟着一队训练，下赛季意大利杯这些可以给一定的上场时间，以直接安排起巴斯托尼加入后的定位。巴钦很意外，这老板也太看好这个年轻人了吧？巴钦这边暂时就等消息吧，你先去法国和奥西里奥会合后，去签一个叫坎特的队员。虽然坎特刚刚跟随莱斯特城队以黑马的姿态夺得了英超冠军，但大多数人还没真正意识到坎特的价值。马上就是欧洲杯了，坎特也将在这届欧洲杯上一举成名。趁着现在坎特的身价还没涨起来，你必须抓紧时间下手。坎特就是刚刚在英超创造了莱斯特奇迹的那个法国后腰，巴钦专业能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对，就是他，现在估计应该正在跟随法国队备战欧洲杯。好吧，巴钦有些不适应你这么快的转会节奏，不过还是答应了。与此同时，萨内蒂也已经出发前往西班牙伊比萨岛，去当面和正在度假的小因扎吉商量执教国际米兰的事宜。目前国米管理层兵分几路，忙得不可开交，但你对现在的工作效率还不是很满意。目前管理团队都还差人，没有牵头人，工作不好开展啊。想到这里，你感觉一阵头大，马洛塔的名字不自觉的又钻进了你的脑海里面。马洛塔要是能来，自己也可以轻松一点，而且马洛塔在整个意甲，甚至整个欧洲足坛的人脉资源是自己现在急需的，是时候挖马洛塔过来了。没多久，好消息接连传来，先是巴钦打来电话，巴斯托尼经纪人已经和亚特兰大谈妥，国米、亚特兰大以及球员三方签约仪式顺利完成，巴斯托尼正式成为了国际米兰的球员，这是你阳朔时代的第一笔签约，第一个引援。随后，萨内蒂也告知已经搞定西蒙尼因扎吉，西蒙尼因扎吉正式成为国际米兰教练。最后是奥西里奥打来的，奥西里奥已经和摩纳哥俱乐部达成了姆巴佩转会协议，转会费2100万欧，分3年付清。摩纳哥享有以后姆巴佩的2次转会5%的分成比例。姆巴佩与国米签约8加2年，后面2年国际米兰有优先续约权。姆巴佩的签约也让你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不过你并没有让奥西里奥回来，而是让他留在法国与巴钦会合，继续完成坎特的签约工作。正当你沉浸在姆巴佩签约成功的喜悦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随即一个50来岁的短发男子推门进来。作为前世20几年国际米兰资深球迷的你，一眼就认出这个男子，这正是俱乐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马尔科·布兰卡。布兰卡曾经是国米的球员，退役后2004年加入国米管理层，担任球探、技术总监，主导了伊布拉希莫维奇、麦孔、塞萨尔、坎比亚索、斯内德、米利托、莫塔、卢西奥等核心球员的签约。这些球员无一不是3冠王伟业的基石。布兰卡在国际就职期间与奥西里奥配合相得益彰，以其强硬的谈判风格和精明的交易手段著称，经常能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完成重要转会，特别是在球员转出方面很有才华。不过2014年托希尔入主国米以后，没有再和布兰卡续约，导致了布兰卡的离职，转会方面的全部责任都压给了奥西里奥。哈罗，马尔科。没等马尔科自我介绍，你主动和布兰卡打了招呼。布兰卡很是意外，自己已经离开国米几年了，名气也不大，居然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主席认得自己。布兰卡小心翼翼地和你打了招呼，并说明了来意。他看到你主政国际米兰的新闻后，有了回归俱乐部的想法。主席，国际米兰是我深爱的球队，我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托希尔优化人员，我不得不离开。看到你的采访，我很振奋，我想是时候我该回来了。我想再次见证球队的伟大。闻言，你强压自己心中的激动，现在正是重建球队的关键时刻，布兰卡的出现正是时候。见你没有说话，布兰卡心里很忐忑，小心翼翼地补充道：主席，你的到来让我重燃了回到国际米兰的激情，我骨髓里的蓝黑基因促使我今天贸然过来，真的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听完布兰卡的话，你很是感动，谁还没有蓝黑基因呢？全世界的真正热爱国际米兰的内拉族里血液里都有蓝黑基因，欢迎你回家。你站起身，伸出右手紧紧地和布兰卡握在一起。布兰卡感受到了你的真诚，我会尽我所能帮助球队的。布兰卡已经双眼含泪了。随即你给布兰卡做出了工作安排，他将担任技术总监，负责俱乐部的球探工作。你笑着对布兰卡说道：总监先生，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出售球员，我准备重建球队，除了汉达、布罗佐维奇、佩里西奇之外，都可以出售。你知道欧足联 FFP 对俱乐部盯得很紧，我们需要大量回笼资金。俱乐部的情况我知道，我一直在关注着球队的情况，这是好多年的习惯了。布兰卡郑重地说道：接下来你的工作任务有点重，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在保证俱乐部利益的情况下完成好任务的。你点了点布兰卡，你可不想低价处理多余的球员。我明白。布兰卡重重地点了点头。就在你和布兰卡见面的时候，国际米兰官网挂出了巴斯托尼加盟的公告，这也引发了网络上的大量关注，但大多是带着看笑话的关注。之前你接受采访时的豪言壮语激起了国米球迷的关注，很多其他队球迷也被你吸引，等着看热闹，可以说是整个足坛翘首以盼。坊间对国际米兰第一笔签约早就有了很多猜测，国际米兰球迷是期待着有大牌球员加盟，其他球队的球迷是想知道
到国际米兰会当多大的一个冤大头，结果第一笔签约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队小球员。国米官网评论区几乎被挤爆，巴斯托尼是谁？哈哈，小博记换谁来都一样，小里小气小博记，吹牛夸口大笑话。巴斯托尼是谁？下赛季等着被我大尤文虐菜吧。刮彩票吗？巴斯托尼是一张怎么样的彩票？不过也有一部分国际米兰的球迷在留言，迈出第一步是好的，期待更好的球员加盟。巴斯托尼只是抛砖引玉的第一步，后面肯定有大牌。Forza Inter， 无论如何，我们都支持大国际，不离不弃。你没有去理会球迷的评论，心里暗爽，你们这些喷子就等着被巴斯托尼打脸吧。莫老爹莫拉蒂此时正看着电视国际米兰第一笔签约的报道，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暗忖：难道是我看错人了？杨硕是下一个托希尔。就在国米官方公布巴斯托尼加盟的消息后不久，你顶着各方舆论压力，再次安排行政部的人员在国际米兰官网上面发布了姆巴佩转会加盟的消息。这下又是一旦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欧洲足球圈的广泛关注。球迷又在官网评论区盖楼了，哈哈哈，又是一个小屁孩。下赛季国际米兰就靠这群小孩子吗？坐等国际米兰降级，看我尤文图斯下赛季怎么收拾国际米兰这群娃娃兵。我猜6-0起步，哈哈哈。听说了没？布兰卡回归国际米兰了，正在四处兜售主力队员啊！对，国际米兰这是要干什么？不仅其他球队球迷对于国米这2笔转会操作满是讥讽，就连国际米兰的球迷也傻眼了，一片唱衰的评论。我们来了一个什么白痴主席啊？连托希尔都不如，不会是要真的成为小国际假蓝黑了吧？此次已经开始度假的曼奇尼也看到了国际米兰的新闻，发出一阵讥笑，对着老婆说道：看来离开国际米兰是正确的，照这样子折腾下去，下赛季我在国际米兰也没有一点办法。是啊，亲爱的，下赛季你还在国米的话，你冠军教头的声誉肯定要受影响，下次签约的年薪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曼奇尼的老婆深以为然，闻言曼奇尼高傲地说道：呵呵，会是谁去陪那个华人傻小子玩呢？印度尼西亚某豪华游艇上，正在纸醉金迷的托希尔看到了这篇新闻后眉头紧锁，倒霉，早知道就不把股份转让给这家伙，看来得早点把剩下的那点股份卖了，不然到后面会越陷越深啊。随即托希尔叫来了助理，咬着后槽牙说道：煽动一下国米球迷，让他们去国米总部抗议，给那小子施加下压力。托希尔这种纯粹的资本家哪会去管国米的战绩？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财富，他不允许自己的国米股权大幅贬值，绝对不允许。很快国际米兰的官网的评论区就有人发帖，号召国际米兰的球迷去抗议，响应的人不少。而你也收到了球迷将要去国米总部抗议的消息，但你依旧自信欧洲杯结束自有分晓。目前你已经安排人去接洽一些要参加欧洲杯的各国国脚，你有自信等欧洲杯结束后，他们会在欧洲杯上大热的，到时候情况就会反转过来。如你所愿，奥西里奥和巴钦很快就从法国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基本上已经说服了坎特，球员本人同意加盟国际米兰了，正在和莱切斯特城队商谈转会的事情。另外，自从布兰卡回归之后，现有球员出售的事情也有了进展，目前已经有球队陆续发来了报价。就在一切有条不紊的推动时，萨内蒂来到了你的办公室，小因扎吉和萨内蒂联系了，希望能见你一面，你立即答应了下来，并推掉了下午所有的其他工作。下午2点多，小因扎吉在萨内蒂的陪同下来到了你的办公室，你立即起身和小因扎吉握了手，欢迎加盟国际米兰。小因扎吉看着眼前这年轻的华人，面孔有些恍惚，怔了怔，微笑着说道：能加盟国际米兰是我的荣幸。你自信地说道：希望我们一起开创一个大时代。主席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听说您对球队要彻底重建，该不会就是让我带领一帮小孩子去征战联赛吧？肯定不会，接下来我们还将引进一些重要的球员，有的是马上要参加欧洲杯的各国主力。你给因扎吉吃了颗定心丸，接着你补充道：我的想法是采取新老结合的方式进行球队建设，让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做替补队员，打一打意大利杯这些比赛。小因扎吉这才把一直悬着的心放进了肚子里。因扎吉教练，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和你讨论一下球队的战术打法。闻言，小因扎吉和萨内蒂被雷得不轻，这小年轻还会足球战术，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你将自己之前思考的战术已经做成了 PPT， 投影在了大屏幕上。因扎吉教练，对于球队的战术打法，我的想法是以4-5-1搭配4-3-3或者4-4-2来开展，防守的时候采用4-5-1站位，更细一点就是4-2-3-1，总体上保持4个后卫，2个后腰，2个边翼位的球员回撤到边路协助边后卫防守，留一个前锋在前面牵扯对方的后卫。前腰球员根据场上的形势，在后腰面前搭建第一道拦截屏障，同时适时配合前锋进行反击。你直接说出了自己根据前世记忆整理的球队战术打法，你不能让小因扎吉拘泥于前世他擅长的3-5-2阵型上。这套战术在意大利还行，但到了欧洲战场，这就有点不够看了。前世国际米兰在小因扎吉的带领下2次闯进欧冠决赛，均铩羽而归，这套战术打法也有一定因素。随后，你又结合后面的 PPT， 详细的阐述了防守时球员的站位、阵型的整体移动等等关键的要点。随着你讲解的深入，因扎吉和萨内蒂2人的脸上的表情，从之前的诧异到茫然，到欣喜，到惊讶，最后到了崇拜。特别是小因扎吉，内心更是震撼。这个来自华夏的小年轻，居然对足球的战术造诣这么高，还让自己来当什么教练啊？他自己上可能比自己还要牛逼一些。你一口气讲解完防守战术打法，对着小因扎吉问道：因扎吉教练，有什么需要讨论或者疑问没有？小因扎吉针对防守站位的变化问了几个问题，你都一一进行了解答。小因扎吉拿着笔刷刷刷的在笔记本上飞快的记录着，生怕错过了一丁点内容。这些战术思想太先进，比他之前接触过的战术思想都要先进太多，甚至萨内蒂这种接触过很多名帅的功勋球员都觉得你的战术思想很先进。见小因扎吉记得差不多了，你想摸一下现在小因扎吉的底，便问道：因扎吉教练，依你的看法，
结合这套防守战术，进攻的时候转变成4-3-3或者4-4-2，该怎么转化呢？啊，小因扎吉还在消化着你的防守战术，没想到你直接把进攻转换的问题抛给他。小因扎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愣了愣，支支吾吾的将自己的战术打法说了出来。你发现小因扎吉虽然是按照4-3-3的阵型在说战术，不过多多少少还是有他3-5-2阵型的影子，没有完全领会到你进攻战术的核心要点。不过你并没有在意，帮助小因扎吉早点成长为一名顶级教练，也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你点开下一张 PPT， 显示的是4-3-3阵型。接着你说道，转化成进攻的时候，其中一个边翼位要快速的上提，一个边翼位留在后腰位置，整个阵型向上提的那个边翼位方向倾斜，在局部集中力量，通过队员之间的传切配合，或者边翼位或者边锋的个人能力形成突破。总之是要在这一侧形成强侧，同时充分利用球场宽度，通过精准长传将球转移到弱侧的边锋脚下，利用对方的注意力在强侧偷袭对方的弱侧，你将4-3-3进攻阵型的要点和一些球的转移。球员的跑位非常详尽的说了出来。这个阵型的关键是两个边翼位上下的能力要非常强，边锋持球突破的能力要非常强，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考虑，将在这个夏窗引进相应的球员。你把这个阵型对球员的要求和球队的计划也告诉了小因扎吉。此时的小因扎吉的笔记本上已经记满了整整4页，不少地方还用特殊符号做了标记，看得出小因扎吉对你的讲解十分看重，这对于他这样一个菜鸟教练来说，完全就是执教能力的一次大提升了。接着你又一口气将4-4-2阵型的进攻套路以及其中的种种主要变化给小因扎吉讲得非常仔细，这下萨内蒂给震惊住了。没想到啊，这个年轻的主席对于战术的研究非常深刻，对国际米兰历史上成功的打法也是做了钻研的，把自己和麦孔的经典打法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亲历者，对这套打法是很有心得。不过最受震撼的还要数小因扎吉，你的这套战术打法比他自己所掌握的战术打法以及以前在拉齐奥当球员时接触到的战术打法都要先进和复杂，这其中有穆里尼奥一些经典战术打法的影子，有荷兰足球进攻的一些特点，还有葡萄牙足球的一个风格，可以说是兼容并蓄，完美的将很多种风格的战术特点融合在了一起，克服掉了原有战术的短板，形成了一套完美的战术思想。小因扎吉越想越觉得其中的精妙，越琢磨越体会到你的厉害。另外关于球员的事情你也和因扎吉交流了一下，关于下赛季球队的主力阵容我是这样考虑的，守门员还是现在的守门员汉达诺维奇，中后卫我的想法是引进目前萨索洛的中后卫阿切尔以及桑普多利亚的什克尼利亚尔。说到什克尼利亚尔的时候，你不自觉地顿了顿，前世前客背叛国米的行为导致了大巴黎国米级球员本人3输的局面，这一世你肯定是要防住这一手。后腰的话，我坎特不久后将会加盟球队，另一个后腰就留用布罗佐维奇，左边翼位留用佩里西奇，右边翼位或者是右边锋。待奥西里奥他们完成坎特的转会后，我会让他们回到意大利，马上和罗马联系引进萨拉赫。前腰的话，我想引进现在正在勒沃库森的恰尔哈奥卢，后面改造成进攻型后腰。至于左右边后卫和前锋，我还在考虑中。闻言小因扎吉说道，前锋的话，我觉得现在球队中的伊卡尔迪还不错，伊卡尔迪就算了吧。你伸出食指摇了摇，为什么呢？小因扎吉很是不解。伊卡尔迪的上限也就这样了，我想找一个可以通过培养上限更高的前锋球员，你不能说在后来将会发生的旺达故事会只能随便找了个借口。这段时间你先好好准备吧，顺便把你的教练团队组建起来，等球员到位后就开始认真备战新赛季吧。好的，小因扎吉非常有信心的点了点头。和小因扎吉交流完，不知不觉已经是接近晚上8点了，你们3人找了一家餐厅共进了晚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进晚餐的时候被有心人偷拍了，并上传到了社交平台。饭都还没吃完，欧洲各大体育网站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转发。菜鸡教练加娃娃兵，国际米兰将会走向深渊。疑似国米高层密会小因扎吉，国米帅位恐将由菜鸟教练担任。国际米兰前途堪忧，未来将何去何从？单从媒体转发的题目就能看出整个欧洲体育媒体不看好小因扎吉在国际米兰的前景。评论区的嘲讽更多，完了，巴比扣了，国际米兰没有未来了，哈哈哈！还以为国际米兰摆脱了托希尔的魔爪，结果迎来了一个白痴。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萨内蒂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将手机放在手上，心里非常有底气的笑着说道：“我们被偷拍了，引来了全欧洲的群嘲。”哈哈，小因扎吉瞥了一眼，下赛季肯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你习惯性的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你知道现在嘲讽他们有多厉害，下赛季打脸就会有多疼。接下来几天，小因扎吉一头扎进皮内蒂纳基地，专心研究起战术来了。而奥西里奥、巴钦这边也有收获。由于此时欧洲杯还没开始，坎特的作用还没在欧洲杯上闪光，国际米兰以2000万欧的价格将坎特收入囊中。这次在国米官网上宣布了坎特的加盟，倒是稍微扭转了舆论的声音。随后奥西里奥马不停蹄地飞往挪威去寻找哈兰德。巴钦完成了签约坎特的使命之后，回到意大利，按照你的指示，他立即投入到了萨拉赫的转会运作中，同时他也给桑普多利亚和萨索洛发去了什克尼利亚尔和阿切尔比的报价。在你的提示下，他还给里尔俱乐部发去了帕尔瓦的报价。此时的帕瓦尔还默默无闻，真正让帕瓦尔声名大噪的也是2018年的世界杯。布兰科这边也传来了好消息，和西甲球队的谈判很成功，常友又都以1300万欧的价格转会去了西甲。巴黎圣日耳曼也联系了布兰卡，尝试了对伊卡尔迪的报价。巴黎圣日耳曼希望用卡大佐卡瓦尼交换伊卡尔迪，不过巴黎圣日耳曼的这次报价被你否决了，给出的理由是伊卡尔迪更年轻，更有发展前途。巴黎圣日耳曼想要交换伊卡尔迪，除了卡瓦尼之外还要加现金。上海申花租借瓜3分瓜林半年的时间已经到了，上海申花也对瓜林提出了正式的报价1300万欧，你果断同意了上海申花的报价，两队很快完成了瓜林的转会。总之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球队的重建工作慢慢的按照
上你的意图在实现。看着各路人马忙得不可开交，那个名字又不自觉地在你脑袋里面盘旋。马王爷，马洛塔。成为国米主席，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球队绝大部分主力打包出手，就连冠军名帅曼奇尼也被你扫地出门，还高调宣称要带领国际米兰重新称霸意甲，夺回欧冠。就当所有意甲球队都认为你将豪掷千金购买顶级球员时，你却转向世界各地青训基地，买下一场一线队比赛未踢的姆巴佩，签下刚刚在挪威踢上职业比赛不久的哈兰德。球队管理层被你的操作搞得一头雾水，国米球迷更是自发组织要到国米总部游行抗议。可作为重生者的你，为完成国米崛起的目标，并未理会各种质疑，而是紧锣密鼓地安排着球队各个方面的工作。就在你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马洛塔这个名字再次在你脑中浮现。想起马王爷马洛塔，你简直是馋得流口水。在前世的记忆里，尤文图斯10连冠，以及马洛塔转投国际米兰后给国际米兰带来的改变立竿见影，不仅得到了2次意甲冠军，给球衣上终于绣上了2颗星，还2次进欧冠决赛。虽然结果都很遗憾，但欧冠带来的收益却是实打实的。这一世，你要加快马洛塔转投国米的进程。不过你还没有马洛塔的联系方式。按照前世的记忆，马洛塔此时已经和尤文图斯的拉涅利家族因为球队未来发展的战略出现了分歧，而心生嫌隙，只是目前还处于尤文图斯内部，没有爆发。你决定不等了，现在你只能求助一个人，莫老爹莫拉蒂。说干就干，你拿起手机就给莫拉蒂打了过去。莫拉蒂先生，有个事情想麻烦你。怎么了，小伙子？尤文图斯的马洛塔，你认识吗？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莫拉蒂听闻此言不禁眉头皱了起来。听到尤文图斯这个宿敌，本能的反感，特别是他入主国际米兰的前期，尤文图斯依靠电话门打压了国际米兰多年，导致国际米兰不知道错失了多少冠军。你找马洛塔干什么？莫拉蒂的语气变得有些冷淡。您知道这几年尤文图斯的崛起，马洛塔发挥的作用居功至伟。我通过一些非常私密的渠道了解到了马洛塔和拉涅利家族已经出现了分歧，我想试着联系马洛塔一下，把他挖过来。呵呵。莫拉蒂得知原因，笑着化解了尴尬。我一会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出面的，你随时联系我。没一会儿，莫拉蒂就发过来了短信，你也没迟疑，当即给马洛塔发去了短信。马洛塔先生，你好，我是国际米兰的杨硕，希望近期能有一个机会拜访。不过短信发出去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了。接下来的几天，你连续给马洛塔发了短信，都泥牛入海。不过你也不着急，欧洲杯马上要开始了，转会市场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沉寂。你准备在欧洲杯期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欧洲杯的时候，再对马洛塔下手。此时国际米兰的转会也传来了好消息，阿切尔比的转会已经搞定，转会费只有区700万欧，加上200万欧的浮动条款。什克尼利亚尔的转会也已经基本谈妥，转会费1800万欧。由于什克尼利亚尔正在备战欧洲杯，等斯洛伐克结束欧洲杯的征战后就签约。这笔钱是国际米兰2017年夏窗收购什克尼利亚尔的价格整整便宜了1000万欧。帕瓦尔的转会也有突破，不过由于斯图加特的竞争，里尔队坚持2000万欧的转会费加浮动条款不松口。不过帕瓦尔本人的意愿更倾向于加盟国际米兰，毕竟国际米兰是豪门啊。巴钦正在利用帕瓦尔的个人意愿向里尔队施压，想要降低帕瓦尔的转会费。奥西里奥也在挪威接下上了哈兰德，此时的哈兰德不到16岁，还是埃尔林哈兰德，不是名扬欧洲的魔人布欧。不过1年以前，他已经在挪威超级联赛上出场。哈兰德对于国际米兰伸出的橄榄枝很是期待，年轻人特有的血气方刚促使他恨不得马上就到国际米兰报道。只是哈兰德的父母不是太乐意他这么小的年龄就远走高飞了。奥西里奥在挪威正在想尽办法做哈兰德父母的工作，你给奥西里奥下了死命令，必须想尽办法把哈兰德签到手，实在不行可以采取姆巴佩的模式，签约之后再回租给他现在的俱乐部1年。在前世的记忆中，哈兰德的第一次转会是在挪威内部转会的，转会费不过区10万欧，加上20%的2次转会分成。对此，你也给奥西里奥明确的指示，转会费30万欧以内，不接受2次转会分成。接下来就看奥西里奥的。眼见哈兰德的事情急也急不来，而且欧洲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很多俱乐部涉及参加欧洲杯球员的转会也暂时冻结了，他们都在盼着自己的球员在欧洲杯上打出好的表现，欧洲杯结束后再卖一笔好价钱。不过你可没停下来，你将目光转向了南美和欧洲没有参加欧洲杯的球员，你也给巴钦下达了死命令，这部分球员必须争取在欧洲杯期间完成转会。你重新整理了一份名单递到巴钦面前，曼联的达米安，罗马的萨拉赫，卡利亚里的巴雷拉，勒沃库森的恰尔哈奥乌，皇马的哈基米阿什拉夫，切尔西青年队的穆西亚拉，弗拉门戈青年队的维尼修斯，伯明翰城青年队的贝林厄姆，阿根廷阿维亚内达竞技的劳塔罗马丁内斯。看着长长的球员名单，巴钦顿时头大，也感叹道：老板大手笔啊！不过怎么都是一些年轻的小球员呢？你没管巴钦的疑惑，接着说道：阿根廷那个叫劳塔罗马丁内斯的球员，你可以试试联系一下米利托。前世就是米利托在阿根廷发现了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才华，推荐给了国际米兰，才有了后来国际米兰劳塔罗，阿根廷国家队马丁内斯的故事。好的，巴钦点了点头。正在你紧锣密鼓地安排国米新赛季重建工作之时，2016年欧洲杯揭幕战打响。与此同时，布兰卡找到了你，主席，巴黎那边和我联系了卡瓦尼交换伊卡尔迪的事情，他们愿意再加500万欧的现金，你看不够，可以尝试让他们把青年队的球员加入进来，我再试试吧。特别是他们刚提拔进一线队的一个叫恩昆库的小球员，你脑中的球员数据库又起了作用。这个临时冒出来的恩昆库，后来转会价值不低，在前世的记忆中，2024年得转身价就已经超过了3500万欧。先转会过来，不是马上要组建2队征战一丙了吗？放在2队，东窗找个意甲中下游的球队租借出去，后面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在你的规划中，通过出售球员，也将是球队未来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你心里暗笑，等过2年，波尔图、本菲卡、阿贾克斯、摩纳哥这些球队以后在国际米兰面前就不要再成为黑店了。欧洲杯期间，国米高层也对你名单上
上出现的参赛球员格外关注。坎特的表现直接让巴金对你的眼光是大为佩服。欧洲杯后，坎特身价起码要超过3500万欧。之前你用超能力暂时统一了国际内部的思想，还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毕竟球队本身就处于低谷期，叠加你的大调整，搞得不好容易引发球队大震荡。但坎特在欧洲杯揭幕战的优异表现，对你的能力是一次极好的佐证。那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你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总体上，国际米兰内部的氛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随着欧洲杯的深入，除了坎特的表现越来越好之外，另外几名参加欧洲杯的球员也都有不错的表现。佩里西奇在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打入关键扳平进球，帮助球队2-1逆转取胜，锁定小组头名。布罗佐维奇在克罗地亚队中面临和莫德里奇、拉基蒂奇等牛人竞争，出场时间不是很多，只首发了一场比赛。不过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好的完成了中场拦截和串联的任务，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什克里尼亚尔在斯洛伐克队中的表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坐稳首发位置，随队历史性的闯入16强。小因扎吉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下个赛季的信心越来越强了。而欧洲杯期间，奥西里奥、巴钦、布兰卡3个团队都没闲着，按照你的意图，奔走在转会市场的第一线。奥西里奥已经搞定了哈兰德的转会，并且在欧洲杯进入到4强赛的时候，又搞定了13岁的穆西亚拉和同样13岁的贝林厄姆。现在奥西里奥已经踏上了南美洲的大陆了，正在巴西与弗拉门戈商谈维尼修斯的转会。巴钦团队在斯洛伐克结束欧洲杯的征战后，立即与什克里尼亚尔以及桑普多利亚完成了转会签约。由于有其他球队的竞争，里尔队对帕瓦尔的转会费咬得很死，以直接快刀斩乱麻，答应了里尔队的报价2000万欧，杀死了转会的悬念，很快完成了转会签约。恰尔汗奥卢的转会也没有耽搁多久时间，国际米兰和勒沃库森以2100万欧加上浮动条款完成了转会签约。皇马接受了国际米兰关于阿什拉夫的转会谈判，目前巴钦正在全力以赴的和皇马商谈转会费。巴钦还根据你的指令和曼联初步完成了达米安的转会联系，搭建了转会谈判的桥梁，即将开展转会谈判。同时，巴钦还给卡利亚里也发去了尼科洛巴雷拉的转会报价。萨内蒂这边联系上了坦克兵基弗之后，基弗立马答应了回到国际米兰执教正在筹建的2队。最大的惊喜来自于重回国米的布兰克，他在欧洲杯期间又完成了几个转会，拉诺基亚、桑顿、贝西诺、帕拉西奥都转会出去，为球队带来了接近6000万的转会费，加上之前出售常有右都和瓜林的转会费，回笼的转会费差不多接近1亿欧了。布兰卡带来的转会收入和奥西里奥以及巴钦花出去的转会费基本持平，这让你大喜过望。布兰卡这种转会能力突出的人，特别是在球员出售方面，比奥西里奥和巴钦都要强不少。你没搞懂托希尔是怎么想的，居然把这种人才给放走了。不过布兰卡带来的好消息还不止这些，和巴黎圣日耳曼就伊卡尔迪的转会谈判中，布兰卡在前面那些协议内容的基础上得到你的提点后狮子大开口，对巴黎圣日耳曼提出了加入3名青训队员的条件。经过布兰卡的讨价还价，巴黎圣日耳曼基本同意加入2名青训队员，除了恩昆库之外，国际米兰还可以带走1名青训队员。你捋了捋现在的球员情况，守门员汉达诺维奇，中后卫阿切尔比、什克里尼亚尔，右后卫帕瓦尔，后腰坎特、布罗佐维奇，前场自由人恰尔汗奥卢，左边翼卫佩里西奇，加上还在转会过程中的达米安、萨拉赫、卡瓦尼，主力阵容差不多了，加上阿什拉夫、巴雷拉、迪马尔科以及巴斯托尼等人，下赛季参加意甲的球员基本上就可以了。随着国际米兰不断官宣球员的加盟，加之坎特、佩里西奇等人在欧洲杯上的惊艳表现，现在网络上国际米兰虽然一直拥有高热度，但是整个舆论的风评已经被扭转过来了，正面报道的占了大多数。随着欧洲杯的结束，转会市场上传来了一记重磅消息，随着欧洲杯的开幕，你并没有在转会市场上停下脚步。布兰科、奥西里奥以及巴钦团队齐头并进的努力下，国米下赛季阵容已经基本确定。随着欧洲杯的结束，转会市场上传来了一记重磅消息，曼联正式向尤文求购博格巴。你笑了，这剧情简直跟前世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你可不想让国米只当个看客，你要搞点事情。随即你叫来一个部门小年轻保罗里奇，让他直接给奈不勒斯发去一份报价，目标1+1，报价整整8800万欧。然而这还不够，紧接着你一个电话直接打给米兰体育报的王牌记者法布里奇奥比亚辛，说要接受他的独家专访。比亚辛接到电话，屁颠就赶来了。杨硕，太感谢您把第一次专访留给我们了。随后他立刻抛出第一个问题，您对下赛季有什么展望？你淡淡开口，目标不变，确保欧冠资格。比亚辛显然不信，立刻追问，坎特、恰尔汗奥卢这些强援加盟，目标还不调整吗？你自信一笑，不调整，新赛季我不会给他们太大压力，让他们踢快乐足球就好。比亚辛不死心，又抛出新球场的问题，试图找到突破口。球场的事不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推动球员转会重建球队。比亚辛果然上钩，紧接着就问出你最想听到的问题，那球队接下来还有哪些引援目标？你等的就是这句。你故作沉吟，球队搭建接近尾声，但前锋线还缺人。比亚辛立刻插嘴，伊卡尔迪呢？你微微一笑，开始卖关子，他很优秀，但我们还想再引进一个重量级前锋。比亚辛一下就激动起来，试探着问，能透露是谁吗？当然。你故意顿了顿，抛出第一个线索，你也知道阿根廷球员在我们这儿总有神奇发挥，这次的目标也是个阿根廷人。话音未落，比亚辛瞬间瞪大眼睛，脱口而出，不会是梅西吧？你心里直接笑喷，花大价钱买梅西，狗都不干。但你嘴上却滴水不漏，能买梅西当然好，但巴萨和梅西本人恐怕都不会同意吧？那是谁？比亚辛急切追问。你这才不疾不徐地公布答案，梅西在国家队的队友小烟枪伊瓜因。还不等他消化这个名字，你直接放出深水炸弹。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给内不勒斯发去传真，正式报价8800万欧。
比亚星当场吓得叫出声。可你觉得还不够继续加码？而且我相信这不会是最终报价。你眼神带着期待，仿佛伊瓜因已是囊中之物。我们会提供一份非常丰厚的合同，我们势在必得。采访一结束，比亚星就跟疯了一样冲回报社，连夜赶稿。你这边晚饭还没吃完，米兰体育报的头条新闻已经引爆网络，8800万欧，国米正式求购伊瓜因。瞬间，全世界的体育媒体疯狂转发。而此时，正在和那不勒斯秘密谈判的尤文图斯也看到了这条新闻。尤文主席阿涅利收到报告，脸色铁青，当即下令全体高层连夜开会。阿涅利直接开火，都看到国米报价伊瓜因的新闻了。台下高管纷纷点头，鸦雀无声。阿涅利头靠着椅背，双眼失神。我们秘密接触的消息怎么会泄露？紧接着，体育总监马洛塔一针见血，如果新闻是真的，那不勒斯那个老狐狸肯定要坐地起价。阿涅利狠狠点头。德劳伦蒂斯出了名的又精又硬 ，CEO 马奇亚更是忧心忡忡，博格巴马上要走，再拿不下伊瓜因，下赛季成绩谁来保证？就在这时，阿涅利猛然发问：“我们现在报价多少？”马洛塔一脸绝望。第一次报价5000万，被拒；第二次5800万，那老狐狸刚有点松口。我们评估7000万就能拿下，可你半路杀出来一个8800万，这下全完了。阿涅利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各位，现在怎么办？会场瞬间死寂，每个人都低着头。这个锅太大了，谁敢背？千钧一发之际，阿涅利的亲弟弟、俱乐部副主席阿里克谢打破沉默：“我们是尤文图斯，不是靠卖球员赚钱的小球会，成绩才是第一位。我建议加价。”他看着毫无反应的众人，继续加码。我们要的是意甲冠军，是欧冠。阿涅利看向其他人，你们觉得呢？财务官立马叫苦，再加钱，账就要红了。马洛塔眼珠一转，立刻提出 B 方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人买不就行了？话音未落，就有人当场反驳：换谁？转会市场还有比伊瓜因更好的吗 ？C 罗、梅西、莱万，你觉得皇马、巴萨、拜仁会卖给我们吗？然而阿涅利的弟弟却对马洛塔的提议嗤之以鼻，轻蔑的开口：价格可远远不止8800万欧。此话一出，马洛塔瞬间不服，直接呛了回去：那就没人了。马竞的格列兹曼，热刺的哈里凯恩，多特蒙德的奥巴梅扬，哪个不行？可阿涅利的弟弟声音猛然拔高，眼中满是蔑视：这些人好挖吗？就算挖来，能直接削弱联赛对手吗？伊瓜因可是意甲证明过的，你到底懂不懂？闻言，马洛塔火气彻底上头，眼看两人就要彻底撕破脸，主席阿涅利终于出声制止：好了，阿里克谢说的有道理，引进伊瓜因风险最小，明天我们重新报价那不勒斯9000万欧，直接砸他的解约金。散会后，马洛塔独自回到办公室，气得原地爆炸。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阿涅利的弟弟当着整个管理层的面羞辱他，而主席竟然连句公道话都不说。自己带来的博格巴、皮尔洛、里达尔，哪一个不是功臣？难道为俱乐部赚的还少吗？就在这时，一个念头鬼使神差的出现：是你发来的那条邀约见面的短信。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马洛塔越想越气，心态彻底崩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掏出手机，翻开你这段时间天天发来的短信，看了又看。然而下一秒，他却长叹一口气，锁上了屏幕。算了，不和这两个王八蛋计较。与此同时，那不勒斯主席德劳伦蒂斯也收到了手下的确认报告，以那8800万欧的报价，货真价实。一瞬间，他脸上的笑意几乎快要溢出屏幕。嘿嘿，这下有意思了。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拿起电话，直接给尤文的喉舌都灵体育报主编发去一条信息：那不勒斯将认真考虑国际米兰的报价。主编看到消息，心脏猛地一紧，他一边安排手下火速发稿，一边立刻就把消息捅给了尤文高层。就这样，刚刚散会的尤文图斯瞬间被你这一手操作炸开了锅。另一边，尤文主席阿涅利看到短信，眉头紧锁，伊瓜因的谈判难度陡增，德劳伦蒂斯这只老狐狸要做山关虎斗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无比凝重，都是因为国米那个新来的华人主席，他不按套路出牌，我们现在很被动。可他弟弟阿里克谢却满不在乎，轻飘飘的回了一句：管他呢，国米在赛场上不是对手，在转会市场上也永远不是。然而阿涅利却没有那么乐观，这个叫杨硕的家伙最近动作太大了，他刚签下的坎特在欧洲杯上什么实力你没看见？如果伊瓜因再被杨硕抢走，博格巴又离开，此消彼长，下赛季我们压力巨大。谁知他弟弟却冷笑一声：杞人忧天。杨硕面临欧足联 FFP 的压力，还敢花大钱买伊瓜因，恐怕他的日子从一开始就不好过。他挑了挑眉，接着说道：再说了，我们还可以薅曼联的羊毛，多大点事。见哥哥沉默，他更是得意洋洋。杨硕这样折腾，球队磨合都是大问题，主教练还是个菜鸡，下赛季冠军依旧是我们的。阿涅利不再纠结伊瓜因的转会，而是突然话锋一转：你和马洛塔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见面就掐？闻言，阿里克谢瞬间炸毛，那个老东西非要搞什么务实舰队，纯在俱乐部里面搞山头主义。阿涅利还想替马洛塔说句话，却被弟弟直接打断。他现在就是球队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冠军拿到手软，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市场化。你看看英超那帮球队，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然而阿涅利却担心留下卸磨杀驴的名声，谁知他弟弟却满不在乎的一摆手：名声值几个钱，欧元才是最实际的。阿涅利摇摇头，没有再争论。而尤文图斯这边的效率果然没让你失望，就在第二天一早，一张9000万欧元的报价传真赫然摆在那不勒斯主席的桌上。德劳伦蒂斯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接下来就看你这个国米主席的表现。紧接着他如法炮制，通过媒体直接把尤文9000万报价的消息传到你的耳朵里，你心里简直乐开了花。看来这招抬价连战术效果拔群，但你决定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假戏真做，立刻安排手下去和那不勒斯对接，准备再来一次报价，就看他尤文图斯跟还是不跟。尤文已经入坑，但这还不够，下一个目标 AC 米兰也不能闲着。你开始迅速回忆前世的记忆，2016年的 AC 米兰下窗有什么操作？瞬间一个名字蹦出你的脑海，
钱多多，多纳鲁马，他不是喜欢钱吗？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更魔幻的是，他的经纪人竟然是那个魔鬼拉伊奥拉。想到这，你眼神发亮，立即吩咐萨内蒂让布兰卡联系拉伊奥拉约个饭。下一秒，萨内蒂就拨通了布兰卡的电话。然而电话那头的布兰卡一听拉伊奥拉的名字就炸了，谁？那个死胖子！要知道，当年就是这个拉伊奥拉靠着伊布和巴洛特利的转会，把国米坑得死去活来。布兰卡一听你邀约他，瞬间警惕起来，老板要干什么？当他听说只是约饭，更是直接否认3连。哦不，你告诉老板，那家伙尽量避而远之，他和他手下的球员就是吸血鬼，可千万不能签他的人。然而萨内蒂只是反复强调，别担心，真的就是简单的吃个饭。布兰卡这才极不情愿的答应。很快，米兰一家小餐馆，你和拉伊奥拉终于相对而坐。这个魔鬼经纪人原本满怀期待，可你偏偏只字不提正事，竟是风花雪月，打听些转会八卦。拉伊奥拉心里暗骂，尼玛，专门约老子吃饭就说这些屁事，可他脸上却还要强装笑容，毕竟这可是潜在大客户。就在饭快吃完时，你终于状似无意的抛出一句，多纳鲁马是个好门将。拉伊奥拉这种人精瞬间就懂了，他立刻接话，杨硕，你太有眼光了，他一定会成为欧洲最好的守门员。你则立刻做出一副羡慕的表情，AC 米兰拥有这种球员真是太羡慕了。紧接着拉伊奥拉也拿出影帝级的演技，一脸悲愤，你说这么好的球员，他们怎么就没你这样的眼光呢？就这样，你们两人在看破不说破的精彩演技下，你来我往，这顿饭仿佛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其实你们俩都个怀鬼胎，他想利用你来给 AC 米兰抬价，而你也想利用他给 AC 米兰的续约抬价，纯是演了一场好戏。就在吃完饭后，你还主动邀请他合了个影，这一手直接让拉伊奥拉大喜过望，他心里狂呼内行啊！果不其然，很快图片报一篇国米主席杨硕剑指多纳鲁马的报道，瞬间引爆足坛。不仅如此，拉伊奥拉这个老狐狸还耍了个心眼，他把他旗下的姆希塔良、范德维尔等球员全都和国际米兰搭上了线，准备利用你狠狠薅一把羊毛。而那张你和他的合影，更是让这条消息的真实度直接拉满，一时间整个欧洲足球圈都传开。你也不禁嘴角上扬，这个拉伊奥拉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本想借他抬价，结果他比你还狠，想搞个全家桶套餐。不过你毫不在意，转会市场本就是真假，达到目的就行。然而隔壁 AC 米兰那边却彻底不淡定。此时的 AC 米兰正处在贝卢斯科尼时代的末期，加利亚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冲进贝卢斯科尼的办公室，隔壁的小年轻不按套路来啊！刚报价完伊瓜因，现在又瞄准多纳鲁马，他想干嘛？可贝卢斯科尼的心思早已不在球队上，只想套现走人。他心不在焉的摆手，管他呢！加利亚尼不死心，他绝不能让球队的未来核心就这么被挖走。于是他立刻给正在谈收购的中资机构发去信息，把多纳鲁马被你盯上的事透了风。与此同时，布兰卡也看到新闻，整个人都骂了。他心里大惊，不是千叮咛万嘱咐别惹那个死胖子吗？老板怎么就不听劝？一想到未来要和拉伊奥拉那个魔鬼打交道，布兰卡就头皮发麻，急吼吼地冲进你的办公室。老板，和拉伊奥拉打交道要慎重啊！布兰卡语重心长，满脸写着我们被坑过，那个拉伊奥拉太强硬了，只要球员表现好，每年都闹转会逼俱乐部加薪，年年如此。你看着他急得快要跳脚的样子，却只是风轻云淡的微微一笑，呵呵，没事。下一秒，你看着他呆滞的眼神，还是向他说出了缘由。我的总监先生，我和拉伊奥拉只是唱个双簧而已。布兰卡直接呆住，你这才缓缓说出真正的计划，我们就是利用他给 AC 米兰施压，让他们在续约上多出点血，从而削弱他们的转会资金，削弱他们的实力。布兰卡听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你这个年轻老板心里的弯弯绕这么多，玩的竟是这一手。而此时，作为风暴中心的多纳鲁马也看到了图片报的消息，他那颗年轻的心瞬间活泛起来。这还了得！我堂堂未来意大利国门，抓住这个机会，还不是一步登天？想到这里，多纳鲁马立刻拿起电话，直接给拉伊奥拉打了过去。就在图片报爆出多纳鲁马新闻的同一天，你决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只是让保罗里奇密切关注伊瓜因和多纳鲁马转会动向，必要时就把转会市场的水搅浑。与此同时，你真正的目标正在紧锣密鼓的对接。巴钦正式向切尔西发出萨拉赫的报价，整整3000万欧，双方瞬间启动了正式谈判。紧接着，一个好消息传来，巴钦和卡利亚里达成协议，签下了尼科洛巴雷拉，转会费2500万欧，外加1000万浮动条款。不仅如此，达米安的转会也接近完成，球员本人迫切想重回意甲，谈判已经进入细节。然而，这都不是重头戏，你最重要的一笔转会是和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交换。国米用伊卡尔迪交换来了卡瓦尼和恩昆库，惊喜的是还加了一个金彭贝。为了得到金彭贝，你果断放弃了巴黎答应的500万欧转会费。所有人都以为你疯了，可你却比谁都清楚，金彭贝未来是玻璃人，但他的名气够大，所以你的计划是先让他在一队打替补，减少比赛场次，避免玻璃人属性被激发。等到球队战绩提升，他的身价必然随之暴涨，到时候随便一卖，换来的现金又岂是区500万欧能比呢？与此同时，奥西里奥在南美洲也传来捷报，他竟然只用区600万欧就带走了未来神锋老塔罗马丁内斯，这笔交易足足比前世便宜了1500万欧，简直是血赚。不过他在巴西却遇到了困难，维尼修斯的违约金高达3000万欧，奥西里奥正在和弗拉门戈陷入价格拉锯战。可你一点也不慌，因为根据你的记忆，维尼修斯此时还未真正成名，价格绝对有谈判空间。眼看转会市场上伊瓜因的热度逐渐冷却，尤文图斯甚至那不勒斯都以为你已经放弃，可你反手就安排保罗里奇再次向那不勒斯发去一份新的报价，9800万欧。那不勒斯主席德劳伦蒂斯看到这份报价，嘴角彻底压不住，你这个年轻主席又送来了神助攻，真是个好队友啊！于是他故技重施，立刻把消息捅给了个大媒体，一声惊雷。仅5分钟后，尤文图斯所有高层都知道了，尤文主席阿涅利破口大骂：尼玛，国际米兰这是什么套路？9800
万欧，要创意假转会费记录 ，FFP 不管吗？他的弟弟阿里克谢更是怒火攻心，直接把电话砸得粉碎。哥，这个该死的华人小子就是来跟我们作对的。阿里克谢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要不我联系西西里岛那边。说完，他竟然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你疯了吗？别冲动！阿涅利急忙喝止，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的冲动性格，一旦上头，真能做出出格的事。10分钟后，尤文图斯的会议室里，阿涅利打破沉默，国米9800万欧报价伊瓜因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应对？话音落下，全场死寂。阿涅利心中烦闷，再次追问，继续提价还是就此放弃？结果还是没人说话。就在这时，阿里克谢的纨绔脾气又上来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指着总经理马洛塔吼道：“看什么看？说你的意见，以前开会不是话很多吗？”马洛塔脸色铁青，正要发作，阿涅利却急忙干咳2声制止，直接点名皮耶特罗，你先说。结果那人硬着头皮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废话：“我觉得可以签也可以不签。”阿涅利脸都黑了，强忍怒火点下一个人，法比奥，你说。那人更绝，直接甩锅，我和他的意见一样。阿涅利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他转向最后一人马洛塔，结果马洛塔只冷冷吐出4个字：“我没意见。”啪！阿里克谢再次炸了，他重重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马洛塔的鼻子就骂：“你踏马什么态度？每年几百万欧养你，还不如去养猪。”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马洛塔：“我什么态度？你踏马的才是猪！你个狗东西，信不信我扇你？”阿里克谢无能狂怒，可马洛塔已经撕破脸皮，气势丝毫不输。你来啊，都坐下，成何体统？阿涅利不得不再次出面制止，两人怒火中烧的坐下。但马洛塔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辞职，他再也不想看富3代的脸色。就在这时，阿涅利发出了最后通牒，他环视众人，一字一顿的问：“重新说，都明确点，签还是不签？报价多少？”阿涅利直接断了所有人的后路，他的目光再次锁定切鲁比尼：“还是你先来。”切鲁比尼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开口：“我觉得还是签吧，报价1亿欧。”话音刚落，阿涅利的目光就转向法比奥：“你的意见呢？”“我也倾向于签，不过我建议报价1.05亿欧。”然而，当阿涅利看向马洛塔时，全场都屏住了呼吸。马洛塔只说了一个字：“签。”紧接着，他报出一个惊天数字，报价1.3亿欧。为什么？阿涅利都愣住了。马洛塔眼神冰冷，给出了专业答复：第一，直接断了国际米兰的念想；第二，告诉内布勒斯这是一次性报价，别再耍花样。阿涅利瞬间了然，其他人也立刻明白，这才是最狠的杀招。只有财务副主席提出反对，嫌价格太高。可阿里克谢却嬉皮笑脸的补了一句：“怕什么？不是还有曼联要买博格巴吗？”一句话点醒了阿涅利，有曼联这个血包在1.3亿欧洒水了。他当即拍板：“好，最后一次报价伊瓜因1.3亿欧。”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向马洛塔：“不过总监和曼联的谈判，你可要多费心了。”就这样，尤文做出了决定。可马洛塔却一肚子气，铁青着脸登上飞机。他带着这1.3亿的终极报价去见了奈布勒斯主席德劳伦蒂斯，整个过程极不愉快。最终，马洛塔直接甩下一句话：“这是最后的一次性报价，1.3亿欧。”说完，他便直接走人。这一次，老狐狸德劳伦蒂斯没有声张，而是悄悄约来了伊瓜因的哥哥兼经纪人尼古拉斯。他抛出重磅消息：尤文报价1.3亿，这是最后一次。尼古拉斯一听，眼睛都亮了。转会费越高，他的佣金就越高。他压抑不住兴奋，不是还有国际米兰吗？呵呵。德劳伦蒂斯笑而不语，只是淡淡抛出一句：“他们虽然换了华夏老板，但面临着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制裁啊。”谁知尼古拉斯却舔了舔嘴唇，眼里闪着金光：“我有办法。”于是尼古拉斯立刻飞往米兰城，通过萨内蒂，他终于约见你，可你却决定先晾他3天，就是要拖垮尤文图斯最后的时间。3天后，在国米总部，尼古拉斯终于见到你，一见面就是一顿天花乱坠的彩虹屁。然而你却只是淡定微笑，不为所动。双方坐定后，尼古拉斯拿出惯用伎俩：“我弟弟对加盟国米很感兴趣。”说完，他扫视着你和萨内蒂，可你这边所有人面不改色。他心里一沉，又硬着头皮抛出阿根廷氛围历史成就，结果你这边依旧纹丝不动。这下尼古拉斯彻底慌了，他终于底气不足地问出关键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国际米兰对我弟弟的具体态度。”面对他的试探，你只是微微一笑：“我们对他的加盟一直很期待，毕竟我们已经报了2次价，这足以体现我们的诚意。”你把场面话说得滴水不漏，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尼古拉斯干咳2声，只能甩出他的王牌：“确实，但是我刚收到消息，尤文图斯也进行了第2次报价。”他故意只说一半，眼神在你脸上扫过，想看你的反应。可你的手下巴钦却忍不住插嘴：“他们第2次报价是多少？”眼见巴钦上钩，尼古拉斯瞬间恢复得意，微微昂首抬高了声音：“1.3亿欧。”一瞬间，萨内蒂和巴钦当场震惊，这不仅远超伊瓜因的身价，更是创造意甲转会纪录的天价。然而你却嘴角微微上扬，这一切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在你的前世记忆里，伊瓜因成交价才9000万欧，现在因为你的蝴蝶效应，直接溢价超过116%，1.3亿欧，他成了全球第1身价。你心中早已有了计较，淡淡问道：“怎么没见到媒体报道呢？”尼古拉斯立刻回答：“是的，他们还没对媒体发布。”你心里咯噔一下，这不符合德劳伦蒂斯那个老狐狸的套路。你没有说话，巴钦却问了一句：“废话，你能确保消息真实吗？”尼古拉斯笃定地说道：“千真万确。”好，感谢你的消息，我们会认真研判。你几句场面话就打发了他。等尼古拉斯一走，你立刻召集核心团队开会，你直接把消息砸了出来。尤文报价1.3亿欧了。闻言，布兰卡和柏林布鲁克瞬间惊呆，柏林布鲁克更是急了：“老板，我们不是有卡瓦尼了吗？还花这么多钱买伊瓜因，这可是1.3亿欧啊！”你笑了，当然没必要了。你缓缓吐出这句话，柏林布鲁克瞬间松了口气。紧接着，你语出惊人：“我们报价伊瓜因，本来就是为了抬高尤文的转会成本，所以我决定我们摊牌了，不跟了。”好，萨内蒂和柏林布鲁克异口同声。然而，你的下一句话让所有人再次瞪大眼睛。但是，为了让尤文这1.3亿花的踏实，我们后面的动作不能停。所有人的目光齐刷
刷刷聚集在你身上。你看着巴钦下达了终极指令，你继续安排人给那不勒斯报价1.151欧，再加2个青年队小将当天头。这个报价就是要给足德劳伦蒂斯底气，逼着尤文图斯把这1.31欧的恶果连屎带尿吞下去。不仅如此，你还有更狠的后手。另外，联系媒体，把我们的报价大大方方透露出去，让媒体也给尤文图斯加压力。你很清楚，只要国米的报价在，尤文这1.3亿一分都别想少。更何况你前世的记忆里，这个天价伊瓜因就是尤文史上最大的水货，够他们喝一壶的了。你这边的运作其实一刻也没停，萨拉赫的转会已经和切尔西基本谈妥，3500万欧，切尔西只想收回资金，根本不在意他的表现。唯独在南美，奥西里奥遇到了硬骨头，弗拉门戈死咬住维尼修斯3000万欧的违约金，一步不退。奥西里奥已经在南美待了1个多月，光耗在维尼修斯身上就超过半个月。而布兰卡那边通过出售球员又回笼了1700万欧，这个下窗你花了不到5000万欧，就算加上维尼修斯的3000万，总投入也不到8000万。用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球队的集战力却得到恐怖加强，一个具备争冠实力的阵容框架已然成型。时间来到7月中旬，你更是将球员分析发给小因扎吉，亲自商讨战术，他已经彻底接受你的战术思想。更重要的是，萨内蒂已经搞定国米2队参加1丙联赛的资格，这是意甲首创，意大利足协为此大开绿灯。你要求2队打法与1队完全一致，来之即战，无缝衔接，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然而下一秒，你的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新球场。米兰市长和议会议长的选举刚刚结束，支持你建球场的人全部当选，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你前世的记忆里，新球场每年能带来近1亿欧的额外收入，总收入将直接突破2亿欧，这比现在合租球场强了不止1倍。想到这，你猛地一拍桌子，这个项目有钱必须上，没钱创造条件也要上。你立刻叫来萨内蒂和柏林布鲁克 CEO 同志，现在俱乐部账上还有多少钱？柏林布鲁克报出一个数字，大概还有小1亿欧。你迅速一算，前期的启动资金勉强够了，于是你直接拍板，留出5000万应对转会和工资，剩下的3000万全部砸进新球场的前期工作。柏林布鲁克大惊失色，真的要建啊？你猛然反问，必须的，没有自己的球场，我们吃的亏还少呢。一句话直接让他哑口无言。紧接着，你的目光死死盯住萨内蒂、哈维尔，从现在开始，你的全部重心就是新球场。随后，你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我建议新球场就叫莫拉蒂球场。话音刚落，萨内蒂和柏林布鲁克全都愣住，他们没想到你还有致敬莫拉蒂家族的情怀。接着，你果断搁置议题，拿起电话直接拨给莫拉蒂。寒暄过后，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老爹，我想把新球场命名为莫拉蒂球场。没想到莫拉蒂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不可。你大感意外，为什么？他却说，这都是沽名钓誉，家族对国米的热爱，不在乎这些虚名。新球场需要大量资金，用冠名权去解决压力吧。球队多拿几个冠军，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敬意。莫拉蒂越是淡泊名利，你心中越是敬佩。你重重的点头，郑重承诺一定带好球队多拿冠军。但你还是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新球场我必须留一个包间，命名为莫拉蒂，永远为莫拉蒂家族免费开放。这一次，莫拉蒂笑着同意了。而另一边，巴钦从伦敦带回天大喜讯，萨拉赫的转会敲定，3500万欧加300万浮动。埃及梅西即将驾临米兰。与此同时，伊瓜因的哥哥疯狂给你施压，想逼你加价。那不勒斯主席也在媒体上煽风点火，你却冷冷一笑，觉得火候差不多。于是你直接下令，不再和那不勒斯联系，就这么吊着他，既不加价，也不退出。而另一边，你给 AC 米兰的神助攻已经生效，拉伊奥拉趁着中资不懂行，一通忽悠，竟然把多纳鲁马的年薪抬到700万欧，比前世还多100万，简直是天文数字。紧接着，国米这边重磅官宣，伊卡尔迪加盟大巴黎，作为交换，卡瓦尼以及恩昆库、金彭贝加盟国米。不仅如此，萨拉赫也通过体检正式加盟，国米瞬间登上欧洲体育热搜。然而，媒体却是一片嘲讽，看不懂的国际米兰，迷之操作，卡瓦尼比伊卡尔迪更有未来吗？天空体育记者詹姆士更是连发3篇报道，足球荒漠的奇葩，最脑残操作，国米主席的疯狂，极尽抹黑之能事。可就在所有人都嘲笑你时，小因扎吉却在基地疯狂研究你给的战术和球员分析。7月9日，集训日到来，上千名球迷和记者围堵在基地门口。19岁的巴雷拉第一个到，直接被这阵仗吓懵。紧接着，第二个到来的正是卡瓦尼，瞬间全场骚动。记者冲上去提问，新赛季目标是什么？卡瓦尼自信爆棚，当然是冠军。记者追问，主席不是说进欧冠吗？卡瓦尼霸气回应，那是我还没来。记者又问，能进多少球？卡瓦尼伸出2根手指，微微一笑，20个，那只是起步价。当被问到能否超越伊卡尔迪的36球时，卡瓦尼眼神一冷，这个问题场上见。随后，阿什拉夫、帕瓦尔、萨拉赫等新援陆续抵达。1周后，参加欧洲杯的国脚们也全部归队，佩里西奇、汉达诺维奇、布罗佐维奇，所有拼图全部就位。新赛季的备战正式拉开帷幕。为了完成国米称霸足坛、建立蓝黑王朝的梦想，穿越成为国米主席的你，不仅卖掉队内头号球星伊卡尔迪，还将冠军名帅曼奇尼扫地出门。质疑、谩骂、嘲讽各种负面的声音在你耳边环绕，但你骨子里跳动的蓝黑基因不允许你退缩。你带着未来世界的上帝视角，买下姆巴佩，签下哈兰德，并网罗了萨拉赫、卡瓦尼等一众实力球员，重新组建球队。仅仅1个夏天，你就让陷入低谷的国米焕然一新，而新的征途也随着国米球员的季前集结正式拉开序幕。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魔鬼训练，这支新的国米在人员磨合、战术素养、
球员个人能力上都得到显著提升。球员们更是对小因扎吉新颖的训练方法、超前的战术布置、球员特点的掌握以及球员潜力的开发能力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球员们的一片赞叹声中，小因扎吉却笑着摇了摇头，随即语出惊人：这套战术包括你们每个人的技术特点，都是杨硕主席给我的建议。什么？萨拉赫和佩里西奇当场石化，我们那个只会氪金的老板，他懂战术，这下全队都炸了锅。小因扎吉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再次补刀：他对战术的理解不亚于顶级的战术大师。他说他一年要看200多场比赛，在大学时就养成了技战术分析的习惯。一瞬间，你只会氪金的富二代的形象彻底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运筹帷幄的隐藏高手。闻言，萨拉赫满眼放光，看来加盟国际米兰是对的。接下来的集训更是彻底印证了你的神之预言。你给小因扎吉的球员使用说明书开始发威，帕瓦尔的远射被激活，巴斯托尼的前插助攻犀利无比，坎特的洗球做球能力更是惊艳全场。自信满满的球员们也在这时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国米将飞往漂亮国参加国际冠军杯，而就在长途飞机上，你随手拿起报纸，一条新闻却猛然吸引住你的目光。罗马队集训的新闻，哲科的照片赫然在列。哲科，你心里猛地一惊，我怎么把这尊大神给忘了？你猛然想起他上赛季38场才进10个球，被罗马球迷狂喷水，这不正是抄底的好机会吗？现在队里中锋只有卡瓦尼一个，这绝对是个隐患。想到这，你立刻把身边睡着的小因扎吉叫醒。哲科，你熟吗？太熟了。小因扎吉非常肯定。怎么？你觉得他适配我们现在的战术吗？刚下飞机，你直接就给巴钦拨去了电话。巴钦，马上联系罗马，把哲科给我搞过来。电话那头巴钦一脸懵逼，可你根本不给他反应时间，立即马上启动哲科的转会，我要他参加赛季前的合练。好的，我亲自落实。巴钦已经习惯了你的做事风格，不再多问。刚刚挂断巴钦的电话，电话铃再次响起，是奥西里奥打来的。他不仅也到了盐湖城，而且人就在酒店，他要当面向你汇报维尼修斯的转会。半小时后，奥西里奥和布兰卡出现在了你面前。巴西那边到底什么情况？你迫不及待地问道。奥西里奥一张嘴就是满腹苦水，老板，我干转会这么多年，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阻力，对方太难搞了。你扬了扬下巴，示意他继续说。第一，对方1分钱都不肯降；第二，那个维尼修斯对加盟国米根本不感兴趣，我们沟通过很多次，可他自视甚高，明确表示如果登陆欧洲，非皇马不去。就在这时，布兰卡鸡贼地补充道，不过他家人我们已经搞定，现在不反对了。老板，你看，奥西里奥的语气里已经满是退意。听完这些，你略作沉思，维尼修斯的转会难度确实超出了你的预料，就算现在砸下解约金，人来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你当机立断，这样吧，国际冠军杯结束后，我和你们亲自去一趟巴西，你决定先冷一冷他，到时候你亲自出马，给他好好洗洗脑。好的，老板。奥西里奥如释重负。经过1天的适应性训练后，国际冠军杯正式开打，这是你成为国米主席后第一场正式比赛，国内内拉组里万众瞩目。7月21日，国米迎战第一个对手皇家盐湖城，最终国际米兰3比1取得胜利。不过虽然赢了球，比赛内容却辣眼睛，全新的球队，全新的战术，第一次面对职业球队，很多战术根本没打出来，中场混乱不堪，进攻更是便秘，一个靠萨拉赫个人突破，一个靠卡瓦尼角球争顶，还有一个是对方乌龙。比赛结束，黄健翔在直播间不住叹息，这支国米还没磨合到位啊。解说嘉宾张璐更是直接指出问题，这战术太复杂，球员配置好像跟不上。一时间各路媒体铺天盖地，全是看衰国米的声音，就连中立媒体也不看好。而球场上，国米的球员们更是阴沉着脸走下球场，赢了，但踢得超级别扭，极度不爽。7月22日，你来到了战术分析室，各位，对于昨天的比赛，你们满意吗？瞬间，小因扎吉和所有队员都尴尬地低下头。昨天不是赢了吗？怎么全都把头低到地板上去了？各位是奔着冠军来的，但冠军是靠一脚一脚踢出来的。你脸色冷峻，声音越来越大。这套战术是有点难，但这是我们取胜的武器。仅仅一个皇家盐湖城就踢成这样，我不相信。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练得还不够。因扎吉先生，你觉得呢？我承认有我的原因。小因扎吉脸色通红，吭哧着说道。你的目光随即转向坎特。坎特，你想拿冠军吗？坎特板着脸，重重点头。巴雷拉，你觉得在场上摊手抱怨，对手就能饶了你吗？你毫不留情，直接戳穿。巴雷拉的头瞬间低到膝盖下面，脸丢不起。你们呢？想一起获得冠军吗？你对着所有人问道。想，稀稀拉拉几个声音，就这么没信心吗？我再问一次，想不想拿冠军？你厉声质问。想，声音依旧很小。你猛然咆哮，大声点，我没听见。想，这一次终于异口同声。那么好，现在离赛季开始还有1个月，给我抓紧时间把这套战术吃透，我相信冠军就在前面等着你们。有信心吗？有。所有球员都抬起头，大声回应。你满意地点点头，行动胜过千言万语，用汗水去浇灌胜利吧。话音刚落，小因扎吉带头鼓掌，队长汉达诺维奇也站起来打气。兄弟们，为了金灿灿的冠军奖牌，好好练。随即你转身离开，必要的鸡血已经打下。你深知真正的改变必须在训练场上。时间来到7月24日，俄勒冈州普罗维登斯公园球场，球员通道内，国米和大巴黎的球员正准备出场。帕斯托雷拍着伊卡尔迪的肩膀，兄弟，今天我们帮你复仇。没错，被你交易到大巴黎的伊卡尔迪，怨气简直要溢出来。君子报仇，不隔夜。迪玛利亚也给他打气，我多给你传球，你多进几个，把他们打成筛子。呵呵，伊卡尔迪冷笑2声，眼神恨恨地扫过国米球员。这场比赛照例直播，黄健翔和张璐再次搭档。
张老师，你觉得这场谁能赢？黄健翔开门见山，嘿嘿嘿嘿。张璐标志性的笑声响起，那当然是大巴黎，国米还在重建，上一场过程太差了。黄健翔笑着补充，这场还有一个看点，伊卡尔迪和卡瓦尼互换东家，今天都首发。话里话外，根本没人看好你带领的国米。就在这时，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国米率先开球。下一秒，伊卡尔迪就像上满发条的疯狗，直冲拿球的恰尔汗奥卢，砰！一声闷响，恰尔汗奥卢被狠狠撞翻在地。开场不到1分钟，裁判就吹停比赛，双方球员瞬间一拥而上，互相推搡，垃圾话狂喷。裁判好不容易分开众人，一张黄牌直接举到伊卡尔迪面前。这下国米球员瞬间明白，这根本不是友谊赛，这是要干仗啊！比赛第8分钟，坎特抢断维拉蒂后传给布罗佐维奇，布罗佐维奇一脚传球给到左路佩里西奇，随即佩里西奇带球狂飙，大巴黎整个阵型被迫移动，眼看左路没机会，佩里西奇脚腕一抖，球传到高速前插的恰尔汗奥卢脚下，恰尔汗奥卢连停带传摆脱一名防守球员后，将球交到萨拉赫脚下。萨拉赫抬头一看，卡瓦尼正在高速冲向禁区，他毫不犹豫，一脚直塞，球到人到，卡瓦尼在大巴黎禁区内高高跃起。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穿着大巴黎球衣的身影也跟着他同时飞速起跳，来人正是蒂西·席尔瓦。卡瓦尼虽然抢到身位，头球甩出，但在席尔瓦的干扰下，皮球偏出球门。紧接着，大巴黎发起进攻，皮球经过维拉蒂、马图伊迪、帕斯托雷行云流水的传递，彻底撕开国米防线。帕斯托雷一脚直塞，迪玛利亚得球后被巴斯托尼卡住身位。就在这时，迪玛利亚突然一个脚后跟妙转，皮球精准的传到小禁区前的空档。刹那间，伊卡尔迪鬼魅转身，瞬间摆脱防守。只见他迎着皮球就是一脚式大力沉的爆射，皮球如出膛炮弹，划过汉达诺维奇指尖飞入球网。比赛第17分钟，0-1，国米落后。进球后的伊卡尔迪竟直接跑到国米球迷看台下疯狂怒吼、疯狂庆祝、疯狂挑衅，这一幕刺痛了场上所有国米球员的心。比赛重新开始后，国米的球员们明显受到刺激，中前场疯狂前压，结果大巴黎抓住机会打出反击，大卫路易斯一脚挑传向禁区，巴斯托尼抢在伊卡尔迪前头球解围，可是第二落点还是被大巴黎拿到，帕斯托雷传给维拉蒂，维拉蒂身边3米无人防守，他抡起大腿就是一脚远射，皮球带着强烈旋转直奔球门死角，汉达诺维奇飞身一跃，单手一托，一声巨响后，皮球重重砸在横梁上弹回场内，而又是伊卡尔迪出现在那个位置，他竟然抢在什克里尼亚尔之前倒地捅射，将球捅进球门。主裁判哨声再次响起，手指向中圈，大巴黎再下一城，2-0。而伊卡尔迪竟又一次高举双手冲向国米球迷看台，一个滑跪之后，他甚至学起战神巴蒂，端起机枪疯狂扫射，全场国米球迷忍无可忍，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嘘声。直播间里，解说员已经宣判极刑，完了，国际米兰这是要崩盘的节奏啊，搞不好这场比赛要变成一边倒的屠杀。你坐在替补席面色铁青，不对劲，这支国米的实力不该如此，问题究竟出在哪？就在这时，上半场结束哨声响起，伊卡尔迪走过你的替补席，竟然轻蔑地扫了你一眼。更衣室里一片死寂，小因扎吉想鼓舞士气，可球员们个个低着头，眼神涣散。就在这绝望时刻，你猛然站起，声音响彻更衣室，刚才伊卡尔迪的庆祝你们都看见了吗？你们对得起现场的球迷吗？你们甘心就这样被打脸吗？你们还有男人的血性吗？你一连串的质问让不少球员抬起了头，接着你继续嘶吼，他们全都在给伊卡尔迪制造机会帮他出头。下半场我们就掐死他这一点。萨拉赫、佩里西奇增加个人突破，卡瓦尼给我牵制住蒂西·席尔瓦。眼看时间所剩无几，你咬着后槽牙发出最后的咆哮，你们想把这份屈辱带回意大利吗？不。球员们稀稀拉拉的回答，你们想被伊卡尔迪钉在耻辱柱上吗？不。这次声音大了不少，你们是男人吗？是。这一次球员们几乎是吼出来的。你眼神一凛，拍板定论。那好，上半场的屈辱，下半场我们还回去，君子报仇，从早到晚。下半场开始，大巴黎仗着2球领先攻势更猛，后卫大卫路易斯竟然晃晃悠悠带球一路推到国米禁区前沿。就在这时，坎特和恰尔汗奥卢看准时机，一个关门夹击瞬间断下皮球，反击的机会。萨拉赫和佩里西奇如同2道闪电，从2个边路疯狂前插，坎特毫不犹豫，一脚精准长传，直接撕开大巴黎身后空档。萨拉赫前方一片开阔地，他接球后一个大躺，直接杀到大巴黎禁区前，3打2，绝佳的机会。蒂西·席尔瓦被迫放弃卡瓦尼，朝萨拉赫扑去，而另一名后卫奥利耶也只能丢下佩里西奇身去补防卡瓦尼。空档，萨拉赫眼疾手快，脚弓一搓，皮球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精准越过2人头顶，直接找到飞速插上的佩里西奇。佩里西奇毫不犹豫，一个飞身鱼跃冲顶，皮球弹地之后应声入网，1-2。下半场才11分钟，国米依靠反击扳回一城。进球后，佩里西奇疯狂挥拳冲向替补席的你，所有球员疯狂庆祝，心中的恶气终于释放。可就在这时，大巴黎那边却内讧了起来。蒂西·席尔瓦指着大卫·路易斯破口大骂，但路易斯竟满不在乎地甩甩头。比赛再次开始后，比赛节奏竟然慢了下来，双方在中场反复倒脚寻找机会。比赛第20分钟，国米突然发难，汉达诺维奇大脚开球，布罗佐维奇胸部停球后传到恰尔汗奥卢脚下，恰尔汗奥卢带球刚过中圈就直接大脚长转，皮球精准找到卡瓦尼，卡瓦尼硬扛着地席等着皮球下落。大卫·路
路易斯立刻上前夹击，可卡瓦尼看都不看，脚后跟一磕，皮球回到高速插上的恰尔汗奥卢脚下，他不停球直接分给右路的萨拉赫。萨拉赫一个假动作骗过防守后，和套上的帕瓦尔打了一个2过1，再一个2过1，电光火石间，他两进用2个2过1，彻底打穿大巴黎左路。萨拉赫单刀杀入禁区，面对出击的门将一脚爆射，然而巴黎门将神勇发挥双拳将球击出。大卫·路易斯在逼抢下慌不择路大脚解围，可谁都没想到他的大脚解围球竟然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禁区外的帕瓦尔面前。帕瓦尔不等皮球落地，直接凌空抽射，一道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2比2，国米扳平了。现场国米球迷彻底疯狂，上半场的屈辱这一刻全部还了回去。而伊卡尔迪在场上插着腰，满脸不屑。随着国米扳平比分，场上火药味瞬间拉满。小因扎吉心领神会，立刻换上巴雷拉。你下达的信号很明确，防守反击，用速度冲垮他们。然而比赛刚刚恢复，迪玛利亚就在底线附近制造了一个危险的任意球。维拉蒂站在球前，眼神阴冷。禁区内，双方球员已经推搡起来。哨声一响，维拉蒂任意球开出，又快又平，直奔国米禁区。蒂亚戈席尔瓦鬼魅般抢点，头球后蹭，后点的马图伊迪俯冲头球。幸运的是，球竟然稍稍偏出，没能打在球门范围内。你狠狠松了一口气，简直是死里逃生。然而危机并未解除，大巴黎全员压上展开高位逼抢，帕瓦尔吸引两人包夹，脚后跟妙传萨拉赫，萨拉赫被盯死，回做坎特，球再次回到帕瓦尔脚下，帕瓦尔和萨拉赫再次撞墙配合，轻松过掉伊卡尔迪。伊卡尔迪直接破防，竟然恼羞成怒从背后一脚飞铲，这绝对是红牌动作，可主裁判竟然只是口头警告。国米球员瞬间炸锅，团团围住裁判，结果裁判反手就是2张黄牌，驱散了国米球员。更可气的是，逃过红牌的伊卡尔迪竟然还冲着队友脚下的眨了眨眼。比赛继续，大巴黎的逼抢更加凶猛，国米传球线路被死死锁住。就在这时，恰尔汗奥卢突然回撤，一脚惊天长传撕裂了整个防线。刚上场的巴雷拉如闪电般启动甩开防守，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巴雷拉看准时机，脚弓一搓，一道完美的彩虹吊射。门将虽然指尖碰到皮球，却无力回天，球进了。3比2，国米完成了反超。这力似2波千斤的进球，让整个球场为你沸腾。但比赛还没结束，时间来到85分钟，大巴黎已经杀红了眼。迪玛利亚开启暴走模式，连续变向直杀国米禁区。巴斯托尼无奈之下，只能背后拉人。哨声响起，裁判指向点球点。接着伊卡尔迪竟然抱着球站在了点球点附近，他要亲手试杀救主。随着裁判哨响，伊卡尔迪助跑射门，汉达诺维奇反应迅速，扑出去了。他的判断正确，扑出了伊卡尔迪的点球。可危机并未解除，迪玛利亚闪电般奔向足球落点，补射破门，3比3绝平。可国米的球员并没有放弃，时间来到89分钟，补时4分钟。最后的时间，国米再次从右路发起进攻，但萨拉赫被防守球员死死盯住，球转移到左路佩里西奇脚下，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45度角起球传中。禁区内，卡瓦尼抢到第一点，可惜莫顶上力量，球被解围，但是机会还在。巴雷拉在中圈处拿到球，再次交给佩里西奇，佩里西奇想内切，可大巴黎禁区前全是人，根本没有空间，无奈他只能将球传给插上的达米安，自己则迅速跑向空档。达米安心领神会，往底线带了2步后，球又交到佩里西奇脚下，佩里西奇再次传中。人群中，卡瓦尼再次高高跃起，一个战斧式头球狠狠砸向球门，大巴黎门将没有做出反应，替补席上的你也激动地站了起来，绝杀要进了吗？可就在下一秒，站在门线上的帕斯托雷竟然奇迹般的将球顶出，你的心瞬间沉入谷底。然而还没结束，被解围的皮球竟然鬼使神差地滚到恰尔汗奥卢脚下，只见恰尔汗奥卢调整一步后摆开大腿再射。就在刚刚，你迎来了成为国米主席后的第一次正式大赛，而对手正是和你交易伊卡尔迪的大巴黎。憋足了劲的伊卡尔迪刚开场不久就梅开2度，春风得意的他更是做出挑衅国米球迷的庆祝动作，这也使得比赛场面变得异常火爆。国米也在你的鸡汤战术下顽强扳平比分，双方3比3战平，进入伤停补时。就在比赛最后阶段，国米获得绝佳机会，卡瓦尼的头球砸门越过了门将，却被站在门线上的帕斯托雷头球解围，但被解围的皮球竟然鬼使神差地滚到恰尔汗奥卢脚下，只见恰尔汗奥卢调整一步后摆开大腿再射，刷，皮球终于和球网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国际米兰在比赛最后时刻第4次将皮球打进了球门，绝杀，绝对意义上的绝杀。恰尔汗奥卢脱掉球衣，飞快地奔跑，怒吼着，这场友谊赛简直踢成了世界杯决赛的节奏，太令人窒息了。国际米兰的球员和球迷全都疯狂了，肆意地庆祝着。大巴黎的球员眼神没落，特别是伊卡尔迪。比赛再次恢复，大巴黎刚开球，主裁判2短1长，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你疯狂地冲进了场内，不断挥舞着右拳，这场比赛对于你太重要。2025年欧冠决赛夜还犹在眼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你这算是对巴黎的一种复仇了。这也是回敬伊卡尔迪上半场嚣张的大巴子，这真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黄健翔在直播间里说道。嘿嘿嘿嘿，张路魔性的笑声再次传来。这场比赛居然演变成了一场进球大战，想不到国际米兰下半场居然连进4球，成功实现了翻盘。黄健翔接着说道，这场比赛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完全不是一般友谊赛的比赛节奏。巴黎圣日耳曼和国际米兰各打了半场好球，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张老师，对这场比赛您有什么要点评的吗？张路又是嘿嘿一笑说道，这场比赛双方拿出了全部的实力，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国际米兰来说收获更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嘿嘿，大家都知道啊，这支国际米兰是一支全新的球队，上赛季的主力队员只留下了3个。通过这场比赛，首先是树立了
这支崭新国际米兰的信心。其次呢，包括这场比赛在内的国际冠军杯，为这支国际米兰提供了很好的练兵机会。现在看来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最后，我觉得比赛的奖金对于这支处于财务危机中的国际米兰是大有裨益的。如他所说，这场比赛的意义当然就是建立了球员们的信心，并很好的达到了练兵的目的。至于第3点嘛，你呵呵一笑，钱老子有的是。而还有一点对你来说也很重要，那就是你给小因扎吉的战术也完全打了出来。从效果上看，这套战术是行得通的。接下来的比赛，国际米兰遇到了拜仁慕尼黑，由于和大巴黎的比赛消耗太大，为了保护球员，你授意小因扎吉派上了替补阵容。不出意外，国际米兰0比2输掉了这场比赛，不过比前世的0比4还是要好了不少。国际米兰顺利的突出重围，小组出线杀进了国际冠军杯的8强，而在8强中的对手是阿森纳，国际米兰从容以3比1取得了胜利。只不过在半决赛中，国际米兰遇到了皇家马德里，遗憾以1比2输掉了比赛，结束了这次国际冠军杯的比赛。国际米兰获得了800万美元的奖金，比前世区300万美元的奖金高出了不少，对这支全新的国米算是个好的开端了吧。而你在国际米兰战胜巴黎圣日耳曼的第2天，就带领着奥西里奥和巴钦飞往巴西。就在国际米兰迎战拜仁慕尼黑的当天，你见到了只有16岁，后来号称地表最强00后的维尼修斯，陪同他来的是他的父亲兼经纪人佩纳。杨硕主席，恕我直言，我儿子的梦想是加盟皇家马德里，世界杯和欧冠才是他的追求。佩纳傲慢地说道。而你没和佩纳一般见识，只是点了点佩纳。世界杯是国家队层面上的事情，这里我们不做过多评论。诚然，皇家马德里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俱乐部，我想你可能也知道佛罗伦蒂诺的吧？你知道维尼修斯真正大放异彩，引起皇家马德里注意的是1年后的2017年，所以现在你反而可以用佛罗伦蒂诺来反向压制佩纳，不就是佛罗伦蒂诺吗？过2年一样会来求我的。佩纳的傲慢和不专业性展现无余，呵呵，你知道的吧？佛罗伦蒂诺在攻击线上只会收集成名的巨星。闻言，佩纳非常自信地说道：“未来，维尼修斯一定会成为巨星的。未来是多久？”你反问道。未来的一切都有变数，佛罗伦蒂诺还能连任皇马主席吗？未来皇马对欧足联的影响力还有这么大吗？佩纳一时无言以对。你接着说道：“我觉得对于维尼修斯最好的发展规划是现在就踏足欧洲足坛，早点适应欧洲足球的节奏和氛围，在更高水平的联赛中锻炼，这样成为世界级巨星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佩纳再次被你语塞。其实维尼修斯对于国际米兰来说就是一张彩票，未来能不能刮出大奖，谁也说不清。你继续拿捏佩纳。哼，怎么可能？佩纳不是很有底气地说道。球员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伤病。佩纳下意识地挠挠头，这些道理佩纳都懂。你说出来后，他心里有点暗暗着急。一方面，国际米兰的青睐确实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谁也不好说。见状你开诚布公，国际米兰是诚挚地邀请维尼修斯加盟。未来如果他有更好的去处，我们也不会强行阻拦。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佩纳喃喃道。我们可以签一个有违约金的合同，如果未来有球队想要触发违约金，我们不会阻拦。佩纳眼珠子转了又转，问道：“那违约金是多少呢？2亿欧，这么多？难道你对维尼修斯未来成为巨星，吸引其他的球队关注没有信心吗？”你敲了敲桌面反问道。佩纳再次被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你的余光却发现了维尼修斯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可以回去之后想想再说。好吧，我们再考虑一下。呵呵呵，佩纳先生，你知道的，我的事情还很多，时间也不那么的充裕，所以你顿了顿，没再多说。所以怎么样？佩纳问道。所以留给你考虑的时间只有24个小时。24小时？怎么可能？佩纳急呼道。维尼修斯的眼中也闪过震惊。就24小时，24小时后我们就会返回意大利。那好吧，佩纳有点愠怒地说道。送走佩纳和维尼修斯，你带领着奥西里奥和巴钦来到了弗拉门戈主席爱德华多班戴拉德莫塔的办公室。几人寒暄了一下，便分别落座。奥西里奥开口道：“德莫塔主席，之前已经多次和你对接了，这次我们的杨硕主席亲自带队来接洽。之前你们咬定的3000万欧的违约金确实有点高，不知道贵俱乐部愿意多少钱出售维尼修斯？”嗨嗨，德莫塔清了清嗓子，笑着说道：“你们也知道，维尼修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块瑰宝，是我们培养的未来舰队的基石，他至于我们非常重要。”这时你开口了，德莫塔主席，我们必须承认，维尼修斯很有天赋，但是维尼修斯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张彩票，是不是大奖还不好说。德莫塔脸色一变，他心里明白你说的的确是事实，而且别的不说，就是在巴西，哪个俱乐部没有几个年轻的妖星呢？你接着笑着说道：“我们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德莫塔主席，请你给个可以聊的价格。”德莫塔想了很久，不甘地说道：“这样吧，我们打个9折，2700万欧。”急脾气的巴钦立刻说道：“德莫塔主席，你这是狮子大开口了吧？”德莫塔脸色凝重地说道：“以他的年纪和他的天赋，这个价格绝对公正合理。”闻言，你不紧不慢地说道：“主席先生，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在欧洲的转会市场上是哪个级别的球员，你可能也清楚。就拿今年夏天成交的球员来看，巴萨收购乌姆蒂蒂，大巴黎收购赫塞罗德里格斯，这种交易也才3000万欧的级别。这些球员是已经在国际大赛和欧洲赛场上证明过自己实力的球员了。那你们愿意出多少？”德莫塔反问道。你立马伸出一个指头：1000万欧。见状，德莫塔几乎是嘶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维尼修斯未来是金球奖级别的球员，这个价格太低了。”于是你们两人开始就价格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过了10几分钟，两人的谈判价格来到了一个你觉得合理的区间了。德莫塔脸色铁青，几乎是咬着后牙槽说道：“1800万欧。
1分不能再少了，1600万欧，一次性付清。你也假意咬了咬后槽牙。不，德莫塔直接来了个否认3连。如果主席先生坚持1800万欧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得分期支付，3年付清。你也懒得和德莫塔啰嗦。德莫塔眼珠子转了转，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分期就分期。不过第一笔转会资金要1000万欧，成交。你笑着伸出了手。最终两家俱乐部层面达成了一致。正当你、奥西里奥以及巴钦等人从弗拉门戈出来时，你的手机铃声响了。喂，杨主席，电话那头传来了佩纳的声音。我是说如果维尼修斯加盟国际米兰，年薪是多少？今年能进一线队吗？100万欧，以后每年以15%的水平递增。随队获得了意甲冠军以及欧冠冠军会有50万一个的奖励，单赛季进球超过15个，助攻超过10个，分别是20万欧的奖励。不过第一年得从我们2队开始参加1丙的联赛。杨主席，你看能不能？不能。你知道对方还要讨价还价。不等佩纳说完，直接否定了。不过你可以得到20万欧的佣金，你加大了一点诱饵。电话那头沉默了。你的时间还有18个小时。你看了看手表，淡然地说道：那好吧。闻言，奥西里奥和巴钦对你是满脸的佩服。当天下午，你代表国际米兰和弗拉门戈以及维尼修斯签订了转会协议，个人合同，拿下了维尼修斯，你心情大好。维尼修斯转会终于落下帷幕，区白菜价。等过几年，如果交易维尼修斯的话，又是至少1/3个球场的资金到位了。翌日，你带队返回了意大利，还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的巴钦被你叫到了办公室。哲科的转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已经和罗马联系上了。罗马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的。巴钦如实的说道：抓紧时间和罗马对接，哲科对球队有大用。真的吗？哲科上赛季在罗马的表现不咋地啊。显然巴钦之前接到你的指令之后也是做了功课的，这个不用操心，你心里明白。哲科是属于越老越妖的类型。巴钦眨眨眼，好吧，我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对了，还有一个球员，这个夏天必须带回来。谁？现在在西甲瓦伦西亚俱乐部的若昂坎塞洛。巴钦没有质疑，点头出了门。在国际冠军杯上，你就发现左后卫的位置是现在这支国际米兰的短板，达米安只能客串。想要左后卫位置变强，还得买人。前世的2017年，也就是1年以后，若昂坎塞洛租借加盟国际米兰。当赛季在伤病的影响下，依然入选了意甲最佳阵容。只不过在他身价飙升后，国际米兰迫于欧足联的 FFP， 在与尤文图斯的竞争中，迫于无奈放弃了引进若昂坎塞洛。后来坎塞洛跟随尤文连续夺得意甲冠军，转会曼城后又连拿3个英超冠军，去了拜仁之后还拿了德甲冠军。这是重生穿越前你对国际米兰最大的遗憾之一。2016年的夏天，欧足联对国际米兰 FFP 的束缚还没那么严格，而且此时的坎塞洛德转身价只有1600万欧，还犹豫什么？必须拿下，先下手为强。这种冠军圣体，免得又便宜了尤文图斯。想到冠军圣体，又一个名字在你脑中浮现出来：姆巴佩、哈兰德、维尼修斯。2016年的夏天，未来世界足坛的金球奖争夺者全部在国米集结，只因作为中实内拉族里的你穿越成了国际米兰主席，而有着后世天眼的你发誓要带领国米称霸足坛，建立蓝黑王朝。仅仅一个夏天，国米就被你改造的焕然一新。在先后拿下姆巴佩、哈兰德等未来巨星后，一个拥有冠军圣体的名字浮现在你的脑海中：阿尔瓦雷斯。在你前世的记忆里，2021年首次入选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便随队夺得了美洲杯。2022年，阿尔瓦雷斯又随队获得了世界杯。在俱乐部，他加盟曼城仅2个赛季就获得了所有可能的重大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超级大满贯。这样的球员你怎能放过？突然一阵敲门声将你思绪拉了回来，萨内蒂走进了你的办公室。老板，在发什么呆呢？萨内蒂问道。有一个球员在考虑买不买，是哪个球员让我们的老板这样的犯难呢？萨内蒂揶揄道。一个阿根廷河床队的小球员，这不是小事吗？在阿根廷，我们有大把的民宿，随便找个人去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吗？对啊，你点头说道。说完，拿起手机给米利托打去了电话。迭哥，我是国际米兰的杨硕。杨主席，你好啊。接到你的电话，米利托有点意外。是这样的，有一个河床队的小球员，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叫狐狸安·阿尔瓦雷斯的。知道啊，是一个很有天赋、很有灵气的小球员。怎么了？我们队对他有意思。米利托骨子里的蓝黑基因让他下意识地把国际米兰称为我们队。想了解一下？不用了解，我之前还在想，下次回到俱乐部，当面向你推荐这名球员。哈哈哈，那拜托你帮忙联系联系，有眉目了，我再让奥西里奥过来找你。没问题，能为我们队发挥点余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米利托一口答应了下来。时间一晃就来到了8月8日，果然如同前世一样，曼联和尤文同时官宣了保罗·博格巴的转会，转会费还是和前世一样，8900万英镑的转会费。在这之前，7月27日，那不勒斯和尤文图斯官宣了伊瓜因的转会，转会费1.3亿欧元。伊瓜因的转会费超过了 C 罗、贝尔，一跃成为全球最高身价，创下了纪录，引爆了世界足坛。尤文图斯这边球员的一进一出，倒贴了2600万欧。前世伊瓜因的转会费是尤文图斯直接触发解约金9000万欧，里外里还赚了超过1400万欧。因为这事加剧了马洛塔和阿涅利家族的矛盾，阿里克谢甚至直闯马洛塔办公室，指着鼻子就骂，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马洛塔撂下一句：看是尤文图斯离不开我，还是我离不开尤文图斯，便摔门而出。就这样，马洛塔这位意大利足坛最优秀的经理人，因为你的重生穿越，提前离开了尤文图斯。尤文图斯和马洛塔解约的事情很快被传了出来，几乎是瞬间就在意大利足球圈中传开了。你知道这条消息后，直接给莫老爹打去了电话。老爹，有个事情，就知道你小子会打电话来问。莫拉蒂直接打断了，都帮你打听好了。放心，国米会是这件事后第一个接触到马洛塔的俱乐部，不过他决定先给自己放个假，你就别着急了。谢谢老爹。你对着电话一阵憨笑。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随后，柏林布鲁克推门而进，手里面拿着一份资料。老板，意大利足协那边刚刚把新
新赛季的赛程发过来了。我们的揭幕战是客场对切沃，你有印象？前世这场比赛国际米兰是在客场爆冷0-2输给了切沃，而且前世的2016至2017赛季，国际米兰前7场比赛只赢了1场，结结实实的打出了保级球队的表现。想到这里，你不禁哑然失笑，把赛程表发一份给小因扎吉主教练吧，顺便给他说一下，让他认真备战。已经发过去了。对了，之前安排的坎塞洛、哲科的转会有没有消息？柏林布鲁克怔了怔，有点尴尬的说道：“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我一会儿问问巴钦他们。”你微微皱了皱眉头，作为球队的 CEO， 这些事情居然都不清楚。看来当时托希尔请来柏林布鲁克担任 CEO， 确实是为了应付欧足联 FFP 的需要。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来问巴钦吧。你朝着柏林布鲁克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不过柏林布鲁克并没有走，而是悻悻地说道：“老板，还要引进球员的话，可能就要触发欧足联的 FFP 限制了。这个你不用担心。”看着眼前的柏林布鲁克，你心里暗想，柏林布鲁克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用错了地方。他的专长是财务维稳和危机处理，是一位财务急救专家，但不是一名合格的足球俱乐部 CEO， 还是马洛塔最适合 CEO 的这个位置。半分钟之后，巴钦和奥西里奥一前一后的过来了。老板，是不是刚才柏林布鲁克说的坎塞洛和哲科的事情？急脾气的巴钦边走边问。对，现在怎么样了啊？先说坎塞洛这边，我们已经和瓦伦西亚那边对接上了，瓦伦西亚对此事是开放态度，球员本人也很积极。那哲科那边呢？巴钦瘪了瘪嘴，哲科这边有点麻烦，刚才柏林布鲁克已经把新赛季的赛程给你拿过来了吧？罗马那边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夏窗的球员转会，正在专心备战新赛季的比赛，对我们发过去哲科的转会方案不是很感兴趣。你笑了笑，这个巴钦还知道先捡好的来说，那就先抓紧时间和瓦伦西亚对接，赶快把坎塞洛转会过来。没问题，只是在往转会市场上投入资金，恐怕要触发 FFP 了吧？巴钦也无不担忧地说道。不是可以先租后买的吗？对啊，可以先租后买呀。奥西里奥恍然大悟地说道。巴钦也惊讶地点了点头。哲科这边也不能放松，这样吧，离新赛季开赛的时间也比较紧了，巴钦就全面负责坎塞洛的转会，奥西里奥来负责哲科的转会。好的，奥西里奥和巴钦领命而去。很快时间来到8月，巴钦那边也有了消息，国米和瓦伦西亚已经敲定所有细节，坎塞洛通过体检后就将加盟国米。傍晚的时候，国际米兰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官宣了坎塞洛的加盟，瓦伦西亚也同步在官网上发布了坎塞洛转会的公告。8月24日，离国际米兰的首场比赛还有3天的时候，奥西里奥那边也搞定了哲科的转会，但罗马没有同意租借，而是直接转会，4000万欧转会费，哲科加盟国米。8月25日，哲科跟随奥西里奥来到了米兰完成了体检，国际米兰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宣了哲科的加盟，同时国米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整个夏窗的主要转会结束。8月26日，新赛季的意甲拉开帷幕，尤文图斯和佛罗伦萨开启揭幕战，而你也跟随国际米兰已经抵达了切沃所在的维罗纳。终于到了8月27日，国际米兰的赛季首战，做客挑战切沃。本特戈地球场已经是人山人海，歌声鼎沸了。国际米兰这边，小因扎吉的排兵布阵没有意外，完全按照你提供的战术打法，4-5-1阵型，守门员汉达诺维奇，后卫线从左至右依次是达米安、什克里尼亚尔、阿切尔比、帕瓦尔，中场球员分别是后腰坎特、布罗佐维奇、恰尔汉奥卢，左右边翼位佩里西奇、萨拉赫，前锋卡瓦尼。由于坎塞洛和哲科的入队的时间太短了，小因扎吉稳重起见，依然在左边后卫和前锋的位置上安排的是熟悉战术打法的达米安和卡瓦尼。主裁判主持双方挑边后，你眼皮一阵狂跳。前世的这场比赛你是看了直播的，挑边的情况和前世一样的，你手里捏了一把汗，历史的惯性该不会有这么强大吧？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开场后双方试探着熟悉赛场上的感觉，并没有一开始就将节奏提得很快。比赛进行到第5分钟，切沃获得了一个角球。你台湾一看时间，末日，前世的这场比赛就是在第5分钟，切沃利用角球机会攻破了国际米兰的球门。看着切沃的球员往角旗区跑去，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主裁判的哨声响起，足球划出一道弧线飞向国际米兰的禁区，一个切沃球员高高跃起，在什克里尼亚尔和阿切尔比的夹防下争到了足球的落点，狠狠地向国际米兰球门的方向顶去。球速太快，汉达诺维奇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切沃进球了。还是在第5分钟，进球的还是国际米兰的旧将帕罗斯基。虽然场上的球员不同了，但比赛的进程丝毫没有一点改变。你叹了一口气，有点颓丧地靠在座椅后背。重新开球后，切沃队开始龟缩后场，摆起了大巴，主动把控球权交给了国际米兰。过早的失球让国际米兰场上队员一时有点无所适从，急得小因扎吉在场边大喊大叫。不过效果寥寥，面对对方的大巴，国际米兰阵型不断前移，边路传中、内切射门、远射都做了尝试，始终没有敲开切沃队的大门。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国际米兰球员在场上越来越急躁，陷入了蛮干状态。TMD， 这还是和前世一样啊！时间来到了比赛第31分钟，国际米兰又一个传中被破坏出来，切沃队员抢到了第2落点后大脚开出，足球向国际米兰的后场飞去。你一看，国际米兰这边奔着落点而去的是布罗佐维奇，你心里暗道不妙，还是和前世一样。果然，电光火石之间，布罗佐维奇抬脚踢向足球，不过切沃的队员伊斯科先碰到球，布罗佐维奇却踢到了伊斯科，伊斯科痛苦的倒地在地上翻滚。主裁判吹停了比赛，捂着耳朵在听耳麦，然后和边裁简单交流之后掏出了红牌。第31分钟，布罗佐维奇被红牌罚下。虽然布罗佐维奇和其他国际米兰球员围着主裁判拼命的解释，但判罚结果已经没办法改变，还是和前世如出一辙。国际米兰上半场就陷入了少打1人的境地，战术打法
法全部被打乱。切沃利用人数优势也压出来了，国际米兰踢得非常被动，就连到现场来加油助威的国际米兰拥趸也偃旗息鼓。你也暗自哀叹，这历史的惯性也太强大了吧，这都没办法改变历史。上半场最后15分钟，国米艰难地熬了过去，国际米兰这15分钟的表现简直不忍直视。中场休息，国际米兰球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更衣室，更衣室里一片寂静，空气当中弥漫着沮丧。被罚下的布罗佐维奇更是深深地低下了头，非常自责。球员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小因扎吉正在布置下半场的战术，他准备将恰尔哈奥卢回撤到后腰位置，顶替布罗佐维奇，和坎特搭档后腰。佩里西奇和萨拉赫在前场自由换位，充当自由人。这时你走进了更衣室，正好听见小因扎吉在布置战术，你越听越皱眉，这打法有问题啊！你打断了小因扎吉，下半场估计切沃前10分钟攻一攻就要收回去摆大巴了，这样安排可能有点问题。说着，你走到战术白板面前，拿过记号笔，边画边说道：下半场我们改踢3-4-2阵型，换下达米安、帕瓦尔内守，打3中卫，换上哲科和卡瓦尼打双前锋，哲科要注意回撤接应，恰尔哈奥卢、佩里西奇撤回来，和坎特组成3后腰。下半场前25分钟，萨拉赫改打自由人，利用个人技术撕开对方防守，后面20分钟换上巴雷拉，利用巴雷拉的速度去冲击对方防线。话落，国米球员全部目瞪口呆地看着你，都是内行，一听就明白了，你的战术比小因扎吉的要强上不少。小因扎吉在旁边看的也是心服口服，刚才他的心态的也崩了，一时之间没有想好对应之策。你顿了顿，接着对着小因扎吉说道：最后一个换人名额，看看场上形势，临时决定吧。最后你朗声说道：兄弟们，这场比赛已经这样，大不了就是输了，即使是要输，我们也要站着输，放开手脚去踢，打出我们的精气神来，加油！球员们收到了你的鼓舞，眼神也跟着亮了起来，更衣室的气氛也为之一变，重新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下半场开场后，切沃果然跟你预料的一样攻了出来，国际米兰球员也没怂，和对方打起了对攻，双方在中场陷入了激烈的争夺，比赛节奏被拉得很快。下半场第8分钟，恰尔哈奥卢协助坎特抢断了切沃球员脚下的足球后发动攻势，恰尔哈奥卢将球传给了佩里西奇，佩里西奇没有犹豫，一个过顶球找到了在对方半场的哲科，哲科倚住对方后卫，将球点给了前来接应的萨拉赫，萨拉赫连停带过甩开了对方后腰，面对补防上来的另一名切沃球员，萨拉赫再次一个假动作变相突破了补防球员，这时萨拉赫面前一片开阔，他大步流星的带球来到切沃的球门30米处，哲科和卡瓦尼已经压进了对方禁区，死死的牵制住了对方的后卫，也就是一瞬间，萨拉赫已经带球推进到了切沃禁区前了，切沃一个中后卫这才跑出禁区防守萨拉赫，哲科见状也跟着往外跑，萨拉赫快速出球和哲科来了个2过1，轻松过掉了前来补防的中后卫，杀进了对方禁区。再次接球后的萨拉赫抬腿就射，足球像出膛的炮弹飞进了球门左上角，主裁判将手指向中圈，国际米兰扳平比分1比1。萨拉赫飞快地跑向国际米兰球迷的看台区域下面，右手搭在耳朵上聆听球迷的欢呼声。回到看台的你也轻轻地挥了挥拳头，尼玛，这才是要改命的节奏啊！国际米兰球员庆祝完了之后，比赛重新开始。由于国际米兰很快扳平了比分，和切沃下半场的部署不一样，现在轮到切沃不知道怎么踢了。切沃球员的思想变得不统一了，直接造成了切沃阵型的脱节。这次急的切沃主教练在场边大喊大叫。国际米兰这次抓住切沃阵型松散的机会，轻松抢到了切沃传中后的第2落地，恰尔哈奥卢一个长传找到了卡瓦尼，卡瓦尼背身拿好球，脚后跟做给了哲科，哲科顺势将球领进了切沃的禁区，同时吸引了2名切沃的球员跑来加防。哲科做了个假动作，往底线一趟，卡瓦尼也扛着对方防守球员往禁区里面冲刺，哲科果断一个倒3角传球，将足球扫向禁区中央，球到人到，卡瓦尼抗住对方后卫，一个势大力沉的抽射，球速太快，距离太近，对方守门员没有一点反应，足球应声入网。下半场比赛第22分钟，国际米兰反超了2比1，卡瓦尼进球后跑向你所在的看台，来了一个滑跪庆祝，你也兴奋地站起来，挥动着双拳庆祝。切沃立刻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1名中场球员，换上了1名前锋。主教练的战术意图很明确，进攻。比赛继续进行，切沃通过换人再次统一了思想，利用多一人的优势攻了出来。场上双方形势逆转，但国际米兰的精气神依旧很昂扬。切沃的队员见国际米兰的3后卫体系，把进攻的重心放在了国际米兰的2个边路，他们疯狂地往国际米兰的禁区内起高空球，对国际米兰进行高空作业。好在什克里尼亚尔、阿切尔比以及帕瓦尔的海拔都还可以，有效地拿到了国际米兰禁区内的制空权。切沃能捞到什么好处？这10几分钟的比赛，切沃得势不得分，国际米兰的球员也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喘息机会。稍作喘息之后，国际米兰稳住阵线，又逐步开始恢复了进攻。下半场第23分钟，博兰发起攻势，阿切尔比抢到切沃传中后的第2落点，将球稳稳地控制在脚下。见切沃前锋上来逼抢，阿切尔比将球传给了没人逼抢的帕瓦尔，帕瓦尔一脚出球，足球来到恰尔哈奥卢脚下，恰尔哈奥卢立马横敲，球又到了佩里西奇脚下。切沃的球员也陆续的回到了防守位置，国际米兰的中后场大片的开阔地，佩里西奇把球带过了中线，这才有切沃的球员上来试图逼抢。佩里西奇也不着急，将球回传给了还在后场的坎特，坎特带着球再次来到切沃的半场，将球传给了萨拉赫。佩里西奇和恰尔哈奥卢都已经拉边了，萨拉赫瞬间面临对方3个球队的包夹，切沃也是没办法，刚才那个失球，萨拉赫的突破太犀利了，萨拉赫只好将球回传给坎特，坎特不停球，一个挑传，球给到了切沃的禁区里面，卡瓦尼抢到第1点头球后侧，将球顶向切沃小禁区线附近，早就在这里埋伏好的哲科原地起跳，凭借强大的腰腹力量一个甩头攻门，切沃的门将腾空而起，展开身体做出了扑救的动作，可足球不偏不倚打
打在了切沃回防球员的身上，发生了折射。切沃的守门员只能在反方向的飞行中眼睁睁看着足球飞进了球门。3比1，国际米兰再下一城。进球后，哲科跳到给他助攻的卡瓦尼身上，高举右手肆意庆祝。国际米兰的球迷也激动的不行，制造的呐喊声几乎引爆球场。反观切沃的球迷则是被干 emo 了，你兴奋的捶了捶大腿，激动的不行。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因扎吉按照之前你的安排换下了萨拉赫，换上了巴雷拉。切沃的主教练也一口气用完了剩下的2个换人名额，一口气做了2处换人调整。比赛重新开始，切沃开球后还是尝试在边路渗透，结果在右边路被回来协防的恰尔汗奥卢和帕瓦尔联手抢断。帕瓦尔并没有把球交给恰尔汗奥卢组织，而是一个长直塞，想要传给才上场的巴雷拉。这是刚才进球后头脑发热的表现。足球被切沃的防守球员拦截，切沃马上发起反击。就在帕瓦尔和恰尔汗奥卢愣神之际，球已经传到了帕瓦尔的身后。切沃的球员沿着边路突进国际米兰的禁区后，面对前来补防的什克里尼亚尔，将球扫向了国际米兰的禁区中央。一个穿着切沃球衣的身影飞速插上，一脚捅射，洞穿了汉达诺维奇的食指关。只用了1分钟，切沃迅速的扳回一球，这是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下半场比赛第27分钟，比分来到了3比2，国际米兰暂时领先1个球，比赛越来越焦灼了。这时，小因扎吉再次做出换人调整，将卡瓦尼换下，换上了后卫丹布罗西奥加强防守。国米的阵型变成了4-3-1。比赛重新开始后，国米刻意的在中后场倒脚，把比赛节奏降了下来。切沃的球员纷纷压上，想要高位逼抢，奈何国际米兰这波球员的脚下技术非常不错，足球就在国际米兰中后场球员脚下穿来穿去。切沃球员着急的不行，却硬是抢不到球，越着急动作就越大。切沃的球员2次争抢犯规，经验丰富的坎特被踢倒后，在地上滚了足足1分钟。在队医上场后，经过简单的治疗，他才一瘸一拐的重新投入到了比赛中。时间就这样来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切沃的逼抢越来越疯狂，国际米兰的球员不断倒地。经过长达4分钟的补时，主裁判终于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小因扎吉挥动着拳头冲进了场内，与他的球员们一起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被罚下的布罗佐维奇更是在看台上掩面而泣，他的犯规差点毁掉了这场比赛。最后的10几分钟，看得你惊心动魄，生怕历史强大的惯性毁了所有的努力。好在历史没有重演，在你眼中，这不仅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更是对抗历史惯性的胜利。你礼貌地和切沃主席握手告别之后，径直往客队更衣室走去。推开更衣室的门，球员们正在唱着歌庆祝比赛的胜利。见到你的到来，球员们歌声没有停下来，抄起手里的运动饮料朝着你喷射过来。成了落汤鸡的你高举双拳，朝着队员们大声吼道 ：“Forza Inter, Forza Inter！” 球员们也跟着高呼了起来。在小因扎吉带着卡瓦尼、恰尔汗奥卢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后，这次客场之旅顺利的结束。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国际米兰因为净胜球和总进球数的原因，在同积3分的情况下，排在了热那亚、拉齐奥之后，位列第3名。前世这场比赛之后，国际米兰的排名是在降级区的18名。两世为人，作为资深内拉，能成为国际米兰的主席，你是妥妥的幸福。不过一种使命感更是涌上心头，国米重建之路任重道远啊！就在刚刚，穿越成为国米主席的你，完成了自己的第1场意甲联赛。国米在你的战术指导和鸡汤灌输下，成功改写前世历史，3比2客场战胜切沃。全新的国米也逐渐按照你的规划走上了正轨。时间很快就来到了9月4日，国米迎来了这个赛季的首个主场比赛，对手是帕勒莫。在你的授意下，国米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场比赛进行了预热，特别是你让人制作了一幅名为“国米前进永不停歇”的海报发在了官网上之后，更是在国米的球迷中将这场比赛的期待值推向了顶点。下午6点能容纳75000人的梅阿查球场已经快坐满，国米球迷已经制造了巨大的声浪，巨大的蓝黑旗帜也在漫天飞舞。一些国米死忠还在北看台上打出了巨大的 TOFI。这场比赛国米的阵容因为布罗佐维奇的红牌停赛，小因扎吉将巴雷拉提上了首发阵容，恰尔汗奥卢回撤和坎特搭档后腰，其余的位置没有做调整。这场比赛在主场作战，加上上场比赛艰难的取得了胜利，国米的球员信心大增。开场之后，国米球员拼抢非常积极，比赛活跃度很高，这更加刺激了现场球迷的激情，呐喊声、助威声不绝于耳。比赛第34分钟，萨拉赫在禁区内捡漏，打进了一个进球，球迷们更是在看台上玩起了人浪，现场气氛持续火热。上半场结束后，国米1比0领先。15分钟的中场休息结束后，巴勒莫率先换人，试图加强进攻，奈何国米的防守固若金汤，球员专注度很高，没给巴勒莫机会，反倒是国米利用巴勒莫全线压上的机会，不断的利用巴雷拉和佩里西奇的速度以及萨拉赫的突破打反击。比赛第65分钟和70分钟，短时间内国米抓住反击机会，卡瓦尼头顶脚踢连进2球，比分也来到了3比0，国米锁定胜局。由于下一场比赛是和尤文图斯的国家德比，小因扎吉一口气用了2个换人名额，换下了卡瓦，换上了哲科，换下了阿切尔比，换上了巴斯托尼。比赛第79分钟，巴勒莫利用国米人员调整的短暂磨合空隙，抓住什克里尼亚尔失误的机会，打进1球，巴勒莫扳回1分。不过之后的比赛节奏还是被国米牢牢掌控，巴勒莫没有获得什么绝佳进球机会。国米在迎来你这位新主席后，取得了新赛季开局2连胜，你内心很是满意。前世这场比赛，双方1比1战平。赛后国米依然排在了积分榜的第18名，这次可就不一样，2轮战罢，国米和尤文图斯两队同积6分，尤文图斯以1个净胜球的优势排名榜首，国米次之。第3轮便是尤文图斯和国米的对决，本来两队之间的比赛就是响当当的意大利国家德比，这个
赛季两队相同的积分，更是给了这场比赛极大的话题度。网上双方球迷已经炒作一团了。小三八，你们的冠军是偷来的，你们控制了整个意大利足球系统，但你们控制不了我们。你们的比赛是治疗失眠的良药，除了结果，你们一无所有。真正的冠军不会去踢意。尤文图斯的球迷也不甘示弱，没有电话门，你们的冠军陈列室得空一半。小国际，你们配得上意甲冠军吗？媒体也纷纷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展望。图片报刊登了天王山国家德比决定意甲未来走势，直接点明了这场比赛对两队的重要性。都灵体育报以伊瓜因争夺战失利，此消彼长。尤文踏平梅阿查为题进行了剖析，指出尤文图斯将获得比赛胜利。而国米这边在官网上发布了一张海报，我们不畏强敌。这场比赛你高度重视，虽然根据前世的记忆，这场比赛前世国米是2-1战胜了尤文图斯的，但现在国米的历史走势已经被打破了。你也非常担心这场比赛的结果，你本想不去过分干涉这场比赛，想看看小因扎吉在真实的情况下面对强队的表现，但是这场事关6分的比赛，你不得不重视。前世国米是靠着放弃控球权，坚决的快速反击取得了胜利，但这次你不仅想要取得胜利，还要碾压尤文图斯，打破尤文图斯的倒性。指导思想逐渐明确之后，战术就好办了。你立马驱车前往皮内蒂纳基地。此时，小因扎吉正在带领着球员们开展针对性的战术训练。你把小因扎吉叫到了战术分析室里。小因扎吉知道你又是来传经送宝了，立刻把训练交给了助理教练，快速跑了过来。因扎吉先生，对尤文图斯的比赛，你准备怎么安排？我准备以不变应万变。现在这套4-5-1阵型，或者说4-2-3-1阵型，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已经基本成型了。特别是经过上场比赛的检验，我很有信心，球员们也很有信心。小因扎吉说道：“尤文图斯肯定会对我们进行分析，照你的思路也不是不行，不过被针对性的安排，估计要取得胜利就需要一点运气了。这场比赛，我的想法是一定要取得胜利，还要是靠进攻取得的大胜，要碾碎他们的信心。那你觉得？”小因扎吉试探着问道。第一场比赛，最后我们变阵成了3后卫，我觉得效果还可以。这场比赛，我们其实可以出奇招，出场就打3后卫。闻言，小因扎吉思考着没有作声，等待着你的下文。主要还是抢夺中场的控制权，他们5名中场球员能力都不弱，我们中场的人数不能少，他们的任务很重。那锋线你还是单箭头，你说道。这时，小因扎吉看向你的目光不对，这才安排10个人了，这不还少1人吗？还有1个人作为前场自由人，进攻的时候投入到进攻中，防守的时候回到中场协助防守。你感觉到了小因扎吉那种看傻子的眼神，没有理他，接着说道：“主要阵型在3-6-1和3-5-1-1之间切换。”闻言，小因扎吉担心的说道：“我怕队员们这几天未必能适应新战术啊。”不要怕，相信我们的球员是能够做到的。你心里清楚这些球员的潜力是能适应过来的。仿佛是受到了你的感染，小因扎吉也渐渐的坚定了起来。时间一晃就到了比赛日，9月11日，梅阿查球场灯火通明，国米主场迎战尤文图斯。这场比赛是意甲本轮的重头戏，被意大利足协安排在了周日的晚场。这场比赛之后将会是国际比赛日，国脚们将会赶回国家队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所以意大利足协没有安排周一的比赛。国米这边小因扎吉按照你的建议派出了3-6-1的阵型，守门员汉达诺维奇，后卫什克里尼亚尔、阿切尔比、帕瓦尔，中场坎特、布罗佐维奇、恰尔汗奥卢、佩里西奇、萨拉赫、巴雷拉，前锋卡瓦尼。尤文图斯用的是这个赛季主打的3-5-2阵型，守门员部分，后卫巴尔扎利、博努奇、基耶利尼，中场阿尔维斯、赫迪拉、埃尔纳内斯、阿萨莫阿、埃弗拉，前锋迪巴拉、伊瓜因。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尤文图斯率先开球，他们没有试探，直接进攻，试图打国米一个措手不及。赫迪拉接到球后，一个过顶球，找到了快速沿着边路插上的阿尔维斯。阿尔维斯将球卸下后，面对布罗佐维奇的防守，将球一拨，巧妙地利用布罗佐维奇的重心外移，带着球往中路内切。注意力集中的坎特马上过来补防，和阿尔维斯形成了1/2球，都没有犹豫，奔着球底铲了过去。砰的一声闷响后，两人重重地撞在了一起。才开场1分钟，场上就出现了人仰马翻的情况。主裁判的哨声响起，尤文图斯的任意球。沃日，你大声吼道：“你看得很清楚，明明就是坎特先碰到球，阿尔维斯踢到了坎特的腿上。”国米的场上球员也不干了，围着主裁判讨说法。小因扎吉在场边对卓边裁咆哮，球迷更是响起了巨大的嘘声。面对国米球员的施压，主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还给情绪激动的巴雷拉口头警告。阿尔维斯开出任意球，引起国米禁区内一阵混乱，球权反复在双方球员脚下变化，全场都寂静了下来。你更是将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尤文图斯有球员摔倒，国米吃到点球。好在帕瓦尔将球踢出了边线，这才稍微缓解了一下国米禁区内的危机。尤文图斯开出边线球，国米球门前30米区域人员密集，没有太多机会。尤文将球传向了后场，先把球稳住，再组织进攻。比赛第6分钟，国米第一次取得了球权，坎特逼迫赫迪拉带球出了边线，布罗佐维奇快速开出了手抛球，坎特接球后快速转移给了前场萨拉赫，萨拉赫背对球门，倚住一名防守球员，将球回传给了前插上来的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顺势一拨，足球来到了跟进的布罗佐维奇的脚下，足球从国米的右路来到了左路，布罗佐维奇和佩里西奇来了一个2过2，一下子过掉了阿尔维斯和埃弗拉，布罗佐维奇面前一片开阔，同时萨拉赫、巴雷拉都在接应，卡瓦尼已经进入了对方禁区，而且已经倚住了博努奇，前场形成了4打4的局面。布罗佐维奇正要起球，赫迪拉从后方直接铲倒了他，布罗佐维奇抱着小腿在地上翻滚，主裁判吹停了比赛，把赫迪拉叫过来。如此明显的红牌动作，只是做了口头警告，这又引得国米球员的不满，现场的国米球迷哗然了，又是一阵嘘声。你手心里面已经全是汗了。裁判真是尤文图斯场上的第12人，顶层看台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戴着黑色毡帽、大大的墨镜遮了半边脸的人，看到这一幕也摇了摇头。
他没有跟着现场的球迷一起起哄，只是安静地看着球场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幕他感同身受，前不久他才遭受到了尤文图斯带来的侮辱。不错，这人就是马王爷马洛塔。比赛继续，恰尔汗奥卢站在了足球前面，布冯紧张地指挥着人墙的站位。卡瓦尼、什克里尼亚尔、阿切尔比等高个子球员已经在尤文图斯禁区里面，巴雷拉、帕瓦尔、佩里西奇等球员则在禁区线上埋伏着。主裁判哨声响起，示意国米可以开球了。恰尔汗奥卢助跑2步，将球开向禁区里面，但质量不高，是个低平球。尤文图斯的球员抢到了第一落地，将球破坏出了禁区。佩里西奇在争抢中头球摆渡到帕瓦尔方向，帕瓦尔迎球就一记凌空抽射，足球打在尤文图斯队员身上，发生了变线。布冯反应奇快，马上调整了重心，在球就要越过门线的时候，将足球挡了出来。阿切尔比补射，又被布冯神勇地扑了出来。但国米运气不错，这次球的落点还是国米球员卡瓦尼捡漏再射，这次布冯没有一点办法了，足球飞进了网窝。比赛第19分钟，国米1比0，国米球迷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布冯懊恼地看着球门的还在弹跳的足球，不过很快恢复了对比赛的专注，大声地对队友们吼着：“这是他们的运气球，伙计们，打起精神来，干倒他们！”基耶利尼也啪啪地拍了2下手，朝着队友们吼道：“都振作起来，都 TM 的振作起来！比赛还没结束呢。”主裁判鸣哨，尤文图斯开球，比赛重新开始。重新开球后，尤文图斯打得很有耐心，他们很会利用球场宽度，不断通过传球和跑位拉扯国米的防守阵型，试图找到国米的空档。但国米早有安排，中场囤积了重兵。尤文图斯的拿球队员每次拿球进入到了30米区域后，至少都会面临2个国米球员的包夹。场面上看似国米很被动，不过实际上尤文图斯却没捞到一点好处，甚至都没形成一脚有威胁的射门机会。尤文图斯的球员也不愧经验丰富，眼看通过传导足球没办法撕开国米的防守，就利用个人技术开始了强行突破。埃尔纳内斯在国米右侧肋部拿到球后，先是和阿尔维斯来了一个2过1，过掉了恰尔汗奥卢，接着他在一个假动作过掉了协防的布罗佐维奇。进入了国米的禁区后，面对帕瓦尔的盯防，埃尔纳内斯做了一个下底的假动作，然后迅速调整重心，往禁区中间一拨，跟上去一脚兜射，足球从缝隙中直奔国米球门。好在是个角度比较正的半高球，汉达诺维奇侧身稳稳地将球摘了下来。尤文图斯球员见这次进攻终结了，没有采取高位逼抢，纷纷快速回防。尤文图斯严格的战术纪律得到了良好的执行，看得出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汉达诺维奇见发动快攻的机会已经丧失了，也没着急，将球抛给了什克里尼亚尔。什克里尼亚尔带球，一边观察一边往前推进，还在示意队友们往上压。由于没人防守，什克里尼亚尔将球带了20米，才不慌不忙地交给了坎特。坎特见对方也不压上来逼抢，慢慢悠悠地带了2步，横传给了布罗佐维奇。布罗佐维奇又一脚过渡给了佩里西奇。国米中场的几名队员就这样在中圈附近做起了传接球练习。尤文图斯退防的深一点，就把球传过中圈；抢的凶一点，就把球传回自己半场。反正自己领先，尤文图斯都不急，自己急个毛线啊！比赛节奏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慢了下来。在这种非常缓慢的节奏中，上半场的比赛只剩最后10来分钟。场边，尤文图斯的主教练坐不住了，对着场上的尤文球员做着压上的手势，还不停地大喊大叫。得到了主教练的指示，尤文图斯阵型开始慢慢往前推。国米一点也不着急，不和尤文图斯缠斗，足球慢慢往后传，一点点的，尤文图斯的阵型被调动出来了。已经退到禁区前拿球的恰尔汗奥卢见尤文图斯的防守被调动的差不多了，将球传给身旁的坎特之后快速启动。坎特心有灵犀的将球传给了位置更加安全的佩里西奇。佩里西奇不停球，传给了前来接应的萨拉赫。萨拉赫被贴得很紧，没法转身，又将球回传给了已经高速奔跑的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往边路一个爆趟，过掉了前来防守的赫迪拉。尤文图斯的防守队员注意力已经成功的被恰尔汗奥卢所吸引，阵型也向着这个方向在移动。恰尔汗奥卢眼见有3名尤文图斯的球员即将对他形成合围，斜长传将球传到了尤文图斯的左路，那边是大片的开阔地。巴雷拉利用速度优势摆脱了盯防他的阿萨莫阿，拿到了足球，带了2步之后，他抬脚就是一个撩射，皮球带着强烈的旋转，直奔尤文图斯球门的死角。布冯不敢大意，腾空而起，单手将球拖出了底线。嚯！全场球迷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感叹。随后的角球，国米没有形成威胁，尤文图斯也没打成反击，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又陷入了中场绞杀，特别是尤文图斯的球员心态渐渐的着急了，动作越来越大，人仰马翻的场面频频出现。主裁判亮出3张黄牌才控制住场上的形势，尤文图斯的赫迪拉、阿萨莫阿和国米的佩里西奇分别受到了黄牌警告。上半场的比赛在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中结束，国米凭借卡瓦尼的进球暂时1比0领先。15分钟的中场休息结束后，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比赛第56分钟，赫迪拉和佩里西奇争抢一个1/2球，赫迪拉明显的一个蹬踏动作将佩里西奇重重的踢倒在地上，这个恶意犯规就在主裁判眼皮子底下，居然只给了有黄牌在身的赫迪拉一个口头警告。现场国米球迷掀起了巨大的嘘声和叫骂声，国米的球员找主裁判投诉无果，小因扎吉找第4官员的施压也没用，反而主裁判给情绪激动的小因扎吉一张黄牌。助教把愤愤不平的小因扎吉拉回了替补席，避免小因扎吉因为被出示黄牌火上加火被罚出场。
7分钟后，什克里尼亚尔和伊瓜因争抢球权，在双方谁都没有控制住球权的时候，伊瓜因脚下绊蒜，自己摔倒了。什克里尼亚尔拿好球，正准备打反击，主裁判的哨声响了。就在全场都以为主裁判要判罚伊瓜因假摔的时候，主裁判径直向什克里尼亚尔跑去，伸手掏牌，红牌，居然是红牌！你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成为国米主席，你发誓要带领球队统治意甲，称霸欧洲。于是你大刀阔斧重建球队，并利用穿越者的后世眼光，先后给球队带来了姆巴佩、哈兰德等一众青年才俊，可成王之路又岂会一帆风顺？就在国际米兰与尤文图斯的意大利国家德比比赛中，你第一次见识了比赛被裁判支配的恐惧。就在刚刚，什克里尼亚尔与伊瓜因在国米禁区内争夺球权，伊瓜因脚下绊蒜摔倒在地。正当什克里尼亚尔准备解围之际，裁判哨声响起，红点套餐。这个判罚瞬间点燃了炸药桶，国米球员围着主裁判要说法。刚刚平息情绪的小因扎吉也冲到了场边，对着主裁判口吐芬芳。这尼玛，任谁也受不了啊！现场的国米球迷这次除了嘘声之外，矿泉水瓶像手榴弹一样飞向场内。这尼玛太欺负人了吧！主裁判又是一声哨响，再次掏牌，黄牌。接着他又高高举起了红牌。小因扎吉主教练2黄变1红，也被罚出了场外。你在看台上目睹了场上的一切，心道坏了，不知道小因扎吉平时练习了10人应战了没有？这还踢个锤子！场面上的骚乱很快平息了，小因扎吉骂骂咧咧地走向了球员通道，什克里尼亚尔跟在小因扎吉后面，也是垂头丧气地往场外走去。不过国米的球迷却给小因扎吉和什克里尼亚尔报以热烈的掌声。国米这边迅速做出反应，换下卡瓦尼，换上巴斯托尼。国米还是保持3中卫的阵型，中场变成了5个人，萨拉赫被推到前锋线上，场上人数的均势被人为的打破了。尤文图斯取得了场上人数的优势，伴随着尤文图斯球迷的助威声，他们开始了对国米的围攻。国米不得已只能收缩防线，将后防线的篱笆扎得更紧。不过国米的门前开始险象环生了，先是伊瓜因的头球擦着横梁飞出了底线，接着是巴斯托尼门线前滑铲将迪巴拉的射门救了出来，再是汉达诺维奇神奇的2连扑，拒绝了伊瓜因的兜射和阿尔维斯的补射，捍卫住了球门。这段时间国米只能大脚解围，组织不了有威胁的进攻了。但国米场上队员众志成城，蓝黑意志坚强，力保球门不失。比赛也来到了最后10分钟，尤文图斯球员的心态也越来越急躁，打法也越来越简单了，要么45度斜传禁区进行高空轰炸，要么禁区外远射。好在国米的3个中后卫身高都比较高，尤文图斯的高空轰炸没起到什么威胁，而且国米禁区前和禁区内都挤满了人，尤文图斯的远射要么打在防守队员身上，要么直接飞出了底线。比赛第88分钟，尤文图斯又是一脚远射，被巴斯托尼挡了出来，足球落在了佩里西奇的脚下，佩里西奇倚住阿尔维斯，拉球转身一气呵成，将阿尔维斯甩在了身后，大步流星的带球往前冲去。刚过半场，赫迪拉补防过来了，佩里西奇和跑过来的萨拉赫做了个配合，摆脱了赫迪拉的防守。余光瞥见球场的另一端有一个高速插上的蓝黑身影，佩里西奇毫不犹豫地把球传了过去。另一个方向高速插上的是轻骑兵巴雷拉，巴雷拉接球后避开人员密集的中路，趁着尤文图斯边路防守没到位的机会，快速向尤文图斯的禁区方向推进。巴尔扎利忙不迭地朝着巴雷拉跑过来，想要掐断巴雷拉起脚射门的机会。巴雷拉跑动中做了一个假动作，巴尔扎利没吃这个假动作，依然挡在巴雷拉身前，巴雷拉只能将球往边线传去。压上来的帕瓦尔接球后无人防守，直接往底线杀去，随即他到3脚传到禁区中间，巴雷拉鬼魅地摆脱了巴尔扎利的防守，赶到了传球的线路上，拔脚怒射，足球势大力沉地贴着草坪朝着尤文图斯球门下角飞去，不缝补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贴地斩，球迷沸腾了，欢呼声响彻梅阿查，这球太 TM 解气了。巴雷拉兴奋地跑到看台下面，手指看台上的小因扎吉和什克里尼亚尔，这个球是献给你们的，我给你们报仇了。尤文图斯的球员则是面面相觑，巴尔扎利甚至已经双手掩面瘫倒在地上。巴雷拉的这个进球无疑是宣告了他们的死亡。看台上的你抿着嘴，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少一人打比赛真是太揪心了。好在小因扎吉是听了你的建议，对少一人作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顶层看台上，我的严严实实的马洛塔也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眼角甚至有些湿润。随着补时阶段，国米换上哲科，换下萨拉赫，消耗完了最后一点时间，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国米2比0艰难的战胜了宿敌尤文图斯。比赛结束后，梅阿查球场的新闻发布厅，小因扎吉红着眼第一个走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是巴雷拉，球衣没换，泥泞和草屑遍布全身，像是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士兵。在后面是什克里尼亚尔，穿着训练外套，脸色铁青。意甲官方新闻官刚念完开场词，小因扎吉就一把将话筒拽到面前，动作之粗暴。在这里，他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我首先要恭喜我的球员们，他们在今晚创造了奇迹，不是战胜了尤文图斯，而是战胜了裁判，战胜了意大利裁判委员会。他顿了顿，目光犀利地扫过全场。但在我谈论奇迹之前，我必须先谈论耻辱。今天场上发生的一切，我想大家都看到，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整个意大利足球的耻辱。台下开始骚动，新闻官试图开口，小因扎吉抬手制止了他。我想问几个为什么？上半场赫迪拉从背后亮鞋钉铲到布罗佐维奇，为什么就只是口头警告？下半场赫迪拉明显的蹬踏动作，为什么还是口头警告？为什么什克里尼亚尔一个正常的身体对抗却是直接的红牌？还有多少次我们的队员被踢得人仰马翻，怎么裁判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这是罗马斗兽场吗？说着，小因扎吉猛地拍桌，水瓶被震倒在地。然后是我被罚下，他的声音里透着压抑到极致的愤怒，原因我也不想再阐述。但最可笑的是什么？有些人以为这样做就能击垮我们吗？他的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他们罚下我们最好的中卫，赶走主教练，以为梅阿查会投降，可他们忘了这支球队的骨子里流淌着什么。
是蒙奇的铁血，是法切蒂的优雅，是萨内蒂的忠诚，是穆里尼奥那支3冠王在诺坎普10人应战时的步曲。他的声音在最后一刻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回荡在大厅每个角落。全场死寂。新闻发布会结束后40分钟，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媒体区，俱乐部主席杨硕将在总部办公室紧急会见媒体。这非同寻常，主席通常只在赛季开始和结束时发表正式讲话。深夜11点45分，国米总部8楼的主席办公室已对着3台摄像机平静开口：首先，我不会祝贺这场胜利，因为胜利是我们应得的，不值得祝贺。我要说的是关于这场胜利背后的代价。这是过去3个赛季国米在关键比赛中遭受的重大争议判罚统计：2014至15赛季7次，2015至2016赛季9次，本赛季才进行到第3轮，已经是第2次。3场比赛我们被罚下2个球员，如果1次2次是巧合，20次呢？如果只有我们是巧合，为什么罗马、那不勒斯、亚特兰大的球迷也在唱意大利足球已死？你顿了顿，办公室里的空气也跟着凝固了。今天什克里尼亚尔的离场，小因扎吉教练的被驱逐，不是偶然。我代表国米足球俱乐部正式宣布，我们将成立独立的法律团队，收集所有证据，向意大利足协纪律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如果不得到公正答复，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上诉至意大利奥委会乃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我要对那些躲在暗处的人说，你们可以偷走一场比赛，但偷不走100年历史；你们可以操纵裁判，但操纵不了人心。国米属于米兰城，属于全世界的内拉祖里，他们想让我们跪下，我们却学会了飞翔。凌晨1点半，梅阿查的主队更衣室，球员们陆续离开了。助理教练法里斯递给小因扎吉一杯浓缩咖啡。西蒙尼，足协的罚单明天就会到，罚款至少5万，禁赛至少2场，让他们罚。小因扎吉一饮而尽。有时候沉默就是共犯。今天如果我们不说话，明天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但你知道吗？今晚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我们的进球，而是在时刻被罚下那一刻，没有任何人慌乱。这是一支成熟球队的气质。正如刚才杨硕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学会飞翔。与此同时，这场比赛的余波随着媒体的报道持续发酵。米兰体育报头版10人国米赢得国家德比，裁判成为最大焦点，还发表一篇社论电话门幽灵笼罩。意大利足球的未来在哪里？都灵体育报则酸溜溜地写到国米的眼泪，输不起的抱怨。罗马体育报给出了相对中立的标题：意甲的癌症，国家德比引爆裁判问题。欧足联和 FIFA 官网也先后转发了米兰体育报的社论。更意想不到的是，包括罗马主席弗里德金、那不勒斯主席德劳伦蒂斯在内的多位俱乐部高层私下向媒体表达了对国米立场的理解。多年来积压的对裁判标准不一的怒似乎找到了突破口。面对哗然的舆论以及国米的强烈抗议，意大利足协和裁判委员会被搞得焦头烂额。当值主裁判被意大利足协主席和裁判委员会主席来了个男子双打，被批得狗血淋头的。刚从裁判委员会出来，阿里克谢的电话又打来了。当值主裁判皱着眉头接通了电话，刚想抱怨几句，想得到安慰，哪知电话那头传来了阿里克谢劈头盖脸的怒骂。阿里克谢发泄完了，当值主裁判狠狠地将手机摔在地上，摔了个4分5裂。你妈的，有钱有势了不起啊，大不了最后鱼死网破。3轮比赛之后，国米以3战全胜积9分，独占鳌头。接下来的国际比赛日之后，国米又一口气再下2城1比0战胜恩波利，哲科打进制胜球，3比0战胜博洛尼亚，卡瓦尼、萨拉赫、佩里西奇分别建功。5轮联赛之后，国米以全胜的战绩继续占据着积分榜的第1名，不过和后面的球队积分差距没有拉开。那不勒斯以5战4胜1平积13分，位居第2名。尤文图斯、AC 米兰以3分之差位居第3、4名。卡瓦尼打进5球，在射手榜上排名第2，仅仅比都灵队的贝洛蒂少1个进球。萨拉赫打进3个进球，也排在了射手榜的前10名。更有一个好消息，国米向意大利足协提出了抗议和申诉之后，在和恩波利的比赛之前，得到了意大利足协的回复，暂缓什克里尼亚尔和小因扎吉的停赛，召开听证会之后再做决定。第6轮，国米又迎来焦点战，客战罗马。10月3日，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国米客场挑战罗马的比赛在裁判的哨声中开始。比赛第22分钟，阿切尔比伤退被阿什拉夫换下，这位18岁的摩洛哥小将获得了第1次意甲比赛出场。阿什拉夫上场后，国米的阵型做了调整，帕瓦尔接替受伤下场的阿切尔比打中后卫，阿什拉夫打右边后卫。调整后的国米阵型出现了短暂的混乱。比赛第28分钟，罗马抓住机会，佩罗蒂利亚帕瓦尔头球破门，1比0，奥林匹克球场沸腾了。接下来的比赛，落后的国米反而被激怒了。比赛第35分钟，坎特在中场完成一次干净利落的抢断，将球分给了右路的萨拉赫。埃及人先是轻松晃过了上前逼抢的埃莫松，然后一个加速甩开了回防的内因格兰。面对罗马中卫马诺拉斯的补防，萨拉赫用一个灵巧的变向内切，在禁区弧顶处把脚怒射，皮球如炮弹般直挂球门左上角。罗马门将什琴斯尼边长莫及1比1，上半场以平局结束。下半场比赛开始，经过中场休息时，小因扎吉的吹风机吹风，国米像是换了一支球队。比赛第51分钟，卡瓦尼门前抢点打入1球，2比1，国米反超，罗马队随即疯狂反扑。比赛第63分钟，沙拉维禁区内接到弗洛伦齐的传中，一记侧身凌空抽射将比分扳平2比2。奥林匹克球场再次被点燃，罗马球迷看到了逆转的希望。小因扎吉看了看时间，做出第2个调整，他用哲科换下了体力下降的卡瓦尼。这个换人引起了部分球迷的疑惑，为什么用罗马旧将哲科？答案在比赛第71分钟揭晓，布罗佐维奇在中场抢断，将球传给了坎特，法国后腰带球推进，吸引了3名罗马球员的防守后，突然将球分给了右路插上的阿什拉夫。摩洛哥小将的速度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像一阵风般掠过罗马的左路防线，下底传中，禁区内哲科高高跃起，力压罗马后卫怒砸足球，
足球窜进网窝，3-2，进球后哲科没有庆祝，默默走回中圈。罗马队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比赛第78分钟，小因扎吉用坎塞洛换下达米安，坎塞洛同样完成了他的意甲首秀。比赛第82分钟，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又是坎特在中场的抢断，这次他将球传给了恰尔汗奥卢。土耳其人观察到哲科已经开始跑位，一记精准的过顶长传找到了波黑前锋，哲科用胸部停球，在罗马中卫吕迪格的贴身防守下强行转身射门，4-2，比赛悬念终结，还是没有庆祝。这位曾在罗马效力并深受球迷喜爱的前锋，用最职业的方式完成了致命一击。中场哨声响起时，奥林匹克球场一片寂静，国米的球员们拥抱在一起。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客场作战，主力中卫受伤，2度领先2度被扳平，但国米最终拿下了3分。你走下看台，在球员通道里迎接每一位球员。当小因扎吉走过来时，你握住了他的手。西蒙尼，你的临场调整很出色。小因扎吉笑道，哈哈，还不都是你之前给的建议。你看得出小因扎吉的执教能力在大幅提升了，特别是在临场指挥这一块。次日，你看着一份刚刚从法国传真过来的球探报告叫来了奥西里奥。奥西里奥，你看，你指了指桌上的球探报告，摩奈哥对蒂荣的比赛报告，还有对南特的，连续2场梅开2度，4个进球，是姆巴佩干的。奥西里奥快步走过去接过报告。作为体育总监，他看过无数年轻球员的爆发，但这份报告上的数据还是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基利安·姆巴佩对战蒂荣，第68分钟替补登场，第82分钟单刀破门，第93分钟远射世界波，触球22次，成功过人5次，射门3次全部射正。对战南特，首次法甲首发，第28分钟禁区内转身抽射得分，第61分钟长途奔袭挑射破门，全场跑动 11.2 公里，最高时速 34.7 公里每小时。我的上帝，奥西利奥的手指在最高时速 34.7 公里每小时那行数据上停顿了，这速度，这还是个孩子啊！奥西利奥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老板。老板，我必须向您道歉，3个月前我心里其实也觉得您疯了，但是现在，他摇摇头，笑容里带着自嘲和敬佩。现在我明白了，您的眼光真的很独到。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布兰卡和巴钦几乎是同时冲了进来，两人手里都拿着手机，脸上是如出一辙的震惊表情。你们看到了吗？布兰卡的声音在轻颤。法国队报的评分，姆巴佩2场都是全场最高分，他们称他为新亨利。不止，巴钦把手机屏幕转向你，英国 BBC 已经发了专题报道，还说切尔西准备报价8000万，言语之中隐隐透着如果真的有报价，国米可以白捡这8000万哦。其实作为重生者，你是知道姆巴佩是会在这个时间点爆发的，等到2018年世界杯后将会声名大振。现在的区8000万欧远远不是出售姆巴佩的时间点。既然3个负责转会市场的总监都在，你当即决定借此机会明确姆巴佩的事情。我想经过媒体的渲染，姆巴佩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这里我要明确一下，第一，摩奈哥这边之前的租借合同上就写明了姆巴佩表现的激励条款。奥西里奥，你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摩奈哥方面沟通，要让姆巴佩多上场，多参加法甲，甚至代表摩奈哥参加欧冠的比赛，积累比赛经验。第二，其他豪门会来试探。布兰卡，如果有俱乐部直接联系你询问姆巴佩的情况，统一回复国米对球队的未来规划非常明确，不讨论任何关于姆巴佩的转会可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姆巴佩自己的心态。一个17岁的孩子突然成为全欧洲的焦点，他会膨胀，会迷失，会被媒体和经纪人包围。你看像巴钦，你亲自去一趟摩纳哥，不要以俱乐部官方的身份，就说是顺路考察，和姆巴佩吃个饭，告诉他3件事：一是我们为他感到骄傲，2是保持专注，赛季还很长，3是也是最重要的，明年7月梅阿查在等他。巴钦郑重的点头，我明天就出发。在第7轮比赛前，意大利足协组织了听证会，对国米上针对什克里尼亚尔和小因扎吉在国家德比中的红牌判罚进行了听证。国米提供了大量的视频证明资料和厚厚的一沓纸质材料，由奥西里奥和法律顾问法布里代表国米参加听证会。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即便是官僚主义横行的意大利足协也低下了头。第二天，意大利足协发布公告，对外宣布了听证会的情况和最终的处理意见，取消了对什克里尼亚尔的红牌处罚，但维持了对小因扎吉的红牌处罚，对当值主裁判进行了停赛10场的处罚。你对意大利足协的改判结果还是不服气，还想继续上诉。不过萨内蒂、柏林布鲁克甚至是莫拉蒂都劝你就此结果，还是要把精力放在球队的运营上来，你这才勉强忍下这口气。很快时间来到了意甲第7轮国米主场对阵卡利亚里的日子。这场比赛执行了意大利足协对小因扎吉的处罚决定，小因扎吉坐上了看台遥控指挥，替补席上由助理教练进行指挥。你本以为现在的国米已经走上正轨了，没有到现场看球，而是偷偷回到了国内。结果国米这场比赛爆了个大冷，1-4输给了卡利亚里。卡利亚里这边开场15分钟之内闪电打进2球，国米迫不得已压上进攻。上半场结束前又被卡利亚里偷了一个。上半场结束时，国米已经是0-3落后了。下半场卡利亚里摆起了大巴，虽然哲科打进一个头球，就在国米士气大振的时候，又被卡利亚里打反击进了一个。这个球彻底击溃了国米的士气，最终国米爆了个大冷，比前世的这场比赛输得还惨。看台上的小因扎吉目睹了场上的惨案，简直破了大防。现场75000名球迷本来是想一睹球队的胜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球队全场辣眼睛的表现，整个梅阿查球场嘘声四起。看到媒体爆出来的比赛结果，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翻了翻手机，没有收到俱乐部任何一个人
人的信息，心里暗骂道：一群报喜不报忧的狗东西。随即，你给小鹰扎吉发了条信息，把比赛录像发给我。你坐在电脑前，从头到尾仔细看起了这场比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比赛阵型、战术打法以及球队的精神面貌来看，其实都没有问题。这场比赛问题出在汉达诺维奇身上，对方的射门只要在门框范围内，汉达诺维奇都是目送皮球入网。这个汉达诺维奇啊，还是和前世一样神几场，然后莫名其妙的鬼一场。你叹了口气，这个不能责怪小鹰扎吉，也不能过分责怪汉达诺维奇，只是现在看来整个球队的短板就是在守门员这个位置，看来还得加强守门员这个位置的人员配置啊。你再一次调用头脑中前世的球员数据库，好的门将太多了，但是流入转会市场就那么多，德赫亚、多纳鲁马等区几个，而且转会费、签字费和工资还高的吓人，强行挖角看来是不行了。你闭上眼睛，舒服的靠在沙发上。对啊，不是还有奥纳纳吗？如果没记错，现在的奥纳纳应该刚刚年满20岁，就是这个赛季刚刚在阿贾克斯打上主力。虽然前世奥纳纳只在国米效力过一个赛季，就是这赛季奥纳纳在意甲大杀四方，不仅完美的接班了汉达诺维奇，还因为他优异的出球能力改变了国米的打法，甚至对后来门将的定位都有深远的影响。东窗，这个东窗就一定要拿下奥纳纳，趁着他现在身价还不高，搞定了现在才20岁的奥纳纳。以守门员的服役年限，国米的球门应该未来15年以上是稳固的。你当即给奥西里奥发了一条信息，阿贾克斯的守门员奥纳纳持续关注，东窗引进。奥西里奥回复道：好的，马上安排球探去荷兰。做完这些，你来到了江苏舜天的基地，考察起了国内青年球员，看看能不能去国米试训。成为国米主席的你，经过一个夏天对国米大刀阔斧的重建，终于让一支崭新的国际米兰重回正轨。联赛中力拔尤文，让国米独居榜首。可就在你以为球队将保持连胜状态时，国米却爆了个大宝，1比4输给了卡利亚里。来不及遗憾，你立刻抽空回到了国内，来到了江苏舜天的训练基地。如果能够在舜天队里面能挑选出1-2个球员加盟国米，哪怕是青年队，对于国米开发国内市场是大有裨益的。在观看了一节舜天青年队的训练课后，你找教练要了黄子昌和王楚奇平时的训练视频和参加青年队比赛的视频，便离开了训练基地，回到意大利。刚好是国际米兰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的比赛。这场比赛，阿切尔比受伤不能出战，小鹰扎吉把帕瓦尔安排在了中后卫位置，阿什拉夫首发打右后卫，卡瓦尼轮休，哲科首发，其他位置没有变化。整场比赛兵不血刃，假蓝黑国际米兰3比0客场战胜了真蓝黑亚特兰大。哲科、恰尔汗奥卢、萨拉赫分别为国际米兰建功。8轮联赛结束后，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同样以8战7胜1负积21分的成绩并列榜首， AC 米兰以2分之差排在第2名。不过从总体上看，国际米兰不仅在和尤文图斯的直接对话中战胜了对方，在8轮比赛下来，国际米兰展示出来的战术更加丰富和先进，打法更加立体，进球数量更多，进球球员的分布也更广。米兰体育报以国米复苏，北方3强重新统治意甲为题刊文分析了联赛的形势，指出这个赛季国际米兰更换了老板，重建了球队，一改前几个赛季打酱油的角色，重新对联赛冠军发起了冲锋。图片报则从球员身价的角度对国际米兰进行了剖析，指出下窗国际米兰几乎是全部重建球队，以低成本引援，实现了球队的迭代升级，几乎整支球队球员的新1期德转身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他们还特别指出了国际米兰外租的姆巴佩不能忽视，虽然转会窗口没有打开，但针对国际米兰球队的转会传闻四起。巴斯报，巴黎有意国米恰尔汗奥卢有望东窗转会。世界体育报，巴斯托尼引起曼城关注，有意东窗3000万引进。在欧战赛场上，国际米兰也是彻底扭转了前世的颓势。欧联杯小组赛第一轮，在主场1比0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第二轮开始前，你就找到了小鹰扎吉和基辅，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你觉得欧联杯的比赛意义不是很大，即便是获得了冠军，影响力也不大，还不如把欧联杯拿来给年轻队员刷经验。所以你坦诚地告诉了小鹰扎吉和基辅，欧联杯的比赛要让一些二队的球员参加，增加二队球员的比赛经验。对阵布拉格斯巴达的第二轮比赛，小鹰扎吉抽到了二队的维尼修斯、迪马尔科、阿尔瓦雷斯、金彭贝出战，而一线队的巴斯托尼、坎塞洛、巴雷拉等年轻球员进入了首发名单。比赛效果还不错，这批有天赋的球员完全是一点就透，毫不怯场，和布拉格斯巴达队在场上打得有来有回，最终双方打出了一个冰球比分4比4，被对方打进4个进球，完全是这些球员比赛经验不足导致的。维尼修斯在这场比赛中利用个人技术和速度打进了一条龙进球，坎塞洛有攻有防，做得相当不错。金彭贝的防守站位和后场出球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只是第一次和巴斯托尼搭档中后卫，默契程度上还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小鹰扎吉对场上局势的把握也越来越显得游刃有余。3天后，在莫拉蒂的牵线搭桥下，你见到了日思夜想的马洛塔。在莫拉蒂的府邸，你迫不及待开门见山：马洛塔先生，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我的敬意，以及国际米兰对您能力的迫切需求。我们不需要一个官僚，我们需要一位建筑师，一位能重新为这家百年豪门打下坚实地基的设计师。马洛塔向后靠近沙发深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这是典型的防御姿态。杨先生，你的赞赏让我受宠若惊，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我的过去，在都灵的那段漫长岁月，就像纹身一样刻在我的履历上，在黑白条纹间浸染了这么多年，突然换上蓝黑尖条衫。他苦笑了
一下，接着说道：“更衣室会怎么看我？北看台的死忠球迷会怎么想？董事会里的元老们又会投来怎样的目光？这些隔阂是必须要考虑的。”闻言，你直视着马洛塔眼底的疑虑：“您说的这些，我都思考过无数次。我只想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成功才能让所有人闭嘴。”你顿了顿，不给马洛塔反驳的机会，继续说道：“国际米兰看中的正是您的专业素养，我们需要的不是尤文图斯的马洛塔，也不是桑普多利亚的马洛塔，而是足球世界所向无敌的马洛塔，那个能搭建冠军球队、平衡财政、着眼未来的管理者。”你的语气愈发激昂：“我来到这里要建立的是一支伟大的国际米兰，用重要的冠军来做注脚的伟大球队。我相信您，也请您相信我，我们可以共同开创这一切。”马洛塔的眼神微微闪动，交叉的手指松开了血。你的话精准地刺中了他内心深处的不甘与报复。在尤文后期，阿里克谢·阿涅利的无端刁难，安德烈亚·阿涅利的不闻不问，和面前谦逊的、雄心勃勃的你比起来，马洛塔感受到了尊重，找回了尊严。而男人的尊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事业上的成就。此刻，久经风雨的马洛塔莫名的感觉鼻子酸酸的，但他很快稳住心神。但是，我与尤文图斯的解约协议中有竞业禁止条款，如果我立刻在意甲其他俱乐部任职，尤文有权索赔500万欧元的违约金。国际米兰董事会会愿意为我的过去支付这笔额外的代价吗？闻言，你终于露出今晚第一个舒展的笑容。500万欧元吗？马洛塔先生，如果您愿意加盟，这500万违约金，国际米兰来买单。这500万不是买断您的过去，而是投资我们的未来。在我看来，能用500万锁定一位能为我们带来超过70倍、100倍价值的管理大师，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买卖。马洛塔感觉自己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被这句斩钉截铁的承诺彻底击碎。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激情，更有与之匹配的胆识和执行力。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马洛塔低下头，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复杂的职业生涯，看到了在都灵的荣耀、挣扎与耻辱，也看到了一个崭新而充满挑战的蓝黑未来。风险巨大，但机遇或许此生仅此一次。终于，他长舒一口气，站起身向你伸出手。杨先生，你不仅说服了我，而且震撼了我，我愿意接受这份挑战。马洛塔言毕，已绽放出了笑容，心道：终于妥了。拿下马洛塔，其战略意义不亚于签下一位超级巨星。你紧紧握住他的手，欢迎，我会给你最大的尊重和权限。我们放手一搏，开启一个属于国际米兰的大时代。随即，你调动国米多名管理层高管，要求迅速处理马洛塔违约金事宜。这段时间，国际米兰在联赛中取得了3连胜。第9轮3-0战胜了都灵，卡瓦尼、哲科各进1球，夏尔汉奥卢打进1个点球。第10轮2-1艰难战胜桑普多利亚，萨拉赫、哲科建功。第11轮5-0大胜克罗托内，萨拉赫独中2元，卡瓦尼、巴雷拉、巴斯托尼各进1球。11轮比赛结束后，国际米兰以11战10胜1负的战绩高居积分榜第一。尤文图斯输掉了和 AC 米兰的对决，以3分之差排在第2名。罗马、AC 米兰、那不勒斯、拉齐奥分列3到6名。这3场比赛，小因扎吉将逐渐适应意甲的坎塞洛的比赛时间增加了，特别是第11轮，坎塞洛第一次打上了首发，效果还不错。欧战赛场上与南安普顿背靠背的2场欧联杯比赛，国际米兰依然安排的是2队的小妖和1队的替补出战，2场比赛1胜1负，比分都是1-0。为国际米兰取得进球的是2队的维尼修斯。欧联杯4场比赛结束后，国际米兰以2胜1平1负的战绩排在小组第2，这个成绩也还说得过去，毕竟不是主力球员参加的。你对欧联杯没什么期望，反正是以锻炼新人为主，只要不像前世那样难看的离开欧联杯赛场就行了。这期间，你接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电话，是阿森纳主教练大名鼎鼎的温查千温格打来的。温格先是祝贺了国际米兰新赛季在你的带领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话题一转，有意无意地问了问金彭贝的情况，表示2个球队可以加强合作。你对温格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问询不置可否，说了些原则性的话，算是打发了温格。在前世的记忆里，温格执教完这个赛季，还有1个赛季就要离开兵工厂。想到这里，你无限唏嘘，温格也算是为阿森纳鞠躬尽瘁了，离开的时候却是那么的狼狈。不过，你并没有打算和温格做生意，毕竟温格是出了名的抠门，榨不出多少油水。有了温格的电话，你相信通过欧联杯的比赛，2队的小妖们肯定引起了欧洲各大俱乐部球探的注意，这是好事情。毕竟国际米兰一个队也用不了这么多球员，其中一部分是要当成是大面额的代金券。2016年11月21日，米兰圣西罗球场，国米以客队的身份迎来了你成为主席后的第一次的米兰同城德比。北看台的蓝黑与南看台的红黑，如同2道对撞的汹涌潮水，口号、歌声、燃烧的烟雾，将这个意大利足球的圣殿变成了古罗马斗兽场。这不仅仅是积分榜上第1名与第3名之间的较量，这是关乎这2支球队的尊严，是一场不用动员的比赛。国际米兰更衣室里，小因扎吉用力拍打着战术板，眼睛扫过每一张面孔。这里是梅阿查，在德比面前，积分、排名、过往战绩全是狗屎。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他们记住谁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刚刚伤愈复出的什克里尼亚尔默默地将绷带缠紧，帕瓦尔对着镜子整理着崭新的蓝黑球衣，眼神锐利。阿什拉夫深吸一口气，口中念念有词，这是他的第1场米兰德比。你出现在了看台上，旁边是萨内蒂等人。本场比赛，国际米兰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汉达诺维奇，4个后卫从左到右分别是坎塞洛、帕瓦尔、什克里尼亚尔、阿什拉夫，2个翼卫萨拉赫、佩里西奇，双后腰坎特、佩布罗佐维奇，夏尔汉奥卢担任前场自由人，中锋卡瓦尼。主裁判一声长哨，比赛开始了。由国际米兰率先开球，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高速对攻的节奏。国际米兰凭借中前场强大的技术能力，牢牢掌控着初期球权。比赛第3分钟，萨拉赫右路拿球，面对罗德里格斯的防守，果断内切2步后
传中，米兰后卫罗马尼奥利抢到第一点将球顶了出来，外围坎特得球直接远射，足球稍稍高出横梁，国米开场就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攻门。比赛第5分钟，坎特铲抢伯纳文图拉，干净利落，布罗佐维奇接应得到球权后迅速分到左边佩里西奇快速推进后传中，卡瓦尼前点头球抢点，球滑门而过。开场后，国际米兰的攻势如同潮水，一波接一波的进攻压得 AC 米兰有点措手不及。终于进球到来，比赛第7分钟，恰尔汗奥卢在右路赢得一个角球，随即他亲自主罚将球开向米兰禁区前点，卡瓦尼摆脱了库斯卡的盯防，头球破门，国际米兰1比0领先。年轻的多纳鲁马对这球毫无反应，圣西罗球场北看台瞬间变成了翻滚的蓝色海洋。领先后的国际米兰并未退守，反而逼抢更凶，坎特在中场无处不在，屡次断球发动反击。比赛第26分钟，又是坎特在中场线附近从尼昂脚下断球，他第一时间交给布罗佐维奇直接长传找卡瓦尼用身体扛住罗马尼奥利，胸部停球后转身，罗马尼奥利且战且退，不敢轻易下脚。见状，卡瓦尼在大禁区弧顶直接起脚重炮轰门，世界波，卡瓦尼梅开2度，国际米兰2比0领先 AC 米兰。AC 米兰的球员有些猛了，急得蒙特拉在场边焦急地喊着什么。比赛第33分钟 ，AC 米兰试图从中路强攻，库斯卡带球推进，坎特可不惯着他，只见坎特精准的下脚把球捅走了，但同时库斯卡摔倒在地，主裁判明哨了，他向坎特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坎特本赛季吃到的第1张黄牌。这个判罚引起了国米球员的不满，他们迅速围住了主裁判，不敢说这球没有身体接触，但并不是个黄牌动作。主裁判没有理会国米球员，判罚依旧，这对于国际米兰的中场防守来说是个隐患。坎特是屏障，他需要控制动作。上半场剩余时间，比分没有再被改写，国际米兰带着2比0的领先优势进入中场休息。整个上半场，国际米兰踢出了近乎完美的比赛，进攻端效率奇高，防守端组织严密，小因扎吉的战术布置完全压制了蒙特拉。经过15分钟的休息，下半场开始 ，AC 米兰做出了换人调整，巴卡被换下，换上冲击力更强的拉帕杜拉。比赛第48分钟 ，AC 米兰的进攻，苏索在右路拿球内切后突然送出一脚直塞，拉帕杜拉斜插抢在帕瓦尔之前拿到了球，形成单刀机会。面对汉达诺维奇，拉帕杜拉轻松推射 ，AC 米兰扳回一城，比分变成了2比1。蒙特拉的换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AC 米兰士气大振，逐渐找回状态。比赛第54分钟 ，AC 米兰卷土重来，伯纳文图拉在左路与尼昂打出2过1配合突入禁区，情急之下，阿什拉夫侧面伸脚企图断球，伯纳文图拉轻巧一扣，随即倒地点球。主裁判手指向了点球点，并向阿什拉夫出示了黄牌。这球，阿什拉夫展现了年轻球员防守经验不足的问题，出脚过于鲁莽。伯纳文图拉明显故意找接触，但判罚已经无法更改。AC 米兰获得了点球良机，苏索轻松罚进点球2比2。AC 米兰在短短10分钟内连入2球，梅阿查球场一片哗然，南看台的红黑球迷陷入了疯狂。从2比0到2比2，国际米兰的场上球员明显出现了情绪波动，失误开始增多。AC 米兰攻势如潮。比赛第61分钟，小因扎吉做出换人调整，哲科换下表现出色但也体力消耗巨大的卡瓦。比赛第67分钟 ，AC 米兰后卫帕莱塔在中场一次凶狠的飞铲放倒了正准备反击的萨拉赫，主裁判果断向他出示黄牌。比赛第70分钟，拉帕杜拉力压坎塞洛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国际米兰逃过一劫。下半场上场的拉帕杜拉差点成为 AC 米兰的英雄。这段时间 AC 米兰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国际米兰的防线风声鹤唳。比赛第75分钟，小因扎吉再次做出换人调整，巴雷拉换下了恰尔汗奥卢，阵型从4-2-3-1变为更均衡的4-3-2-1，意在加强中场拦截和跑动。巴雷拉站在了后腰的位置上，调整似乎稳住了局面，双方进入焦灼的拉锯战，互有攻守，但绝佳机会不多。比赛第80分钟 ，AC 米兰的角球被汉达诺维奇双拳击出，外围坎特拿到球迅速分给右路的坎塞洛，国际米兰的反击机会，坎塞洛带球长途奔袭，巴雷拉高速前插，哲科和佩里西奇也在跟进，扯开对方防守球员，国米获得3打3机会，坎塞洛出球精准的找到了巴雷拉，巴雷拉利用速度甩开了最后的防守球员，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多纳鲁马，巴雷拉无私横传，佩里西奇拍马赶到，面对空门轻松推射，国际米兰3比2再次领先 AC 米兰。国米这次反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只用了不到15秒的时间。北看台的国米球迷在沉寂了40多分钟后，再次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贵宾厅内，你与身边的萨内蒂紧紧拥抱，这个进球价值千金。同时，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詹皮耶罗文图拉在看台上，目光紧紧锁定冷静横传的巴雷拉。比赛第82分钟 ，AC 米兰中场洛卡特利因为抱怨判罚，对主裁判出言不逊，吃到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AC 米兰雪上加霜，在最后时刻要少一人作战。最后10分钟，少一人作战的 AC 米兰虽然倾巢而出，但已无力回天。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国际米兰在主场3比2力克 AC 米兰，赢得了这场关键的城市德比。对于国际米兰，对于所有内拉族里，这不仅仅是一场德比胜利，更是一针强心剂，一个明确的信号。那支骄傲的、不屈的、敢于向任何对手亮剑的国际米兰正在回来。与此同时，在米兰城另一端的豪华公寓里，马洛塔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梅阿查球场的方向。也许来国际米兰真的是一个正确的，甚至是最正确的选择。米兰德比之后的第2天。
天，你闲来无事刷起了手机，翻看起了欧洲各路媒体关于米兰德比的新闻。西班牙马卡报，皇马主教练齐玄宗齐达内高度评价了国米3中场恰尔汗奥卢、坎特以及布罗佐维奇的组合，说他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麾下的典礼3中场。曼联传奇主帅弗格森爵士在其为《泰晤士报》撰写的每周专栏中提到，意甲觉醒与领袖力量。我们总是谈论球队的性格，性格从哪里来？从更衣室来，从教练席来，也从董事会来。我注意到几个细节：卡瓦尼打进2球被换下时，用力拥抱了替换他的哲科，并在场边大声为队友鼓劲直到结束。他们的后腰之一的布罗佐维奇几乎跑动了13公里，每一次丢球后都第一时间反抢。还有打入制胜球的佩里西奇，他在进球后指向了为他助攻的年轻队友巴雷拉。这些细节告诉我，这支球队的更衣室是健康的、团结的，充满求胜欲的。西蒙尼因扎吉的工作是杰出的，作为一名年轻教练，他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他在压力下做出的换人调整，直接决定了比赛。接下来，你又看到了利物浦、巴塞罗那、多特蒙德等球队的名宿或直接或间接对国际米兰表现的评论，基调惊人的一致，惊讶、赞赏、警惕，引起这么大面积的关注。看来国际米兰后面的比赛不好踢了。本来你不再准备看下去的时候，接下来的一条新闻瞬间吸引了你的眼球。这是《太阳报》的一条花边视频新闻，旺达炮轰巴黎，伊卡尔迪未获支持，是金球级球员遭埋没。老熟人旺达在参加一档意大利本土的晚间脱口秀节目时，面对主持人的特意关心，他如同打开了闸门的洪水，火力全开，炮轰大巴黎。毛罗在巴黎很努力，他正在适应一种全新的、复杂的足球，但有时候，我觉得外界对他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射手，他是为进球而生的机器，是金球奖级别的球员。金球奖3个字一出，现场观众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吸气声，连主持人的笑容都僵了一下。可他现在得到的是什么？旺达的语速加快，球队的战术并没有围绕他展开，某些队友似乎更愿意自己射门，而不是把球传到最危险的位置。当毛罗跑出空位却得不到传球时，你们知道那有多令人沮丧吗？他巧妙地停顿，留下无尽的暗示，然后继续。巴黎是家大俱乐部，但大俱乐部更应该知道如何保护和使用自己的顶级资产。毛罗的价值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支持太少了。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我们不得不考虑所有的选项。他的职业生涯黄金期不能被浪费在错误的体系里。前世记忆里的旺达故事会在以最熟悉的方式拉开了序幕。不过这次是巴黎圣日耳曼成了旺达嘴下的亡魂。你暗自吸了一口凉气，也暗自庆幸，还好，幸亏下手及时，不然国际米兰就要成为旺达炮轰的对象。八卦新闻看够了，让人头疼的消息立马传来，萨内蒂打电话来了。尤文的阿里克谢阿涅利不接受马洛塔的违约金，萨内蒂一行人在尤文备受刁难。你听着萨内蒂在电话里压抑着颤抖和愤怒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知道了，哈维尔，辛苦你，受委屈了。你的声音平静的可怕，这件事我来处理，你休息2天。24小时后，都灵尤文图斯总部会议室，你平静地坐在安德烈亚阿涅利对面，阿里克谢阿涅利则还是那副漫不经心、居高临下的样子。杨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关于马洛塔先生的违约金，我们的立场很明确，说个数。你直接打断了安德烈亚阿涅利的话。阿里克谢阿涅利没想到你如此直接，愣了一下，随即扬起下巴。很好，你的态度我很喜欢。随后他慵懒地伸出了3根手指，你轻轻笑了，那笑容让阿里克谢阿涅利莫名有些不舒服，那是正常人对傻叉的嘲笑。你继续。你扬了扬头，很不屑地对着阿里克谢阿涅利说道：3000万欧，要想我们接受违约金，1分不能少。阿里克谢阿涅利有点怒了，声音提高了不少。你站起身，不再看情绪几乎要失控的阿里克谢阿涅利，直接面向安德烈亚阿涅利，下达最后通牒。安德烈亚阿涅利主席，我给您，也给尤文图斯俱乐部2个选择。第一，我们回归专业，500万欧违约金，了结此事，今后在转会市场上，我们或许还能有基于尊重的对话。第二，我现在就授权我的律师向尤文图斯俱乐部指定的账户全额支付500万欧元的违约金，后面的事情我们法庭上见。马洛塔，我是要定了，不过从此之后，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恩断义绝。至于你，阿里克谢阿涅利先生，收起你那套过时的贵族把戏，论家世背景，我可不比你差。说完，你不再等待对方的反应，对萨内蒂说道：通知财务和法务，立刻执行第2方案，全额支付。我们走。你转身离去，留下阿里克谢阿涅利那张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精彩纷呈的脸。安德烈亚阿涅利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冲动傲慢的阿里克谢阿涅利又把事情办砸了。返回米兰的车上，你收到安德烈亚阿涅利的短信，大意是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是友好的俱乐部，不能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尤文图斯愿意接受国际米兰触发马洛塔的违约金。你算准了尤文图斯不会和国际米兰撕破脸皮，毕竟尤文图斯只是阿涅利家族的一个产业而已。在华夏，阿涅利家族的投资还多得很，撕破脸皮之后，在华夏谁狙击谁就不好说了。萨内蒂看着短信，笑得很解气，他看向你的目光中，敬意不知不觉又多了几分。返回米兰城之后，你立即着手了马洛塔的签约，随后你携马洛塔以及萨内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了马洛塔的加盟。这可在意大利足球圈甚至欧洲足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ESPN 以意甲权力转移为题进行了深度报道。米兰体育报，国际米兰得到最重要的冠军拼图。文章指出，马洛塔加盟国际米兰绝非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它是一次具有战略威慑力的行业事件，直接影响了意甲的竞争格局，并重新定义了国米在欧洲足坛的形象和野心。图片报刊文回顾了马洛塔此前在尤文图斯长达6年的任职期间，2010至2016，一手主导了球队从电话门后的低谷重建到重新统治意甲并打进欧冠决赛的辉煌历程，并强调国际米兰的这笔签约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意甲内部的权力平衡。新闻发布会后，已召开了
了国际米兰高层会议，宣布了人事任命。马洛塔担任国际米兰常务副主席，并兼任国际米兰的 CEO， 负责国际米兰的球队建设运营。原 CEO 柏林布鲁克担任俱乐部高级顾问，萨内蒂继续担任国际米兰副主席，主要负责国际米兰全球形象推广和新球场的建设事宜。至此，国际米兰最高管理层组建完毕。下午，马洛塔就来到了你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主席，经过今天上午我对球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想当面给你做个汇报。见马洛塔如此之快的就进入了工作角色，你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请讲。马洛塔看着笔记本上他自己做的笔记，正色道：通过我今天上午对球队阵容和人员以及这个赛季前12轮比赛的分析，我觉得球队至少有2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目前这套阵容守门员是短板，汉达诺维奇是一名优秀的守门员，但他的持续输出能力不行。从这几个赛季和这个赛季的前几场比赛来看，他在持续几场高光表现之后，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断电1-2场，而且守门员的位置非常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加强的就是这里。马王爷的眼光确实毒辣，虽然这个问题你早就发现了，也做了一定的安排，不过为了不打消马洛塔的积极性，你给马洛塔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目光，示意他继续说。马洛塔感受到了你的赞许和鼓舞，声音不禁也激昂了一些。球队的第2个问题，之前您对媒体所说的要培养打造金球奖球员，在这一块现有的球员基础还很薄弱，要实现这个目标，这块工作还要拿上手来抓，特别是现在 C 罗和梅西轮流坐庄垄断金球奖的大背景下，要有出类拔萃的球员才行，这一块还是你之前所忽略的问题。依你之见，这2个问题如何破题解决？马洛塔早有准备，这第1个问题直接引进一个有潜力的守门员就行了，这个问题不大，具体的人选我觉得隔壁年轻的守门员多纳鲁马就很不错，还有其他人选吗？你觉得引进多纳鲁马的可行性并不高，而且他还有个非常难对付的经纪人拉伊奥拉，今年夏窗刚转会到罗马的阿里松。马洛塔脱口而出，这个球员的天赋也很高，现在在适应意甲的比赛节奏，如果能完成过渡，未来他的上限将会很高的。你满头黑线，不会吧？这是死逮着罗马薅羊毛啊！夏窗已经挖来了坎特、萨拉赫、哲科，再挖阿里松，罗马都要被挖垮了。再说了，国际米兰也不能成为罗马2队啊！还有吗？你问道。葡萄牙本菲卡的埃德松，马竞的奥布拉克。马洛塔对答如流。阿贾克斯的奥纳纳怎么样？你再次发问。这个球员我还不了解，我马上回去了解一下。马洛塔说道。那第2个问题呢？马洛塔沉着镇定地回答道：2个方案，一是直接挖梅罗，不过价格肯定高的咬人，我建议直接否了。第2个方案，收购1-2个有潜力的球员，球队倾斜资源，重点培养，就像皇马之于 C 罗，巴萨之于梅西一样。有意向的人选吗？现在一队没有现成的人选，我觉得切尔西的阿扎尔和热刺的哈里凯恩比较适合。马洛塔说道。在前世的记忆中，阿扎尔和哈里凯恩确实在后面进入了金球奖的前10名，但不足以夺得金球奖，而且现在的2位正是切尔西和热刺的当家头牌，挖的成本高，难度大。虽然可以看出马洛塔的确实有眼光，但是你心里还是直接否定。萨拉赫呢？你知道几年后萨拉赫成长为了法老王，将和阿扎尔、哈里凯恩一个级别的。非洲球员不好说，不过现在看还差点意思。马洛塔说道。你想了想措辞，淡淡的说道，这个事情暂不着急。其实我们今年夏天引进了不少年轻的天才球员，大多在2队和下面的梯队，还有一个租借在法甲的摩纳哥。从长远来看，这波球员还有些前途。你说的是姆巴佩和维尼修斯？马洛塔显然之前就注意到了这2名球员，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哈兰德。这需要我们有个长远的包装计划。马洛塔说道。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顺水推舟，给了马洛塔一个回旋镖。没问题。马洛塔倒是很慷慨。11月28日，国际米兰迎来了和紫百合佛罗伦萨的比赛，这是国际米兰管理层重组之后的第1场比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献礼的比赛。赛前小因扎吉是相当的重视，原本计划因为米兰德比部分球员消耗过大，进行部分轮换的，在参加了高层会议回来，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还是准备用全主力阵容出战，这场比赛不能输。而国米众将众志成城也没让大家失望，在第10分钟就0-1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硬是凭借萨拉赫的左右脚开弓，外加一粒点球完成帽子戏法的同时将比赛打花。第88分钟，巴雷拉完成锦上添花的一球，国际米兰4-1带走比赛。第13轮比赛后，国际米兰依然雄踞榜首，尤文图斯以3分之差紧紧咬住，排名第2。罗马和 AC 米兰分列3、4名，不过他们和前2名已经逐渐拉开了差距。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形成了积分榜上的第1梯队。12月3日，意甲第14轮，国际米兰客场挑战那不勒斯，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那不勒斯在积分榜上和拉齐奥相同积分，只是以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6，与排名第4的 AC 米兰只差1分，离排名第3的罗马也仅仅只差2分。那不勒斯战术打法成熟，取得第6的成绩，也让全队上下憋着一口气，想要拿下国际米兰，保持对联赛前4的竞争力。另外，赛前早就有传闻，那不勒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功勋球员球王马拉多纳将会莅临现场观看这场比赛。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那不勒斯在主场作战，而且是在马拉多纳的眼皮子底下作战，高位逼抢很凶，就地反击战术执行坚决。那不勒斯一上来打法就很强势。国际米兰在比赛第20分钟才组织起第1次有威胁的进攻，萨拉赫接到恰尔汗奥卢的传球，面对哈姆西克的防守，一个丝滑的马赛回旋过掉了对方。还没等哈姆西克回过神，萨拉赫已经沿着边路疾驰而下，离底线还有15米时，萨拉赫面对西萨伊的防守，一个急停变向闪过了西萨伊的围堵，往禁区方向内切。此时那不勒斯的后腰阿兰和中后卫库利巴利对萨拉赫形成了夹击，萨拉赫左脚一个假动作，佯装要射门，引得2人同时伸脚封堵。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萨拉赫脚腕一抖，变射为传，足球从2人的缝隙间传了出去。中路的卡瓦尼抬脚假射真漏，将球漏到了身后。此时左边已经拍马赶到的佩里西奇顺势推
射，足球直奔球门而去。那不勒斯门将雷纳反应神速，飞身扑救，堪堪将球扑出了底线。随后双方打得有来有往，双方的门前都出现了几次不大不小的险情，不过都没形成破门。双方带着0比0的比分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下半场一边再战，国米这边开始展示出硬实力上的差距，加上萨拉赫的状态依旧火热，国米很快占据场上优势。比赛第72分钟，恰尔汗奥卢接到坎特的回传球，看都不看，直接一脚30米的中距离过顶传球，朝着那不勒斯的左边半场飞去。萨拉赫迅速启动，在阿兰的纠缠下，将球点给了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没有粘球，在阿兰放弃萨拉赫，准备过来防守他时，脚尖将球沿着边线往前一捅，萨拉赫顺势接球内切，刚进禁区线附近把脚就来了一记兜射，皮球越过所有的防守球员，划着美丽弧线飞进了球网。1比0，国际米兰取得了领先。那不勒斯迅速做出换人调整，之后的比赛更是大举压上进攻，可奈何国米这边小因扎吉也做出了死守部署，那不勒斯的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随着比赛进入补时阶段，那不勒斯球员越踢越急躁，在一次角球进攻中更是投入大量兵力，可随着角球开出，第一点被什克里尼亚尔头球解围，国米迅速发动反击，几秒后巴雷拉获得单刀机会，轻松推射得手。2比0，国际米兰在球王马拉多纳的眼皮底下取得了胜利。赛后，国米更衣室内，迭戈马拉多纳更是找到了你，表示了祝贺。一时间，更衣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那不勒斯的工作人员敬畏地退后半步，连你身边的国米职员也屏住了呼吸。你迅速回过神来，压下心中的震动，伸出手说道：“马拉多纳先生，谢谢，能在这座您挥洒过汗水的球场取得胜利，是我们的荣幸。更重要的是，能亲眼见到你，叫我迭戈就行。”马拉多纳笑了笑，我看过很多球队来这里比赛，大多数在萨里的小伙子们那种踢法下，上半场就崩溃了。但你的球队不一样，尤其是那个埃及人，他的技术很出色，跑动很激进，时机拿捏很到位，很聪明，非常聪明，能得到足球史上公认的2大球王之一。无令赞美之词来评价自己的球员，这无疑是极高的赞誉。萨拉赫确实拥有非凡的天赋和球商，同时也来自于他大量的训练和与生俱来的球感。你谦逊但又不失自信的回答。但我们今天能赢，靠的是全队每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体。马拉多纳咀嚼着这个词，眼神中闪过一丝追忆。你说的对，再好的乐手也需要乐团。你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我听说国际米兰现在的一切改变都源于你的决定。买下那些年轻人，请来马洛塔，还有场边的西蒙尼因扎吉，是团队的努力。你再次强调，我只是提供了方向和信任，就像您当年在这座城市所做的那样，您信任您的队友，而他们也愿意为您付出一切，最终创造了奇迹。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也是这样一种彼此信任、为共同目标奋斗的文化。提到那不勒斯的辉煌岁月，马拉多纳脸上的神情柔和了许多，甚至带上了一丝自豪。信任，是的，那是足球最美好的部分之一。我看得出来，你和那些只想着赚钱或者玩票的老板不一样，你眼里有光，那是真正想做好一件事的光。保持下去，年轻人。意甲需要新的力量，需要像今天这样的比赛，一支强大的国际米兰，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这几乎是来自传奇的亲口认证和祝福了。您的认可对我们意义重大。你真诚地说，我们尊敬历史，但更想创造未来。希望下次见面时，我们能带来更精彩的足球。我期待看到那一天。马拉多纳拍了拍你的肩膀，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你站在原地，直到马拉多纳的身影消失，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刚才短暂的对话，信息量巨大，带来的精神冲击不亚于刚才那场艰难的胜利。结束了和那不勒斯的比赛，受到球王鼓舞的国际米兰球员一鼓作气，兵不血刃的连下2城。第16轮，国际米兰主场3比0轻松拿下热那亚。哲科、巴斯托尼、恰尔汗奥卢分别建功，萨拉赫持续高光，贡献2次助攻。第17轮，国际米兰客场6比1大胜萨索洛，卡瓦尼梅开2度，萨拉赫、坎特以及替补登场的哲科、达米安都取得了进球，萨拉赫贡献1次助攻。在欧联杯赛场上，国际米兰的替补球员和2队提拔过来的小球员也很给力。欧联杯小组赛第5轮，国际米兰客场1比0拿下布拉格斯巴达，阿尔瓦雷斯建功。欧联杯小组赛第6轮，国际米兰客场0比0闷平布拉格斯拉维亚，最终国际米兰以3胜2平1负的战绩小组出线。在12月开始的意大利杯的比赛中，国际米兰第3轮开始出战，加时赛以3比1拿下博洛尼亚，顺利晋级第4轮。冬歇期前，国际米兰还有2场比赛了，一场是和拉齐奥的强对话，毕竟拉齐奥也是排名前6的强队了，有冲击欧冠资格的实力。还有一场意大利杯的比赛，意大利杯的比赛依旧是2队球员为主力出战，国际米兰2比0小胜对手，晋级下一轮。冬歇期前就还剩和拉齐奥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你非常重视冬歇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根据头脑里面前世的数据库，近20年意甲冬歇期冠军最终夺冠的几率超过了75%，也就是说，如果在冬歇期前国际米兰能排名第1，只要下半赛季不拉，就极有可能提前兑现3年内夺冠的目标。12月22日对阵拉齐奥的比赛，你一如既往的出现在了看台上。比赛快开始了，你的眼皮子跳得厉害，搞得你紧张兮兮的，你总感觉这场比赛有种不好的预感。思绪间，比赛开始了。前10分钟，双方都踢得不是很开放，算是正常的试探阶段。比赛在第10分钟之后，国际米兰开始提速。比赛第12分钟，经过一系列的传导配合，阿什拉夫右路下底传中，哲科倚住对方防守队员，想要来个抽射，结果踢呲了，足球晃晃悠悠的出了底线。拉齐奥也不甘示弱，随即也加强了进攻，在比赛第17分钟取得了第一脚射门，不过被巴斯托尼挡了出来。在你来我往中，比赛的时间也在流逝，双方都没形成对守门员构成威胁的射门。可就在上半场进入补时阶段，意外发生，拉齐奥球员因莫比莱在国际米兰球门前30米的
区域抡起大腿打起了远射，甚至都没看球门。这个球射的质量一般，不过刚好从人缝中直奔球门而来。都在所有人都以为汉达诺维奇会将球轻松没收的时候，汉达诺维奇来了一个眼神防守，目送足球进入了球网。裁判员指向中圈，拉齐奥在上半场比赛最后阶段意外取得领先，1比0。你心里咯噔一下，完了，预感是正确的。这场比赛汉达诺维奇又要鬼了。场内，国际米兰的球员都懵逼了。拉齐奥的球员庆祝完了，往自己的半场走去。阿尔贝托笑呵呵地对因莫比莱开玩笑道：“你这球也是匪夷所思啊。”因莫比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看比赛时间看完了，随便蒙的一脚。国际米兰重新开球后，上半场的比赛也随即结束。中场休息，小因扎吉再次强调了战术，并且提醒球员们集中注意力，眼神还有意无意地扫了汉达诺维奇一眼。下半场一开始，小因扎吉换上卡瓦尼，换下布罗佐维奇，改打双前锋。国际米兰加强了攻势，对拉齐奥的球门形成了围攻之势，连续形成射门机会。比赛第66分钟，哲科在禁区里面接到传球后，巧妙摆脱防守，推射得分，比分变成了1比1。比赛第79分钟，国际米兰的角球机会在禁区里，卡瓦尼和哲科来了个头球接力，卡瓦尼在后点轻松将球顶进，国际米兰反超了2比1。即便如此，看台上的你眼皮依然跳得厉害。比赛第83分钟，拉齐奥的替补上场的安德森30度斜吊禁区，在阿切尔比的防守下，因莫比莱在小禁区外1米处甩头攻门，足球力量不大，不过汉达诺维奇又鬼了，还是没有做出扑救动作，依然目送足球入网。拉齐奥又神奇的扳平了比分2比2。汉达诺维奇懊恼地捞出了足球，重重地砸向草坪。最后时间，国际米兰全线压上，拉齐奥的防线一度风声鹤唳，但是临门一脚总是欠缺一点火候，最终全场比赛2比2战平。拉齐奥全场2次射正，依靠汉达诺维奇的超鬼发挥，2比2战平国际米兰。看完整场比赛的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石头落了地。你真不知道汉达诺维奇什么时候是神，什么时候是鬼。没办法，虽然汉达诺维奇又鬼了一场，导致了在主场被拉齐奥逼平，积分榜的优势被削减了。冬歇期来临时，国际米兰以17战15胜1平1负，积46分，排名第一。尤文图斯14胜3负，积42分，排在第二。罗马35分，排第三。那不勒斯、拉齐奥、AC 米兰分列4到6位。你在和拉齐奥的比赛结束后，宣布了全队放假。不过马洛塔、奥西里奥、布兰卡、巴钦等几个人只有3天假期的，你把他们以及体育部的人员留了下来。冬窗期要有动作啊！12月23日，国际米兰总部小会议室里，你主持召开冬窗期的转会工作会议。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会议，将会对后半赛季的比赛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你一针见血地指出球队最大的短板——汉达诺维奇，目前国米最不稳定因素。我想大家比我更清楚，门将这个位置，一点微小的状态起伏就可能葬送整个团队1赛季的努力。所以守门员这个位置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毕竟汉达诺维奇可以说是功勋老将，舆情确实不舍，但语里不得不做出割舍。马洛塔率先开口：情感上，我们尊重汉达诺维奇的一切，但竞技体育是残酷的，我们志在夺冠，志在重返欧冠，并在那里有所作为。那么门将位置必须未雨绸缪，寻找一个长期稳定的世界级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本赛季的问题，更是很多年的战略投资。急脾气的巴钦接过了话头，并拿出几份资料。第一个，阿里松，24岁，罗马，优点：身体素质顶级，反应快，门线技术扎实。缺点：价格已被罗马炒高，且作为巴西国家队2号门将，没有欧冠资格可能难以吸引，罗马也绝对不愿在赛季中期卖给直接竞争对手。第二个，奥布拉克，23岁，马德里竞技，毫无疑问的世界顶级，违约金条款高达1亿欧元，几乎没有操作可能性，除非球员本人以极端方式推动。第三个，卢宁，18岁，乌克兰迪尼普罗，目前是乌超劲旅的年轻主力，反应速度、弹跳和门线技术被我们的东欧球探网络评为罕见天才。最大的优势，价格相对低廉，预计800至1200万欧元，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可以接受作为汉达替补学习1-2年。最大的风险，太年轻，完全没有5大联赛经验，能否在压力下成长是未知数，并且面临皇马等豪门的潜在竞争。我们需要在即战力和未来投资之间做出权衡。马洛塔提纲挈领地说道：冬窗直接解决主力门将问题极其困难，但我们可以为未来布局。我建议将卢宁作为重点目标，尝试在冬窗敲定，夏天正式加盟，同时密切观察阿里松的情况，作为夏窗的备选或主要目标。至于汉达，我们需要与他进行坦诚而尊敬的沟通，他在更衣室的领袖作用无可替代。未来1-2年，他依然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球队需要引入良性的竞争和未来的规划。你转头望向马洛塔说道：我之前提到过的阿贾克斯的奥纳纳怎么样？马洛塔说道：上次您说到奥纳纳之后，我们紧接着收集了数据，对这名球员进行了分析。奥纳纳的脚下技术很有特点，反应敏捷，内心强大，身体天赋也还不错，但是他的缺点也很鲜明，很毛糙，身体瘦弱，核心力量不足，处理高空球有瑕疵，可以说优缺点同样突出。如果作为第2门将也还可以，但是我发现奥纳纳对于防守队员的要求和防守战术的依赖程度很高，说句流行一点的话叫做吃配置。闻言你沉吟片刻，前世的记忆里没有这个时候还名不见经传的奥纳纳的记忆，所以你也不好快速做决定。这样吧，这个冬窗的任务就聚焦在卢宁上面，争取引进，后面继续跟踪阿里松和奥纳纳的情况。巴钦分析的很到位了，马洛塔总结的也很精准，事实就是这样。看来下半赛季还得靠汉达诺维奇来支撑了。接下来，马洛塔又展示了一张 PPT， 在2个后腰坎特和布罗佐维奇的名字旁边是一片刺眼的空白。马洛塔语气沉重：这是我们目前最危险的位置。指了指屏幕，马洛塔接着说道：坎特和布罗佐维奇是无可争议的铁打主力，但除了他们，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防守型后腰替补。一旦这2人中任何一人受伤或停赛，我们的中场硬度将直接下降一个档次。前场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萨拉赫、佩里西奇、恰尔汗奥卢、卡瓦尼、哲科构成了我们的主要攻击线，质量顶尖。虽然巴雷拉替补出场的表现不错，上升空间也很大，但总体来说数量严重不足。我们没有能够在同等水平上轮换的球员，一旦下半赛季出现伤病，或者下赛季进入欧冠，一周双赛是常态，体能将是我们最大的桎梏。马洛塔专业的分析过后，也给出了解决方案：第一，必须不惜代价带来一名可靠的后腰替补，具备意甲经验，即插即用；第二，尝试租借或低成本引进一名多面手攻击型球员，能够踢前场多个位置，作为轮换和战术变招。他列出了几个名字，后腰位置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亚特兰大的雷莫·弗罗伊勒，或者尝试从国外联赛寻找性价比高的硬汉。前场像切尔西的肯尼迪，或者一些在豪门缺少机会的年轻球员，如皇马的卢卡斯·巴斯克斯，都是可能的方向。奥西利奥补充道，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留给夏窗，届时我们将明确是否有欧冠资格，预算会更加清晰，操作空间也更大。夏窗的目标应该锁定在世界级的门将，一名顶级的组织型中场，以及至少一名顶级的年轻前锋或边锋。听着手下们条理清晰的分析和略显激烈的讨论，你很欣慰，这是你需要的团队，能看到球队问题的团队。不过解决方案吗？你自有想法。很好，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你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但是你们的人选建议我不接受。你画风的突然转变，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后腰位置上有一个球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或者研判过，现在效力于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后腰罗德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各位的建议人选的名单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增强后腰位置厚度的首要目标就是罗德里，这一点请大家不要怀疑，要排除万难，这个东窗就要拿下。你非常坚定地说道。所有人都挺直了背，拿起笔刷刷刷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另外，现在还在法甲波尔多青年队的楚阿梅尼和英超西汉姆联 U23 梯队队长的德克兰赖斯也要跟上，作为未来的人才储备进行引进。至于顶级的年轻前锋或者边锋，大家注意到了没？我们今年夏天购买的2名小球员已经冒头了，一个是外租在摩纳哥的姆巴佩，另一个就是我们2队的维尼修斯。下半赛季我觉得可以直接将维尼修斯提拔进1队，直接参加联赛了。我看行。马洛塔点头说道，把维尼修斯提拔到1线队，作为第3前锋，还可以打边翼位的替补，是可行的。我也赞成老板的这个决定。巴钦也跟着说道，现在的巴钦是对你佩服的不行。见众人都没有反对意见，你接着说道，东窗期引援的事情就这样安排的，各自按照之前的分工抓紧行动，特别是要引进的球员一定不能马虎大意，千万不能掉链子。正在你准备结束会议时，马洛塔再次发话，本赛季球队踢出了精彩的足球，并在积分榜独占鳌头，但同样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从第8轮开始，我们的比赛强度往往只能维持65分钟左右，之后控球率和防守稳定性都会下降。你缓缓点头，阵容深度缺乏轮换是主要原因。是的，阵容深度是显性原因，马洛塔肯定的，随即抛出了核心观点，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基础、更致命的关键因素——体能。他顿了顿，然后说出了那个名字。因此，我强烈建议我们必须立刻着手，不惜一切代价，邀请安东尼奥·平图斯加入我们的团队，担任首席体能教练。平图斯，你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重生前的记忆里，这位意大利体能教练以其魔鬼训练和显著效果闻名于世。但你需要马洛塔更详细的理由。我知道他，传闻中的体能狂魔，但他目前应该还在皇家马德里。不，这正是时机。马洛塔眼中闪过金光。根据我可靠的消息渠道，平图斯与皇马现任教练组在部分理念和未来规划上存在一些分歧。他在皇马的合同并非不可触动。如果能签下平图斯，那回报的将是整个赛季乃至未来数年的稳定竞争力和抗伤病能力。这就是马洛塔的厉害之处，能专业精准地看到问题，能够直指要害地分析问题，关键是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思路。你被打动了？虚心地问道。如果要把平图斯撬过来，我们需要怎么做？马洛塔神秘一笑，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以胜任。主席，你可以完全相信我。你知道这应该是马洛塔压箱底的秘密，他有他的人脉网络，只是不方便在桌面上说出来。我完全信任你，从给你发第1条信息想要邀请你加盟的时候，我就十分信任你。那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会议结束后，国米各高管各司其职，纷纷行动了起来。几天后，各路人马就相继传来消息，马洛塔基本搞定了平图斯，就差确定合同细节。罗德里对登陆意甲积极性不高，但也持开放性态度，他更希望去英超或者留在西甲。而卢宁那边基本已经同意加盟国米，阿里松的转会则俱乐部和球员本人都没有多大兴趣。你也提出先签再组的模式，再让奥西里奥去谈谈看。如果要拿下阿里松，那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你的记忆里，阿里松这个赛季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他的得转身价才1200万欧，赛季末将超过2000万欧，加上行情看涨，市场价值绝对不会低于3500万欧。同时，巴钦那边也传来好消息，楚阿梅尼已经搞定了。赖斯的话，除了价格高点3000万英镑，也没有了什么障碍，一切都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发展。冬歇期也结束了，1月8日意甲开赛，国米做客对阵乌迪内斯，满血的国际米兰客场兵不血刃，5比0狂胜对手。萨拉赫展现了极好的状态，再次完成帽子戏法。乌迪内斯自摆乌龙一球，卡瓦尼锦上添花。同时，楚阿梅尼、卢宁完成体检到2队报道。接下来，国米主场对阵切沃的比赛，坎塞洛完成国米处子球。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维尼修斯彻底统治比赛，先是连过3人打入极具想象力的一球，随后他又通过个人能力突破获得单刀机会，无私横传助攻哲科锁定胜局。国米主场3比0大胜切沃，巩固积分榜优势。赛后，维尼修斯引起各大媒体关注。米兰体育报、梅阿查新魔王维尼修斯，马卡报、巴西桑巴天才在国米绽放。ESPN 的专家在复盘时，将维尼修斯的表现与年轻时的罗纳尔迪尼奥相提并论。一夜之间，维尼修斯和国际米兰成为欧洲球探报告和体育总监会议上的高频词汇。这个从里约热内卢直接空降米兰城的少年，
年，用了不到45分钟的比赛，就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欧洲足坛的观察名单最顶端。第二天你来到国米总部办公室的时候，办公桌上就放着2份报价，是布兰卡送来的。2份报价都是关于维尼修斯的，一份是阿森纳发来的，此时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之中的教授温格发来的报价是3000万英镑，另一份报价是皇家马德里报来的，佛罗伦蒂诺的报价是4500万欧，直接一次性支付。你没有一丝犹豫，果断拒绝，这才哪到哪，没有1个亿，谁也别想。下午，马洛塔那边传来的消息，罗德里同意加盟国际米兰，但对自己的出场时间提出了要求，并要求将出场时间写进合同作为保证。这可是未来的事1-1啊！你果断答应了下来。接着巴钦也打来了电话，搞定赖斯，3000万违约金分3年付清，你很满意这个结果。时间来到1月22日，巴尔贝拉球场，国米做客挑战巴勒莫。国米本场比赛遭到巴勒莫百大巴顽强抵抗，国米陷入攻坚战，直到比赛第71分钟，才由卡瓦尼禁区外贴地斩打破僵局。随后打了一整场好防守的巴拉莫似乎有些泄气，国米乘胜追击。第81分钟，布罗佐维奇后插上推射破门，最终国米2-0拿下比赛，迎来冬歇期后3连胜。而积分榜最大竞争对手尤文图斯在稍后的比赛中0-1负于拉齐奥。20轮比赛结束后，国际米兰以20战18胜1平1负，积55分，高居积分榜第一，拉大了与尤文图斯的积分差距，两队的积分差来到了7分。你收到尤文的比赛结果也很意外，在前世的记忆中，尤文图斯稳如老狗，对阵拉齐奥的这场比赛是赢了的。不过你也管不了那么多，有这样的结果，你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过结束了与巴勒莫的比赛，离东窗期关闭的时间越来越近，关于阿利松的转会的进度条几乎还是处于初始位置，阿利松必须趁早拿下。你立刻叫来了萨内蒂，让萨内蒂帮忙联系一个人，你需要这个人一起参与对阿利松的转会章。1月24日上午10点，罗马总部会议室，詹姆斯·帕洛塔嚼着口香糖，完全不像是在进行一场可能涉及数千万欧元的谈判。这位美籍意大利裔老板与经理，或者说吝啬，闻名一讲，1500万。帕洛塔嗤笑一声，看向自己的体育总监蒙奇，他们以为我们在卖青年队门将吗？蒙奇推了推眼镜，坚定道：阿利松是我们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他才24岁，已经展现了世界级门将的潜质。这个冬窗，我们不考虑出售。帕洛塔斜睨了你一眼，语气很不友好地说道：去年夏天，你们就从我们这里带走了萨拉赫、哲科，现在又来打阿利松的主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国际米兰的2队。闻言，马洛塔刚要开口，你抬手制止了他。帕洛塔先生，我理解您的立场，但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一笔交易，能让罗马在欧足联 FFP 上获得喘息空间，同时得到一位未来10年可能价值5000万欧元的前锋，您会考虑吗？闻言，帕洛塔的来了兴趣，说下去：1000万现金加上安德烈亚·皮纳蒙蒂的完全所有权，这个孩子才18岁，过去几个赛季在青年联赛的表现，我想不用多说了吧。而且他还是意大利 U19 国家队主力。会议室陷入沉默，蒙奇在平板电脑上快速调出皮纳蒙蒂的资料。帕洛塔眼神逐渐变化，我们需要现金，但1000万欧不够。帕洛塔终于开口，但语气已经松动。1500万欧加上一些浮动条款。马洛塔适时插话，这1500万欧是我们在冬季窗口能调动的最大现金额度。话落，你再次加码，而且我们也考虑到了守门员位置的重要性。这个赛季的剩余时间，我们愿意免费将阿利松租借给罗马，帮助你们完成本赛季的比赛，你们也好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替代他的守门员。闻言，帕洛塔和蒙奇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要先见见那个孩子，还有阿利松本人内关，你们自己过，如果他不同意，一切免谈。罗马城特里斯蒂纳区的一家巴西烤肉店里，阿利松·贝克尔正在切一块牛后腿肉，他的经纪人塞特·费尔南多坐在对面，手机不断震动。国际米兰的人想见你，费尔南多说，今天下午在酒店。阿利松头都没抬，我说过了，赛季中不讨论转会，我在罗马很好，斯帕莱蒂教练信任我，球迷喜欢我，为什么要去米兰坐板凳？他们说不是替补。阿利松停下刀叉，抬起眼睛，汉达诺维奇是意甲过去5年最好的门将之一，我刚来意甲半年，你让我去和他竞争首发，这不合逻辑。费尔南多压低声音，但如果他们承诺下赛季你就是1号门将了，而且国际米兰的老板亲自来了。下午3点，酒店套间，阿利松进门时有些意外，客厅里不仅坐着你、马洛塔和萨内蒂，还有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前国际米兰门神、巴西国家队传奇朱利奥·塞萨尔，此刻正微笑着向阿利松张开双臂。小子，我看了你对拉齐奥的扑救，比我当年帅一点，就一点。气氛瞬间缓和，阿利松和偶像拥抱，然后才转向先生们，我很荣幸，但我必须坦诚，你先看看这个。你打断了阿利松，将一台平板电脑推到他面前，屏幕上是一段剪辑视频，是汉达诺维奇本赛季的技术分析报告。接着你说道，我们爱汉达，他为国际米兰奉献了一切，但足球是残酷的，再伟大的门将也敌不过时间。我们的计划是，这个赛季剩余时间，你通过租借的方式继续留在罗马，下赛季开始，你将成为1号门将，主要出征意甲和欧冠的比赛。汉达在意大利杯的比赛中出场。闻言，阿利松抬头看向塞萨尔、朱利奥，如果是你，塞萨尔认真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蓝黑军团吗？因为那时候莫拉蒂主席亲自飞到维罗纳，对我说，朱利奥，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新守护神，不是明年，是未来10年。塞萨尔拍了拍阿利松的肩膀，现在，同样的话，这位年轻的老板想对你说。望着自己的偶像，阿利松深吸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1月28日，阿利松转会的最终方案成型，国际米兰以1500万欧加上皮纳蒙蒂全部所有权交换罗马的阿利松。同时，如果未来3个赛季国际米兰得到意甲冠军和欧冠冠军，罗马将分别额外获得的200万欧、500万欧的奖金。本赛
赛季阿利松将免费租借给罗马，完成本赛季剩余比赛。2月6日，意甲第21轮迎来天王山之战，联赛第2名尤文图斯在主场迎接联赛领头羊国际米兰的挑战。如果国际米兰拿下这场比赛，领先优势将扩大到10分，尤文将基本丧失对联赛冠军的争夺。反之，如果尤文图斯拿下这场比赛，将缩小与国际米兰的积分差距，保留对联赛冠军争夺的希望。更衣室内，小因扎吉在对比赛做着最后的部署，不断强调要保持耐心，要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来踢这场比赛。最后，小因扎吉拍了拍手，大声说道：“我们不要去想这场比赛的意义，只要踢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就行了。最重要的一点，动作不要太大，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小因扎吉话音刚落，队长汉达诺维奇起身：“兄弟们，这场比赛不为别的，大家想想马洛塔在尤文图斯的屈辱和他来国际米兰之后对球队的贡献，我们这场比赛就是为马洛塔复仇的。对，为马洛塔复仇！”不少球员附和着大声说道，眼神里透露着同仇敌忾。随即，更衣室大门打开，球员们鱼贯而出，他们在这几个赛季的意甲霸主的主场对他们发起挑战。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双方球员进入到了比赛场内。本场比赛，国际米兰依旧沿用的4-2-3-1阵型。这场比赛的首发队员和前一场对战巴勒莫一样，守门员汉达诺维奇，后卫坎塞洛、什克里尼亚尔、帕瓦尔、阿什拉夫，中场坎特、布罗佐维奇、恰尔汗奥卢、维尼修斯、萨拉赫，前锋卡瓦尼。罗德里第一次坐上了国际米兰的替补席，这种强强对话的感觉让他非常震撼。尤文图斯没有采用第一回合对阵国际米兰的3-5-2阵型，而是采用了攻守更加平衡的4-4-2阵型。守门员依旧是布冯，4个后卫是阿尔维斯、基耶利尼、博努奇、桑德罗，中场是马尔基西奥、夸德拉多、赫迪拉、皮亚尼奇，前锋是曼朱基奇和迪巴拉。随着主裁判的哨音响起，尤文图斯率先开球，没有试探，尤文直接发动了攻势，几脚后场传导将国米阵型拉开后，皮亚尼奇一记长传，将球交给了左边路的夸德拉多，夸德拉多倚住坎塞洛，用胸部将球停给了跑过来接应的迪巴拉，迪巴拉脚后跟将球扣给了已经压上来的赫迪拉，赫迪拉在坎特的贴身护有拉扯的情况下夸张倒地，双手捂着大腿翻滚。主裁判哨响了，朝着事发地点跑了过来。看台上的你心里咯噔一下，这么明显的假摔，该不会要吹罚国际米兰的球员犯规吧？不会一上来就给国际米兰一张红牌吧？而且是中场防守大闸坎特。还好，主裁判判罚了赫迪拉假摔，虽然没有出示黄牌，还是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你的心这才回到了肚子里。旁边的马洛塔和萨内蒂也跟着长出了一口气。国际米兰的后场任意球，布罗佐维奇没有着急，开始组织后场倒脚。尤文图斯的球员见状继续前压，这时汉达诺维奇见坎塞洛跑出了空位，一脚将球传给了处于安全区域的坎塞洛，阿尔维斯迅速压上来逼抢，而他的位置皮亚尼奇正在晃晃悠悠地跑去补位。坎塞洛见此情形，和维尼修斯对了一个眼神，往尤文图斯的半场来了一个直塞。维尼修斯在赫迪拉争抢之前，率先得到了足球的控制权，脚尖捅给了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倚住马尔基西奥，将球漏给了右边的萨拉赫，萨拉赫一个踩球变向，过掉了桑德罗，带着球大步向底线走去，边走边观察尤文图斯禁区的情况。就在博努奇将要补防到位时，萨拉赫右脚内脚被搓了一个半高球，绕过博努奇，往尤文图斯的小禁区线和大禁区线之间的区域飞去。卡瓦尼牵制住了基耶利尼，赫迪拉被维尼修斯纠缠着，阿尔维斯被恰尔汗奥卢压制，布罗佐维奇和坎特正在疾驰而来。马尔基西奥面对两人插上，一时不知道怎么选择，最后他选择了盯防进攻能力更强的布罗佐维奇。这种大力，坎特自然笑纳，舒服的停好球，调整好步点，抡起大腿就射。只可惜足球砰的一声飞向了看台，国际米兰球迷爆发出惋惜声，尤文图斯的球迷则是剧烈的嘘声。坎特不好意思地朝着萨拉赫摆了摆手，转身朝自己的半场跑去。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入白热化，虚惊一场的布冯对着防守队员大声嗓着，显然他对这次防守很不满意。看到这一幕，阿莱格里也冲出替补席，来到道场边，再对着场上的球员大声怒吼。随后双方陷入中场绞杀，场面激烈。比赛第12分钟，国际米兰得到了第一个角球，恰尔汗奥卢将皮球扫向门前，一片混战中，卡瓦尼倚住基耶利尼，转身抽射，状态神勇的布冯再次贡献神扑，神奇的伸腿一挡，将卡瓦尼近在咫尺的射门拒之门外。比赛第18分钟，高速插上的赫迪拉搭弓射箭，皮球直奔球门的右上角而去。汉达诺维奇不敢大意，双拳将球击出禁区外，皮亚尼奇抢到球权，再次分边给了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桑德罗。桑德罗得球后，直接往禁区内起高球，曼朱基奇甩头攻门，不过在帕瓦尔的干扰下，没有完全发上力量，被汉达诺维奇轻松得到。比赛第28分钟，萨拉赫在边路得球后，横向内切，拉开空间后，精准推杆直塞，被赫迪拉贴防的恰尔汗奥卢巧妙遗漏，后点插上的布罗佐维奇一脚抽射，皮球堪堪擦着门柱飞出了底线，惊出了布冯一身冷汗。比赛第36分钟，尤文图斯组织其有效的攻势，通过中场眼花缭乱的配合，皮球被送到了边路阿尔维斯的脚下，阿尔维斯右脚内脚背往禁区内搓了一个又急又悬的过顶球，曼朱基奇在人群中旱地拔葱，扛着什克里尼亚尔的防守，将球重重的砸向球门，砰的闷响，足球重重的砸在了横梁上，弹回了场内。迪巴拉机灵跑位，鱼跃冲顶，足球正好打在球门线上站着的阿什拉夫伸长出了边线，国际米兰侥幸逃过一劫。看台上的你手心里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尤文图斯的这次进攻太响。比赛第42分钟，坎特断下赫迪拉脚下球，冷静的传给了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一个变线爆趟过掉了皮亚尼奇，面对博努奇的防守，维尼修斯踩单车不断变向，生生的晃没了博努奇的重心。就在博努奇到底的瞬间，他伸手将维尼修斯拉倒，主裁判哨声响起，博努奇犯规了。国际米兰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位置极好的任意球
球机会，距离球门35米左右。萨拉赫和恰尔汗奥卢站在球前，两人在低声耳语商量任意球的主罚方式。布冯在紧张地指挥尤文图斯球员站人墙，维尼修斯也挤进了尤文图斯的人墙边缘，干扰尤文图斯的人墙布置。哨声再次响起，恰尔汗奥卢助跑起脚射门，足球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越过人墙，势大力沉地直奔球门左上角。布冯精神高度集中，面对轨迹飘忽的来球，单手拖出了横梁。上半场双方的都没有保守，大打对攻，进攻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的节奏也不断被推向高潮。虽然比分没有被改写，但整个上半场的比赛精彩纷呈。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主教练都没有做出换人调整。国际米兰开球后，毫不犹豫地立即展开攻势。恰尔汗奥卢斜传给到萨拉赫，萨拉赫佯装内切，骗过桑德罗的重心，往底线放下一个爆烫后，将球横扫门前。卡瓦尼在小禁区线上伸出大长腿，率先捅到了足球，形成了射门。布冯反应也是真快，下意识的伸腿挡住了卡瓦尼的射门。博努奇大脚将球解围出了禁区，中圈附近，帕瓦尔将球卸下，传给了前面的坎特。坎特不停球，直接分边传给了已经套上了坎塞洛。坎塞洛、恰尔汗奥卢、维尼修斯打了一个三角配合，维尼修斯持球突破到了尤文图斯禁区右侧前沿，面对巴西老大哥阿尔维斯的防守，维尼修斯连续踩单车，不断变向，晃开角度，在禁区线上一脚爆射，足球带着破风声，直直的向尤文图斯球门右上角飞去。布冯再次做出一个世界级的高难度扑救动作，双拳将球击出了底线。不得不说，小将布冯是真的牛，短短3分钟之内，连续做出2次世界级的神扑，力保了尤文图斯的球门不失。国际米兰角球，恰尔汗奥卢站在球前助跑起脚，足球带着旋转，又急又平的飞向尤文图斯禁区中央。基耶利尼抢到第一点，将球顶出了禁区。不过足球依然在国际米兰的脚下，布罗佐维奇连停带传，将球交给了右边插上助攻的阿什拉夫。阿什拉夫再次起球传中，卡瓦尼争到第一点，往后一蹭，维尼修斯跟上打门，被站在球门线上的迪巴拉挡了出来，引起尤文图斯禁区内一片混战，谁也没能有效的控制住足球。乱战当中，萨拉赫倚住博努奇，将球巧妙地拨给了卡瓦尼。卡瓦尼接球后倚住基耶利尼，脚后跟往身后一刻，传给了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脚尖捅射，再次被桑德罗挡出。萨拉赫截下足球再射，足球终于打进了布冯把守大门。进球后的萨拉赫兴奋不已，朝着你和马洛塔所在的看台方向飞奔而去，边跑边拍胸前的队徽。到了看台下面，对着马洛塔双手挥拳，激情怒吼。看台上，马洛塔看着眼前的一幕，双眼已经湿润了。在尤文图斯当牛做马，却被扫地出门。来到了国际米兰，不仅上上下下都接受了他，还得到了球员的尊重。比赛第53分钟，国际米兰在客场先声夺人，1比0。阿莱格里立即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状态一般般的马尔基西奥，换上了突破能力比较强的埃尔纳内斯。这个信号释放的很明确，加强进攻。随后的时间，尤文图斯展开了全面的反攻，3条线大举压上进攻，自己的半场只留了博努奇一个人。比赛第64分钟，什克里尼亚尔在倒地铲球时拉伤了大腿肌肉，小因扎吉不得不做出换人调整，他出人意料的用小将巴斯托尼换下了受伤的什克里尼亚尔，而不是将经验丰富的阿切尔比或者达米安换上场。趁着死球的机会，小因扎吉让场上的维尼修斯顶在前面，卡瓦尼回撤防守。这下国际米兰的意图也很明确了，要用维尼修斯的速度和个人突破技术打尤文图斯反击了。见国际米兰换上的是一名小将，尤文图斯大喜过望，进攻一浪高过一浪。好在巴斯托尼上场后即插即用，加上平时训练的时候和帕瓦尔搭档训练也比较多，虽然手忙脚乱，但是还是没有出现纰漏。尤文图斯这段时间围着国际米兰的球门狂攻20来分钟。比赛第77分钟，曼朱基奇在国际米兰禁区内抢到第一点，准备摆渡给迪巴拉，被巴斯托尼提前预判，完成了抢断。坎塞洛接应拿到足球，面对对方高位逼抢，将球回传给了巴斯托尼。这时巴斯托尼已经观察到维尼修斯的位置，一个大脚精准的将球传到了维尼修斯身前。维尼修斯得球后，一个急停变向，甩开了防守他的博努奇，大踏步的往禁区方向冲去。基耶利尼经验非常老道，迅速补防，没有伸腿拦截，而是不断移动身位，卡住维尼修斯突破路线。维尼修斯见离自己最近的国际米兰球员萨拉赫都在10米开外，在高速奔跑中突然急停做出内切变向假动作。就在基耶利尼变化重心准备贴上来时，维尼修斯非常有想象力的来了一个彩虹过人，基耶利尼瞬间懵逼了，等到他回过神，维尼修斯已经从他身边溜了过去，形成单刀，布冯气门而出，尽量封锁维尼修斯射门角度。维尼修斯再现神迹，脚尖一挑，面对世界第一门将来了一个非常写意的轻巧挑射。布冯没有料到维尼修斯会来这一下，不过他反应很快，顿了一下后立即高高跃起，指尖刚刚触到正在下坠的足球，稍稍改变了足球运行的线路，然后重重的摔倒在草坪上。幸亏布冯这奋力一拖，足球堪堪越过横梁，落在了球网上，双方球迷都爆发出了惊叹声。有了维尼修斯这一下，尤文不得不将基耶利尼、博努奇、桑德罗留在后场防守维尼修斯。尤文图斯突然少了2个球员参与进攻，国际米兰的防守压力骤减，随后双方都没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的4分钟补时时间结束后，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国际米兰艰难的在客场拿下了尤文图斯。尤文图斯的球员在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全部瘫倒在地上，双手掩面。这场比赛的失利意味着他们和这个赛季的意甲冠军基本上就是渐行渐远。国际米兰的球员则是全体来到马洛塔所在的看台下，唱起了他们在更衣室里自己改编的马洛塔之歌，再次让马洛塔激动了一把。现在的国际米兰，所有的球员对冠军都保持着饥渴，更衣室里面没有不和谐的声音，训练态度积极，薪资结构合理，球员年龄结构合理，一切都在正确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赛后，什克里尼亚尔伤情报告也跟着出来，五四头肌2级拉伤，需要休息3至6周。不过这对国米没多大影响。目前国际米兰一线队人才储备最丰富的就是中后卫位置，伤了什克里尼亚尔，还有阿切尔比、帕瓦尔、巴斯托尼以及2队的金彭贝可以打这个位置。接下来的第22轮比赛，国际米兰在主场3比0兵不血刃地战胜了恩波利，继续占据积分榜的第1名。这场比赛，萨拉赫、卡瓦尼以及替补登场的哲科各进1球。出乎意料是，尤文图斯在主场竟然被弱旅萨索洛1比1逼平了，和国际米兰的分差拉大到了12分。在积分榜上，尤文图斯已经掉到了第3名，被后面的罗马追平了积分。罗马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尤文图斯1头，占据了积分榜的第2名。2月19日，国际米兰客场挑战博洛尼亚，这个时候博洛尼亚还没显露出国际米兰苦主的属性，仅仅是排名积分榜中游的一支普通球队。在你前世的记忆中，博洛尼亚大约是从2018年开始渐渐地展示出了对国际米兰的战术克制，以至于后面多年里面成了国际米兰的苦主。上半场，国际米兰延续了之前火热的状态，围着博洛尼亚展开围攻，并在比赛第32分钟由轮换出场的哲科接到维尼修斯的传球，打破了比赛的僵局。下半场，主场作战的博洛尼亚通过中场换人调整了战术，加强了攻势，双方在场上打得有来有回。比赛第66分钟，博洛尼亚依靠角球机会门前捡漏扳平了比分。第80分钟，博洛尼亚打出快速反击，在国际米兰禁区里形成了3打2的局面。博洛尼亚第一脚射门被汉达诺维奇封堵出来，但是跟进的球员补射破门，汉达诺维奇和巴斯托尼一点办法都没有，场上比分变成了2比1。博洛尼亚在比赛最后时刻竟然领先了国际米兰。小因扎吉不甘心输掉这场比赛，赶紧用掉最后2个换人名额，派上了卡瓦尼和哲科组成了双前锋，换上了巴雷拉，换下了体力不支的布罗佐维奇，继续保持中场的创造力。通过换人，国际米兰在比赛最后10几分钟又主导了场上的局面，最终在补时第2分钟，由萨拉赫在禁区内的乱战中打进1球，国际米兰绝平博洛尼亚。由于尤文图斯、罗马以及排名第4的那不勒斯这一轮都赢了球，国际米兰虽然依然占据着积分榜第1名的位置，但领先优势又回到了10分，依然保持着2位数的领先优势。你心里纳闷，难道因为自己的重生穿越过来，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提前激活了博洛尼亚苦主的属性？不应该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场上的队员比赛态度和比赛状态都没问题啊，小因扎吉的排名布阵和换人调整也没有问题啊，你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球队太弱了，不能在绝对实力上碾压对手。最后你骨子里面的火力不足恐惧症给这场比赛平局的原因做了结论。1周时间很快过去了，2月27日，国际米兰客场挑战罗马。本场比赛，小因扎吉继续沿用4-2-3-1阵型，汉达诺维奇镇守球门，四后卫阿什拉夫、帕瓦尔、阿切尔比、坎塞洛，双后腰坎特与布罗佐维奇，前腰恰尔汗奥卢，3叉戟萨拉赫、维尼修斯、卡瓦尼。当地时间晚上20点45分，主裁判吹响了开场哨。比赛第3分钟，那英格兰在中圈从布罗佐维奇脚下断球后带球突进，坎特上前封堵，比利时人没有选择传球，而是用一记粗暴的撞墙配合过掉了法国人，在距离球门30米处直接起脚，足球像出膛炮弹般射向球门左上角，汉达诺维奇腾空而起，身体完全舒展，将球扑出底线。比赛第11分钟，罗马左翼卫埃莫森强行超车阿什拉夫，下底传中，禁区内沙拉维抢在帕瓦尔身前逾越冲顶，汉达诺维奇再次做出神扑，单掌将球拖出横梁。比赛第18分钟，罗马中场帕雷德斯送出过顶长转，出任中锋的希克反越位成功，面对出击的汉达诺维奇选择了轻巧的挑射，足球划着抛物线越过汉达诺维奇的头顶，朝着空门坠落。就在足球即将越过门线时，帕瓦尔上演神级解围，他倒钩将球解围。国际米兰的球员们惊魂未定，帕瓦尔被阿什拉夫和坎塞洛拉起来，3人紧紧拥抱，搓着帕瓦尔的卷发相互鼓励着。看台上的你看着场上的一幕幕，喉咙发紧，心里莫名的突突狂跳。前20分钟，罗马完成了8次射门，5次射正，国际米兰呢0，他们甚至没能组织起一次像样的进攻，控球率61%对39%，角球5比0，前场任意球7比2。数据板上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一场屠杀，但比分还是0比0，这全靠汉达诺维奇。斯洛文尼亚门将今晚仿佛回到了巅峰。随后20分钟的比赛，场上局面依旧是罗马主攻，国际米兰主守。很快上半场的时间过去了，双方依旧战成0比0，国际米兰踢得相当狼狈。下半场，小因扎吉调整战术，罗德里换下了卡瓦尼，改打4-3-1-2，罗德里、坎特、布罗佐维奇组成3中场，恰尔汗奥卢前腰，萨拉赫和维尼修斯双前锋。比赛第46分钟，罗德里第一次触球，就在那英格兰的逼抢下冷静转身，用一记精准的长传找到了右路的萨拉赫。萨拉赫接球，面对埃莫森的防守，没有选择突破，而是将球回敲给插上的阿什拉夫。摩洛哥边后卫不停球直接传中，足球划过禁区，后点的维尼修斯凌空抽射，这次是阿利松，巴西门将侧身飞扑，单掌将球挡出底线。一次换人调整，国米不知不觉掌控住比赛节奏。比赛第61分钟，国际米兰打出了下半场最精妙的一次配合，罗德里在中圈摆脱帕雷德斯的纠缠，将球分给左路的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用脚后跟一磕，足球穿过2名罗马球员的缝隙，滚到了前插的坎塞洛脚下。坎塞洛带球内切，在禁区前沿吸引了3名防守球员后，突然用外脚背送出一记斜塞，萨拉赫从右肋插入，在几乎0度角的位置小角度爆射，阿里松再次封住了近角，用胸口将球挡出，但危机还没解除，维尼修斯跟进补射，足球飞向空门。就在这一刻，罗马中卫马诺拉斯飞身滑铲，在门线上用肩膀将球撞了出去，国米离进球似乎越来越近了。比赛第78分钟，
钟，罗马后场传球失误，布罗佐维奇断球后直接长传找到左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用脚背轻轻一垫，连停带过，瞬间完成了人球分过，摆脱对方防守。马诺拉斯被迫补防到边路，罗马禁区中路出现空档，维尼修斯没有继续下底，而是在大禁区角上突然内切，晃开马诺拉斯半步后，其右脚兜射远角，这是一记完美的弧线球，足球绕过所有防守球员，朝着球门右上死角旋转而去。阿里松腾空而起，身体完全舒展，右手手套的指尖再次碰到了皮球，当的脆响，足球击中立柱内侧，弹回小禁区。萨拉赫如鬼魅般出现在落点，想在法西奥解围前倒地铲射，还躺在地上阿里松神奇的抬了一下左脚，不偏不倚挡住了足球，随即他将足球没收，全场沸腾了，罗马球迷起立鼓掌，掌声如雷鸣般持续了整整1分钟，连国际米兰球迷都忍不住为这次扑救惊叹，这已经不是技术，是本能，是天赋，是超凡脱俗的门将艺术。场边，小因扎吉双手插进头发，难以置信的摇头。比赛最后10分钟，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两队门将都稳得一批。当圭达吹响中场哨时，比分定格在0比0。小因扎吉和斯帕莱蒂握手时，两人都苦笑，两队都认为今天自己欠缺进球欲。本轮比赛结束，国际米兰的领先优势被缩小到8分。第25轮，国际米兰在客场2比2战平了卡利亚里，国米迎来联赛3连平。短短3轮比赛，国际米兰的领先优势从12分缩水到6分。都灵体育报，国际米兰的冠军梦正在崩塌。阿斯报，杨烁的年轻化实验遭遇寒冬，这是没有经验的代价。ESPN 专栏，为什么说国际米兰的崩溃从卖掉伊卡尔迪就注定？最恶毒的攻击来自天空体育意大利台。夏季转会窗，国际米兰卖掉了他们的队长头号射手伊卡尔迪，换来了一个31岁的老将哲科。他们花费巨资引进了一群20岁出头的孩子，维尼修斯、罗德里、帕瓦尔，然后他们放走了经验丰富的米兰达。这是什么？这是自杀。3连平让外界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但你依然气定神闲，你知道国米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已经超预期完成了赛季前的既定任务。国米现在的要解决的仅仅是3连平后带来的心理问题，与技战术无关。想到这，你走进了更衣室，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你继续说，我知道你们听到了什么，我知道你们看到了什么。3连平，媒体的批评、质疑、冷嘲热讽，说着你走到战术板前，擦掉上面的战术图，用红笔写下了几个数字：12、10、8、6。这是我们过去3轮的领先优势变化，看起来在缩水，对吗？但让我告诉你们另一个数字，你在旁边写了一个更大的数字：13。联赛还有13轮，13场比赛，39分可以争取。我们现在领先6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还有犯错的余地，意味着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外面的人为什么唱衰我们？因为我们是挑战者，因为我们年轻，因为我们做了别人不敢做的改变。他们希望我们变回正常的球队，买几个成名球星，踢着保守的足球，年复一年的看着其他球队在赛季末高高的举起奖杯，带上奖牌，而我们依旧一无所有。但你们知道吗？你的声音突然拔高，我不想那样，我相信你们也不想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冠军，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支伟大的球队，要让国际米兰的名字再次响彻欧洲，响彻世界。更衣室里开始有变化了，哲科抬起了头，萨拉赫握紧了拳头，维尼修斯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看到这，你接着说道，我只说3件事。第一，我们这个赛季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进入联赛前4，拿到欧冠资格，所以大家要轻装上阵，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一时的挫折不能影响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第二，我信任你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信任西蒙尼因扎吉先生一样。外面的噪音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的工作是在球场上用酒说话，相信我们自己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赛季期间难免有一些小小的波折，有一些起伏，这不重要，后面的比赛我们重拾信心，拿到该拿的积分，我相信结果依旧会是好的。第三，周日对都灵的比赛，我会坐在梅阿查的北看台，和球迷们在一起，不是主席台，是北看台，我要看着你们，和你们一起战斗，我是你们的第12人。更衣室彻底轻松了下来，汉达诺维奇第一个站起来，然后是坎特，是布罗佐维奇，是所有的球员，他们围成一圈，把手叠在一起。为了什么？汉达诺维奇吼道，为了国际米兰。20多个声音同时咆哮，为了冠军。3月19日，米兰梅阿查球场，国米迎来了都灵队的挑战。3月19日，都灵奥林匹克球场，主裁判吹响了开场哨。都灵队一开场就试图用高位逼抢给国际米兰施压，这是所有对手在过去3周里学到的秘诀，压迫这些年轻人，他们会犯错。但今天，国际米兰的传球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第3分钟，坎特在中圈抢断贝洛蒂的脚下球，没有停顿，直接一脚斜长传找到右路的萨拉赫。萨拉赫胸部停球，做了一个向内切的假动作，脚外侧将球往底线一拨，人球分过甩开防守后低平球传中。卡瓦尼在前点虚晃一枪，故意漏球晃倒都灵门将西里古，后点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轻松推射空门，1比0，国米取得梦幻开局。这一球彻底打破了国米3连平的郁闷情绪，场上球员彻底放开。第18分钟，恰尔哈奥卢门前28米处轰出电梯任意球，足球直挂球门右下死角，2比0。第31分钟，萨拉赫在右路连续过掉2人后，在禁区弧顶突然送出一记直塞，足球穿过3名防守球员的缝隙，精准的滚到卡瓦尼脚下，乌拉圭前锋没有停球，直接转身抽射，3比0。第39分钟，坎塞洛左路传中，卡瓦尼力压中卫头球攻门，西里古勉强扑出，但维尼修斯跟进补射得手，4比0。上半场补时阶段，萨拉赫再次右路突破后到3角回转，卡瓦尼跟上爆射，足球再次进入到球网，5比0。当主裁判吹响上半场结束的哨声时，奥林匹克球场的主队看台球迷呆若木鸡的坐在座位上，有些人用手捂着脸，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下半场开始前，都灵队换
换了2名球员，但换人改变不了什么。第51分钟，萨拉赫送出本场比赛第3次助攻，他在右路晃开防守后横扫中路，卡瓦尼轻松推射完成帽子戏法，6比0。这是卡瓦尼本赛季第20个联赛进球。乌拉圭人用行动证明，伊卡尔迪的离去不是灾难，他才是更加适配国际米兰的人选。第56分钟，小因扎吉做出2个换人，阿切尔比换下巴斯托尼，罗德里换下布罗佐维奇。第63分钟，罗德里在中场断球后迅速分给萨拉赫，埃及人这次没有传球，他带球内切，在禁区前沿连续变向晃开2名防守球员，然后起脚兜射远角，足球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击中门柱内侧弹入网窝，7比0。萨拉赫3传1射。第70分钟，哲科换下卡瓦尼。第83分钟，维尼修斯左路突破被放狗，国际米兰获得禁区左侧的任意球，恰尔汗奥卢再次站到球前，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直接射门，而是用右脚搓出一记高弧线传中，后点哲科高高跃起，旱地拔葱8比0。当中场哨终于响起时，比分定格在8比0。都灵的球员几乎是小跑着离开球场的，他们不敢看计分牌，不敢看牌。国际米兰的球员们没有疯狂庆祝，他们只是互相拥抱，拍了拍彼此的后背。通过这场大胜，国际米兰宣泄了积攒许久的负面情绪，也算是回到了正轨。不过你的心里却是很紧张的，意甲比赛还有11轮，在前世的记忆里，这11轮比赛对于国际米兰是一个灾难般的存在，4胜2平5负的成绩，本来还有机会冲击欧冠资格的，结果一路下滑到第7名，连欧联杯的资格都没捞到。你十分担心历史重演，毕竟重生穿越回来之后，你还是感受到了历史的惯性太强大，有时候感觉很无力。就在之前国际米兰3连平以及大胜都灵队的这个期间，也有好消息，最大的好消息还是来自法甲的姆巴佩。本赛季姆巴佩在法甲已经出场22次，其中10次首发，贡献12球5助攻。在欧冠赛场上，姆巴佩更是不得了，出场7次，5次首发，贡献4球3助攻。同时他在法国杯、联赛杯上都取得了进球。姆巴佩展现出来了爆发性速度、冷静终结能力、多功能攻击手的特点，被法国队报称其为2017年欧洲足坛最大发现。姆巴佩在欧冠淘汰赛表现引发豪门关注，皇马、巴黎、曼城等俱乐部均派出球探紧盯。不过当这些豪门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国际米兰已经在前一个夏天提前动手签下了姆巴佩之后，懊恼不已。特别是大巴黎二队这边，小妖们在基辅的调教下进步神速，虽然在更多依靠肉搏的一丙赛场上没有展示出太大的优势，但是在欧联杯赛场上却是大放异彩，靠着出众的脚下技术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欧联杯8强，意大利杯也杀进了4强。马洛塔甚至给你建议，由一队接着踢欧联杯和意大利杯的比赛，争取一下冠军。你否决了马洛塔的提议，欧联杯的冠军和意大利杯的冠军价值不大，即使获得冠军了，奖金也不多，你索性就按照之前的计划安排基辅继续带领二队参加这2项赛事。接下来又是一轮国际比赛日，联赛争夺日趋激烈，你还是想让一线队员尽可能不去浪费体力，全心全意的把精力放在意甲联赛冠军的争夺上。几天之后，参加国家队比赛的球员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果然还是免不了受到了 FIFA 病毒的侵袭。布罗佐维奇扭伤了脚踝，回来之后经检查后的队医评估，要有2周的恢复时间。哲科在国家队的比赛中肋骨骨折，还在进行伤情评估中，需要医疗和康复的时间不短。维尼修斯也有点小小的拉伤，为了保险起见，小因扎吉决定这一轮联赛让维尼修斯休战。4月3日，国际米兰主场对阵桑普多利亚的比赛如期进行，小因扎吉依然采用的是4-2-3-1的阵型。由于维尼修斯的休战，小因扎吉将萨拉赫放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阿什拉夫被推上了右边翼位，帕瓦尔改打右后卫，中后卫的组合是什克里尼亚尔搭档阿切尔比，罗德里顶替受伤的布罗佐维奇进入了首发阵容。同时由于哲科的受伤，小因扎吉将二队中表现还不错的阿尔瓦雷斯、赖斯提到了一线队担任替补。这场比赛，国际米兰协上一轮8比0血洗都灵的余威，4比1拿下了桑普多利亚。卡瓦尼、恰尔汗奥卢、罗德里、帕瓦尔分别打进1球，萨拉赫拿到了2次助攻的数据。罗德里打进了加盟国际米兰之后在梅阿查的首球，实现了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罗德里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征服了小因扎吉和国际米兰的球迷，你看到战报心里也暗爽，未来的世一妖就是好用。1周后，4月9日，国际米兰在客场3比0战胜了克罗托内，卡瓦尼、萨拉赫、坎塞洛各进1球，维尼修斯复出后又1次助攻的数据。萨拉赫回到了右边翼位，也是如鱼得水，还拿到了1次助攻。这场比赛之后，这个赛季萨拉赫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7个，助攻也突破了10个，打出了2双的数据。这2轮战罢之后，国际米兰以29战24胜5平1负积77分的成绩高居积分榜第一，尤文图斯以23胜1平5负积70分的成绩冲回了第2的位置，不过积分差距被国际米兰拉开到了7分。联赛还剩下9轮的情况下，国际米兰的形势一片大好。之前3连平的时候看衰国际米兰的媒体和民宿，现在又纷纷看好国际米兰夺冠，但此时你可不敢掉以轻心，下一轮就是这个赛季的第2次米兰德比，这算是在国际米兰前进路上的一座大山吧。而且后面还要面对内布勒斯和拉齐奥2支排名前5的球队的比赛，国际米兰依旧不能松懈啊。时间一晃就到了4月16日，意甲第30轮，国际米兰主场对阵 AC 米兰的日子了。本场比赛，国际米兰今天继续他们本赛季横扫意甲的4-2-3-1，门将汉达诺维奇，后卫线从左到右坎塞洛、什克里尼亚尔、帕瓦尔、阿什拉夫，双后腰是罗德里搭档坎特，前腰恰尔汗奥卢，左边锋维尼修斯，右边锋萨拉赫，中锋卡瓦尼。AC 米兰这边，蒙特拉还是摆出4-3-3，门将多纳鲁马，四后卫安东内利、罗马尼奥利、戈麦斯、阿巴特，3中场何塞索萨托后，伯纳文图拉和洛卡特利靠前，前锋线左边德乌洛费乌、
中锋巴卡，右边苏索。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AC 米兰先开球，直接回传，想稳一稳节奏，但国际米兰直接展开凶狠的逼抢。比赛第2分钟，国际米兰中路断球，恰尔汗奥卢分边，维尼修斯拿球踩单车过掉阿巴特下底到三角回敲，卡瓦尼抢在罗马尼奥利身前扫射，球擦着右侧立柱滚出底线。国米第一次进攻就和进球差之毫厘，开场就虚惊一场的米兰迅速统一思想，收缩防守，一时间稳定住了局面。比赛第16分钟，米兰迎来进攻机会，反击中苏索在右路内切后横敲，洛卡特利跟上直接远射，汉达诺维奇贡献精彩扑救，单掌把球拖出横梁。比赛第23分钟，米兰攻势再起，伯纳文图拉中圈附近斜塞右边路，阿巴特套边插上了传中，巴卡抢在帕瓦尔身前起跳头球顶偏。开场20分钟，双方完全放开了打对攻节奏快，转换快，身体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坎特再次抢断，国际米兰反击3打4，萨拉赫右路拿球，面对安东内利果断内切，走里线左脚兜射远角，多纳鲁马飞身单掌将球扑出底线，上演世界级的扑救。第37分钟，阿什拉夫右路靠速度生吃安东内利下底传中，卡瓦尼头球后蹭后点维尼修斯包抄，罗马尼奥利抢先一步飞身将球铲出底线。第43分钟，罗德里远射，多纳鲁马倒地侧扑，将球稳稳抱住。随即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战成0比0，比分没有改变，但并不影响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精彩。下半场回来，第48分钟，国米率先打破僵局，萨拉赫右路突破被放倒，国米获得任意球，恰尔汗奥卢传中，禁区内什克里尼亚尔利亚戈麦斯一头将球砸进了网窝，国际米兰1比0领先。随后比赛再次陷入拉锯战，直到第71分钟 ，AC 米兰反击，德乌洛费乌左路突破传到禁区，伯纳文图拉插上再次挑转，帕瓦尔和巴卡在争抢中，巴卡倒地了，主裁判手指点球点，米兰获得点球。慢动作回放，帕瓦尔手上确实有一个拉拽巴卡球衣的动作，帕瓦尔吃到黄牌。AC 米兰在逆境中获得扳平良机，苏索抱着球走向了点球点，哨响，苏索助跑打向左下角，汉达诺维奇判断对了方向，侧身将球扑出了底线，帕瓦尔冲过去紧紧抱住了汉达，国米逃过一劫，汉达拯救球队。第78分钟，国际米兰发起左路进攻，坎塞洛、维尼修斯、罗德里、恰尔汗奥卢4个人在小范围连续传球撕开 AC 米兰防线，坎塞洛下底低平球横传禁区，卡瓦尼机灵跑位抢点成功，打进一球，国际米兰2比0杀死了比赛悬念。第82分钟，阿尔瓦雷斯换下卡瓦尼引来自己一甲首秀。第88分钟，萨拉赫右路拿球，面对安东内利和补防的伯纳文图拉，他一扣再一拉，连续变向突入禁区，安东内利直接上手拉人，萨拉赫倒地，黄点套餐。随后萨拉赫亲自主罚命中，3比0国际米兰锁定胜局。第92分钟 ，AC 米兰利用角球在禁区混战中，由巴卡捅射打入扳回颜面的一球。随着3声哨响，国际米兰在主场3比1战胜了 AC 米兰，赢下了这场至关重要的米兰德比。国米继续以7分优势领跑积分榜，而 AC 米兰冲击欧战区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接下来的意甲第31轮比赛，国米客场挑战紫百合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座无虚席，那片著名的紫色海洋在春日阳光下翻滚。凭借主场优势，佛罗伦萨开场仅4分钟就由戈麦斯禁区内兜射打穿国米球门1比0，佛罗伦萨取得梦幻开局。弗兰基球场爆发出地动山摇的咆哮，戈麦斯冲向角旗区，张开双臂。佛罗伦萨主场氛围堪称恐怖，但国际米兰并没有慌乱。这支经历了这个赛季多场逆战淬炼的年轻球队，早已学会在逆境中找到胜利之法。比赛第24分钟，国米反击的号角吹响，坎特在中场从佛罗伦萨核心迪利维奥脚下断球，迅速分给右路的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送出直塞，维尼修斯反越位成功，禁区内接球形成单刀，面对门将曼宁格，他做了一个射向远角的假动作，却在触球瞬间脚腕一抖，推射进角1比1。依靠维尼修斯的进球，国际米兰扳平了比分。扳平比分让国际米兰士气大振。6分钟后，恰尔汗奥卢开出右侧角球，卡瓦尼旱地拔葱，力压佛罗伦萨中卫托里切利，一头将球砸进球门，2比1国际米兰反超。然而佛罗伦萨能在主场让所有豪门头疼，绝非侥幸。比赛第42分钟，佛罗伦萨在前场耐心倒脚，国际米兰的防线被慢慢拉扯开，球传到巴戴利脚下时，他距离球门还有30米，没有人上前封堵，这个距离有点远。巴戴利瞅准机会，没有犹豫，调整一步起脚远射，足球像出膛的炮弹，在空中几乎没有旋转，笔直的轰向球门左上角。汉达诺维奇飞身扑救，指尖碰到了球，但力量太大，足球还是撞进了网窝2比2。弗兰基球场再次沸腾，巴戴利脱掉球衣疯狂庆祝，这个进球不仅扳平比分，更是一记提振士气的世界波。下半场开始后，国际米兰明显加强了对中场的控制，罗德里和坎特向两板移动的加速，死死缠住巴戴利和迪利维奥。比赛第63分钟，耐心终于换来回报，国际米兰在中场连续传递了17脚后，恰尔汗奥卢在禁区弧顶接球，几乎没有调整，直接起右脚兜射，足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绕过所有防守球员，擦着横梁下沿钻入网窝，3比2。恰尔汗奥卢还给紫百合一记世界波。进球后的恰尔汗奥卢冲向客队看台，对着那2000名远征的内拉祖里做出了标志性的聆听庆祝动作，国米球迷的呐喊如山呼海啸。
看台上主场球迷鸦雀无声，满脸愤恨，可能是看到自家球迷受了委屈。佛罗伦萨随即展开猛攻，比赛第77分钟，他们的左后卫比拉吉下底传中，足球贴着草皮快速滚向门前。国际米兰的防线全部被前点的戈麦斯吸引，却漏掉了后点插上的费奥雷。这位意大利本土前锋轻松推射空门，3比3，双方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随即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弗兰基球场的球迷开始高唱队歌，他们相信球队至少能守住1分。就连佛罗伦萨主帅保罗索萨都站在场边，双手下压示意球员冷静控球。但国际米兰可没放弃。比赛第92分钟，汉达诺维奇在门前接到回传球，提前观察的他马上大脚开向前场，足球飞越半场，精准的找到卡瓦尼。乌拉圭前锋利亚莫雷蒂头球回点，罗德里在中场线附近接到第2点，他头都不抬，直接一记推杆斜塞将球送至左路。那里维尼修斯早已等待多时，单刀又一次单刀，曼宁格气门出击，维尼修斯面对出击的门将再次做出了彩虹过人。只见他右脚脚后跟将球轻轻一挑，足球从身后跃起，越过自己和门将的头顶，落在身前。维尼修斯绕过目瞪口呆的曼宁格，在足球落地反弹的瞬间，左脚推射空门，4比3，绝杀！整个弗兰基球场陷入死寂，只有2000名客队球迷的呐喊撕裂天空。维尼修斯脱掉球衣疯狂奔跑，所有国际米兰球员扑上去将他压在地上，场边的小因扎吉跪在地上，双手握拳激情庆祝。主裁判在佛罗伦萨开球后不到10秒就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进球大战中，国际米兰4比3客场战胜佛罗伦萨，国米继续领跑积分榜。4月27日，国际米兰2比0轻松拿下佩斯卡纳，卡瓦尼、坎特建功。这场比赛，国际米兰上半场早早领先后，小因扎吉下半场换下了卡瓦、萨拉赫、什克里尼亚尔，换上了阿尔瓦雷斯、巴雷拉、阿切尔比，算是实现了轮换。接下来便是和那不勒斯的重头戏了。4月30日，国米坐镇梅阿查迎战那不勒斯，那不勒斯需要争取欧冠资格，每一场比赛都逼着他们去硬拼。比赛已经进行到第87分钟，计分牌上的比分依然是0比0。那不勒斯主教练萨里在场边焦躁地踱步，他的球队已经完成了22次射门，却始终无法敲开汉达诺维奇把守的球门。场边，小因扎吉双手插在口袋里，拳头紧握。他没想到那不勒斯能在客场拼得如此猛烈，这对国米的防守消耗是巨大的。坎特和罗德里的跑动距离都已经超过12公里，帕瓦尔解围时腿已经有些发颤，连一向体能充沛的维尼修斯回防到禁区内头球解围后都弯下腰大口喘气。第89分钟，机会来了，那不勒斯角球进攻被汉达诺维奇双拳击出，足球落到罗德里脚下，西班牙少年抬头看了一眼，然后送出一记跨越半场的斜长传，足球像长了眼睛一样飞向左边路的空旷地带。在那里，维尼修斯再次咬牙启动，速度在这一刻完全爆发，他从本方禁区前开始冲刺，当足球落地弹起时，他已经将回追的那不勒斯右后卫西萨伊甩开了5米，单刀绝杀的机会，维尼修斯带球长驱直入，面对出击的门将雷纳，直接推射远角，足球贴着草皮滚进球网，1比0。维尼修斯再次上演绝杀，引爆梅阿查。维尼修斯脱掉球衣冲向角旗区，疯狂而肆意地庆祝着，队友们从4面8方扑上来，小因扎吉终于松开紧握的拳头，与助手们紧紧拥抱，拿下那不勒斯。后面的比赛难度就要小了很多了，也意味着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冠军奖杯了。目前联赛还剩6轮，国米依旧手握7分领先优势，只需要再赢4场，国米就将把冠军奖杯带回梅阿查。同时欧联杯赛场也捷报连连，国际米兰2队的小球员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是红魔曼联，首回合双方在梅阿查球场0比0闷平。5月3日，第2回合的比赛，曼联在梦剧场老特拉福德1比0带走国米。虽然输了比赛，但国米小将们在比赛中的表现再次震撼世界足坛。金彭贝、巴斯托尼、赖斯、恩昆库、扎尼奥洛、楚阿梅尼、劳塔罗这一长串名字后面，被世界各地的球探打上了醒目的星标。一场失利，却让国际米兰的青春宝藏暴露在全欧洲的聚光灯下。没几天，国米总部马洛塔面前摊着厚厚一叠报纸，曼城预购金彭贝，初次报价3500万欧元。巴黎圣日耳曼对恩昆库感兴趣，下窗愿意出价2500万回购。消息人士切尔西询问赖斯的转会可能性，拜仁慕尼黑的球探报告高度评价巴斯托尼，认为他有成为新一代防守领袖的潜质。马德里竞技关注扎尼奥洛，马洛塔揉了揉眉心，主席，全欧洲的鲨鱼都闻到血腥味了。虽然现在都是传闻，但足以说明我们2队的这批球员已经被视为欧洲足坛最优质的潜力资产。看到这些，你心里美啊！这些从全世界各地挖来的小妖，经过一丙和杯赛的锻炼，他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已经迸发出来，你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咧着嘴问道：朱塞佩，你记得我们赛季初的战略吗？让2队球员多在高水平的比赛中淬炼，加速他们的成长。马洛塔流畅的回答。现在这一阶段目标超额完成了，你眼神明亮。这些球员是球队未来的基石，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这批球员成长起来之后，未来10年我们都将是欧洲的一支劲旅。欧联杯出局后，国际米兰的全部重心就转移到联赛上来了。第34轮，国际米兰3比1战胜了热那亚，萨拉赫2球1助，卡瓦尼1球。第35轮，接着国际米兰在主场3比0轻松拿下萨索洛，卡瓦尼、维尼修斯和替补上场的阿尔瓦雷斯各进1球。国际米兰依然以7分的优势高居积分榜第1，尤文图斯在身后紧咬着不放，想要抓住国际米兰掉链子的机会。还剩3场比赛，分别是对阵拉齐奥、佩斯卡拉、乌迪内斯。除了拉齐奥要争夺欧冠资格，需要和国际米兰硬拼之外，其余2场比赛的对手已经无欲无求了。这3场比赛，只要国际米兰取得1场胜利，就能夺得冠军。现在最难的就是和拉齐奥的比赛了，还是客场作战。最让你揪心的就是2001-2002赛季，就是拉齐奥最后一轮4比2阻击了国际米兰，让国际米兰痛失冠军。外星人罗纳尔多在替补席上掩
面哭戏的画面，深深地刺痛了所有内拉祖里的心。当时的拉齐奥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你担心如果在拉齐奥这里出了意外，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后面2场比赛，这支新组建的球队心态绷不住，而且前世的记忆里，这场比赛国际米兰是在客场以1比3的比分输给了拉齐奥的。5月14日，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南看台，拉齐奥死忠的北看台因区域，蓝白色的旗帜如同暴风雨中的海浪疯狂翻滚，而客队看台上5000名远征的蓝黑内拉祖里，用他们嘶哑的喉咙对抗着整座球场的敌意。听见了吗？更衣室里，小因扎吉指着门外，他们不想让我们在这里庆祝。他走到战术板前，上面贴着拉齐奥本赛季的技术分析，他们距离欧冠只差1步，而我们是他们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他们很可能会用身体、用对抗、用一切意大利足球里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方式来阻止我。但我要你们记住，小因扎吉太了解拉齐奥了，他声音陡然拔高，我们是更好的球队，我们有更好的球员，我们走过了更艰难的路，今天就在这里，我们要带回这该死的联赛冠军。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拉齐奥从第1秒就展现了他们捍卫欧冠资格的决绝，他们的3中场帕罗洛的强硬，卡塔尔迪的狡猾，卢利奇的全面，构成了令人头疼的中场绞杀网。比赛第4分钟，维尼修斯在左路拿球，刚做出第一个变向动作，就被帕罗洛放倒。巴西少年在草皮上翻滚2圈，愤怒地捶打地面。主裁判跑过来，对帕罗洛口头警告。比赛第9分钟，罗德里断下卡塔尔迪的传球，正要转身组织反击，卡塔尔迪直接伸手将他拉倒。拉齐奥思想统一，就是要利用身体对抗或犯规限制国际米兰的技术优势。比赛第15分钟，卢利奇在左路摆脱阿什拉夫的纠缠，送出一记低平传中。因莫比莱在禁区弧顶与凯塔做了一个撞墙配合，甩开什克里尼亚尔半个身位后起脚爆射，汉达诺维奇飞身侧扑，单掌将球拖出横梁，顶住拉齐奥开场的3板斧后，国际米兰的技术优势开始缓慢展现。比赛第21分钟，恰尔汗奥卢直塞找到了右路内切的萨拉赫，萨拉赫面对拉杜的防守，做了一个向内突破的假动作，却突然用脚后跟将球磕向边路，阿什拉夫迅速插上下底传中，中路卡瓦尼利压中卫赫特，一记狮子甩头，足球擦着横梁飞出底线，乌拉圭前锋抱头长叹，随即向阿什拉夫竖起大拇指。比赛第24分钟，维尼修斯在左路单挑帕特里克，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踩单车后突然加速突破，帕特里克完全失位，情急之下他从身后一记凶狠的铲抢，将维尼修斯连人带球放倒在边线附近，维尼修斯痛苦地蜷缩在地上，国际米兰的球员们瞬间围了上来，坎特第一个冲到帕特里克面前，两人额头几乎相顶，主裁判分开人群，向帕特里克出示了黄牌，黄牌，这是红牌动作。小因扎吉在场边暴跳如雷，第4官员不得不将他劝回技术区，国米场上球员也瞬间围住主裁判，但判罚最终没有改变，任意球开出，什克里尼亚尔前点后侧，罗德里后排插上头球冲顶，被拉齐奥后卫挡出角球。这次争议判罚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国际米兰球员心中压抑的火气，比赛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第31分钟，坎塞洛在防守凯塔时有一个明显的拉拽动作，吃到黄牌。第37分钟，卢利奇在恰尔汗奥卢已经出球后，依然用一个危险的剪刀脚将他放倒，也领到黄牌。比赛第42分钟，因莫比莱在禁区前沿背身拿球，坎特看准时机上前捅走足球，但坎特的鞋钉刮到了意大利前锋的脚踝，因莫比莱应声倒地，痛苦翻滚。拉齐奥球迷的嘘声震耳欲聋，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向坎特出示黄牌，这是法国人本赛季吃到的第5张黄牌，将错过下一轮比赛。随后，拉齐奥的任意球进攻未果，上半场进入补时阶段，罗德里在中场与帕罗洛争抢一个高空球，两人同时起跳，西班牙少年凭借更好的弹跳占据了优势，但就在他即将顶到球的瞬间，帕罗洛的右手肘有一个隐蔽但凶狠的向后挥击动作，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罗德里在空中失去平衡，重重摔在草皮上，他捂着脸，瞬间一股红色从指缝中涌出。国际米兰的队医提着医疗箱狂奔入场，同时国米球员与拉齐奥球员发生争执，场面一度混乱，裁判组快速跑到案发现场，将两队球员拉开平息事态。经过边裁的提示，主裁判向帕罗洛掏出了红牌。另一边，罗德里果断拒绝了队医将他换下场的建议，头缠绷带重新站了起来。随即上半场比赛结束，0比0，但场上平衡已被打破，一场11人对10人的血战即将在下半场拉开序幕。下半场开始，拉齐奥撤回了一名前锋，阵型变成4-3-2。比赛第48分钟，坎塞洛与维尼修斯在左路打出精妙2过1，葡萄牙人插入禁区左侧横敲中路，恰尔汗奥卢跟上怒射，足球呼啸着擦过横梁飞出底线。比赛第53分钟，萨拉赫在右路靠近边线处传球，顺势加速突破，瞬间甩开卢利奇半个身位，补防的拉杜急忙上前封堵，萨拉赫一个轻巧的扣球变向，再次完成突破。在奥林匹克球场一片惊呼声中，萨拉赫带球直扑禁区，就在他禁区弧顶外一步准备起脚时，拉齐奥另一名中后卫桑托斯一记毫无保留的正面飞铲，将埃及人连人带球铲倒在地。裁判哨响，黄牌。这个任意球位置极佳，距离球门约22米，略偏右侧。萨拉赫站到了球后，马切蒂在门前紧张地指挥人墙，拉齐奥排出了5人的人墙，因莫比莱站在最中间。主裁判鸣哨，萨拉赫助跑3步之后，右脚内脚背兜出一道完美弧线，足球绕过人墙，却在飞行途中蹭到了跳起的因莫比莱的头顶，发生了轻微的变线。马切蒂已经向自己的左侧移动，突然的变向让
让他措手不及。足球应声入网，国际米兰1比0领先。丢球后的拉齐奥陷入了两难境地，攻出去少一人，后防空虚，守下去。主场失败对他们冲击欧冠资格损失太大。拉齐奥主教练迅速用中场隆巴尔迪换下了已经失去作用的安德森，试图加强中场拦截。随后国际米兰完全掌控了局面，对拉齐奥球门形成了围攻。比赛第72分钟，卡瓦尼禁区前接球回左，替补罗德里上场的巴雷拉送出一记精妙的过顶球，找到了左路维尼修斯。维尼修斯用脚尖将球轻盈停下，顺势变向内切。回防的卡塔尔迪只能用一次战术犯规将他放倒，吃到黄牌。拉齐奥利用犯规和门将的神勇发挥，抵抗着国米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国际米兰获得一次角球机会，恰尔哈奥卢站在角旗区，深吸一口气，他举起右手示意战术。禁区内，卡瓦尼、什克里尼亚尔、替补上场的巴斯托尼等高点全部压上，恰尔哈奥卢助跑起脚，足球滑出一道急速的内旋弧线，直飞前点。卡瓦尼一记势大力沉的头锤，将球狠狠砸向球门，2比0，国米锁定胜局。当主裁判吹响2短1长的中场哨音，这个赛季的意甲冠军得以确定。替补席上的所有人、教练组成员、工作人员疯狂冲进球场。小因扎吉第一个拥抱了离他最近的汉达诺维奇，老门将的眼眶瞬间红了，忐忑跪在草皮上，仰天长啸。萨拉赫和维尼修斯紧紧相拥，头上缠着绷带的罗德里从替补席上冲下来，与每一个队友用力拥抱。在经历了一个充满质疑的赛季初，经历了中期的起伏和3连平的考验，经历了与尤文、AC 米兰、罗马等强队的血战之后，他们最终在永恒之城的奥林匹克球场，用一场充满血性、智慧和绝对实力的2比0胜利，提前2轮锁定了2016至201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这是国际米兰自2010年以来的第一个意甲冠军，这是你阳朔时代国米的第一座顶级联赛冠军。球员们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背后印有冠军2016至2017字样的纪念 T 恤，他们手拉着手排成一排，冲向客队看台，向那5000名始终呐喊不离不弃的远征军致以最深的谢意。你在贵宾席上与马洛塔、萨内蒂紧紧拥抱，一种难以言喻的澎湃情感在胸中激荡。在拉齐奥主场敲定了联赛冠军之后，国际米兰全队没有过多的停留，乘坐专机回到了马尔彭萨机场。尽管已经是接近凌晨时分了，机场外早已迎候在此的内拉祖里们看见球员们陆续出现在贵宾通道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你和马洛塔、萨内蒂等人说笑着走出贵宾通道时，内拉祖里们齐声高喊：杨杨杨！感谢你给我们带回了冠军，这让你大为感动。内拉祖里就是这么的淳朴，只要你为球队付出，他们对你的热爱就发自肺腑。一如当年对莫拉蒂，由于后面还有2场比赛，球员们非常有职业素养，满足了球迷合影和签名等要求后，陆续登上了球队的大巴车。在球迷们的簇拥下，球队的大巴缓缓驶出了机场。第二天，各路媒体对国际米兰夺冠也进行了报道。米兰体育报刊文国际米兰打破垄断，提前2轮夺取意甲冠军。图片报以国米夺冠展示恐怖实力，未来意甲格局恐将发生变化为题进行了报道。对报发表专题国际米兰的冠军之路，重点解析了你当上了俱乐部主席后给球队带来的变化。你浏览完了这些杂志报刊之后，心道：嘿嘿，怎么赛季初的那些喷子不见了呢？接下来的2场比赛，以提前获得冠军的国米先是2比0轻松战胜了佩斯卡拉、卡瓦尼、维尼修斯进球，萨拉赫贡献助攻。2017年5月28日，国米回到梅阿查球场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乌迪内斯。在傍晚的阳光下，梅阿查显得如此金光璀璨，8万个座位座无虚席，场内处处充满着庆祝国米夺冠的元素。今天不仅是赛季收官战，不仅是主场谢幕，更是冠军加冕庆典的正日。迭戈·米利托、维斯利斯内德、迈孔、阿尔瓦罗雷科巴、马特拉齐、坎比亚索等一个个承载着国米光辉与泪水的人物出现在梅阿查，见证国米夺得第19个联赛冠军的加冕时刻。对阵无欲无求的乌迪内斯，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庆典节奏，双方球员都没有压力，将所有的激情与才华倾注到进攻中。第11分钟，坎塞洛左路与维尼修斯配合后内切，在禁区外突施冷箭，世界波直挂死角，1比0。第23分钟，萨拉赫右路突破传中，卡瓦尼门前抢点得手，2比0。第34分钟，恰尔汗奥卢直塞，萨拉赫单刀赴会，冷静推射，3比0。上半场补时，乌迪内斯扳回一球，3比1。第51分钟，萨拉赫投桃报李，助攻卡瓦尼完成梅开二度，4比1。第58分钟，萨拉赫自己再入一球，同样梅开二度，5比1。乌迪内斯在中场前再入一球，将比分定格在5比2。一场进球盛宴，为这个辉煌的赛季主场收官战献上了最华丽的祝酒。中场哨响，球场迅速被布置成颁奖典礼的现场，巨大的舞台在中央搭起，背景是硕大的国际米兰队徽和 Campioni d'Italia 2017的字样。在 Piazza Inter 的雄壮旋律中，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依次登台。从年轻的替补门将、队医、理疗师开始，每个人都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接过那枚沉甸甸、金灿灿的冠军奖牌，挂在胸前。小因扎吉上台时，掌声尤其热烈。这位少帅用一个冠军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最后，在万众期待中，队长汉达诺维奇稳步走上舞台中央。意甲主席塔维齐奥将那座象征着意甲最高荣耀的奖杯递到他的手中。汉达诺维奇双手紧紧握住奖杯底座，深吸一口气，在8万人震耳欲聋的321倒数声中，他双臂高高举起，将奖杯擎向米兰的夜空。烟花从球场四周冲天而起，金色的彩带从顶棚倾泻而下，覆盖了整个绿茵场。激昂的音乐达到最高潮，全场蓝黑色疯狂舞动。马洛塔、萨内蒂、奥西利奥所有管理层成员相拥庆祝。你在主席台上，双眼噙满泪水。重生穿越后，你成功完成了振兴国际米兰的第一步。Forza Inter, Siamo Campioni， 加油国米，我们是冠军！